习字画，算科则专令熟贤。算术，或一意通然后改授，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必国子学官，总领其事，常加典刊，务要俱通，仍以义理为主。有余力者听，令学作文字。日月岁时，随其力顿，各择所就功课，陈其勤惰，而赏罚之。勤者则升之上舍，惰者则降之下舍，待其改过则复升之。假日则听令学射，自非假日，无故不令出学。数年以后，上舍升学业有成就者，乃听学官保举，蒙古人若何品级，诸色。PG 2005。人若何事尽，其未成就者，且令依旧学习，似其可以从政。然后遂听学官举其贤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中不可教者，3年听令出学。凡学正因格，生源增减，若得不时奏闻，则学无必正，而天下之才艺皆观感而兴起矣。然后续立郡县之学，求以化名成俗，无不可者。臣等于右，见于书，闻于诗者如此，未敢避其可行，弗望。圣辞下陈此章，令诸老先与左丞王赞善等商议调奏施行，臣等不甚志愿。书奏，帝览之喜。14年，受利用少监。15年，初为雁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托虎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追义利。己巳，素知按察使，不敢问。不呼目受其状，以僧下狱。托直欲出僧，辞气倔强，不呼目令去其官庭下，则以不直。虎脱逃归以闻，帝曰：不呼目素刚正，必而被犯法故也。继而雁南奏至，帝曰：我故知之。19年，升提刑按察使。有送晋州守臣道官务者，晋州本吏河东，特命不呼目往按之。归报称旨，赐白金1000两，钞5000贯。21年，召参议中书省事。时阙察转运使卢世荣阿父宣。正使丧歌，言能用己，则国富可10倍于旧。帝以问不呼目，对曰：自习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荣之徒，操吏数以获食。君使者莫不畏之中，及其最忍恶者，国与民俱困，虽毁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帝不听，以世荣为右丞，不呼目遂辞参，亦不拜。22年，世荣以罪被诛，帝曰：朕书愧卿。着吏部尚书。时方及梅阿合马家，其奴张散札尔等罪当死，谋言。阿合马家资引记者多，如今得之，可资国用。遂勾考补系，连及无辜，京师骚动。帝颇疑之，命丞相安同及6部长2官询问其事。不呼目曰：是奴为阿合马心腹爪牙，死有余罪。为此。PG 2006。言者，盖欲苟延岁月，侥幸不死耳。其可复受其狂，嫁祸善良耶？及诸此徒，
则愿谤自袭。丞相以其言入奏，帝勿命不。忽目居之，具得其实，散札尔等伏诛，其补系者尽释之。23年，改工部尚书。9月，迁刑部。河东按察使阿合马以资财产媚权贵，获钱于官，曰长养马，至则亦取不明所产一书。事决，遣使按制，皆不服，即不呼目往，使得其不法。百余事。会大同民机，不呼目以便宜发仓廪正之。阿合马所善。信臣奏不呼目善发君处，又锻炼阿合马使自乌服。帝曰：是。行发素以活无名，乃其职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狱至京师审。是阿合马尽伏诛。吐哈求清察之为人奴者增益其君，而多取边民。中书迁省王欲验其疾改正之。吐哈遂奏欲有不成语。帝怒，欲斩之，不呼目谏曰：御史令以清察之人奴为兵，谓闻以边民也。万一他未皆访此，户口好矣。若诛狱，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帝亦解，欲得不死。24年，桑歌奏立尚书省，乌沙参政杨居宽、郭佑不。呼目争之不得，桑歌生计之，常直不呼目谓其妻曰：他日疾，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时，则以不作草礼物，欲加之罪，遂以即免。车驾还自上都，其弟也李胜班氏作辇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来迎。不呼目果以是日至。帝见其乐甚，问其路几何，左右对以满病驾者力不给，帝念其贫，命尽给之。27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至告兼修国史。28年春，帝列柳林、彻里等合奏桑歌罪状，帝诏问不呼目，具以实。对。帝大惊，乃决议诛之。罢尚书省，复以6部归于中书，欲用不呼目为丞相，故辞。帝曰：朕过听桑歌，治天下不安。今虽毁之，已无及矣。朕时亲幼时，使亲从学，朕欲备今日之用，勿多让也。不呼目曰：朝廷勋旧，耻绝居臣幼者尚多，今不赐用臣，无以服众。帝曰：然则孰可？对曰：太 PG 2007。子瞻是完则可。相者及梅阿合马家，其路一进城，皆有不及。唯无完则明，又常言桑歌为乡，必拜国事，今果如其言，是矣。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无以任无事。乃拜完则右丞相。不呼目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巴剌沙延改按察司至廉访司不便，宜罢去，乃求县丞赃罪以动上听。帝以责中丞崔玉，欲谢并不知。不呼目面斥玉不直言，因历臣不可罢之说，帝亦乃是。王师真交指师，立复谋大举。不呼目曰：导以诡诈，天威临之，宁不正据？受穷则是，是使之然。今其子日郡袭位，
若遣一介之使，欲以祸福，彼能悔过自新，则不烦兵而下矣。如祸不圈，加兵未晚，帝从之。于是交旨赶具，遣其伪昭明王等亦却谢罪，进献前。6岁所当贡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利也。即以其半赐之。不乎穆辞曰：此陛下神武不杀所至，成何功焉？为受审税。甲山、象牙镇止，水晶比格而已。麦树丁请复立尚书省，专领。又3部，不乎穆廷责之曰：阿合马、桑歌相继误国，生诸家。梅前见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是遂请。或劝真琉球及赴江南包营，皆见止之。桑歌党人纳素剌丁等祭诛，帝以兴兜。常于理财，遇事不杀。不乎穆力争之，不从。日中凡妻奏，促正其罪。是事请以金银币帛辞其神，帝难之。不乎穆曰：彼佛以去贪为宝。遂服语。或言京师蒙古人已与汉人奸处，以至不虞。不乎穆曰：兴民诈迁，犹未宁居，若复分艮，必至失也。此盖奸人欲善获益之利，交结尽信，借为纳中之说耳。乃图写国中贵人地宅以与民居犬牙相制之状上之而止。有赠完则徇私者，帝以问不乎穆。对曰：完则与臣俱呆罪中书。设或如所言，岂得专行？臣等虽愚陋，然备为宰辅，仍或发齐。因短，以使面直，明示则降。若内怀猜疑，非人主治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披其甲而出之。是日苦寒，解所欲。PG 2008。黑貂裘以赐。帝每顾侍臣，称塞细瞻之能，不乎穆从容问其故。帝曰：彼是宪宗，常因资政才用，亲父所知。卿时未生，臣不知也。不乎穆曰：是所谓为人诚怀二心者。今有以内府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若何？帝即挥以手曰：卿指正。时言30年，有心备于帝座。帝忧之，夜召入境中，问所以消。天变之道，奏曰：风雨自天而至，人则动雨以待之，将何为？得知县，人则周急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则为之，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义正之象曰：君子以恐惧修审。诗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灾而惧。3代圣王，克谨天戒，先不有终。汉文之士，同日山崩者20有9，日食地震平岁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毁祸，海内亦安。此前代之规谏也，臣愿陛下法之。因宋文帝日食求言诏。帝悚然曰：此言生何正义，可复诵之。遂详论款陈，夜至4鼓，明日尽善。帝以盘针赐之。30年，帝不遇，故使
非国人勋就不得入卧内。不呼木。以景后日事医药，未常去左右。帝大见，与御史大夫岳鲁纳言，太傅伯言并受遗诏，留禁中。丞相完则至，不得入。4月，鲁纳言，伯言出，问曰：我年未具在不呼木上，国有大义而不欲，何耶？伯言叹息曰：使丞相有不呼木时虑，何致使？吾属如是之劳哉？完则不能对，入言于太后。太后召3人问之，岳鲁纳言曰：臣受故命，太后但官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遇之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后发引生父请示南郊，皆不呼木领之。臣宗即位，执政皆营于上都之北。丞相常独入，不呼木至。数日乃得见，帝问之，谓劳之曰：卿先朝复兴，故正寡昧。为朝夕起卧，以匡正不逮，庶无负先帝付托之重也。陈宗公 PG 2009。览述政，听段民果，廷议大事多采不呼木之言。太后亦以不呼木先朝旧臣，礼貌甚至。河东守丞献嘉禾，大臣欲奏以为瑞。不呼木与之曰：汝部内所产竟然耶？为此数经耶？曰：为此数经耳。不呼木曰：若如此，既无益于民，又何足为瑞？遂罢遣之。昔僧为佛事，请示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悉僧请备以帝后御服，诚惶独出。宫门视之，云可得福。不呼木曰：人伦者，王政之本，风化之基，岂可容其乱法如是？帝则丞相曰：朕戒汝无使不呼木之，今闻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谓不呼木曰：卿且休矣。朕今从卿言，然自是以为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呼木言，若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越薄，无复上下之分矣。帝悟，为追废前命，执政奏，以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谓帝曰：不呼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岂可出之于外耶？帝复留之。竟以与同列多议，议称疾不出。元贞2年春，诏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从人，人亦不能从卿也。欲以断真代卿，如何？不呼木曰：真实胜于臣。乃拜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辞曰：是职也，国朝为使天则常为之，臣何公敢当此？至去仲字大德2年，御史中丞崔玉卒，特命行中丞事。3年，兼领事宜司事。有因父官受贿赂，御史必欲归罪其父。不呼木曰：风纪之司，以宣正化，立风俗为先。若使子正父，何以兴孝？
枢密臣受人欲待，真赃不恤，御史严罚太轻，不呼目曰礼。大臣贪墨，为曰府鬼不事，若加耻辱，非刑部上大夫之意。人称其评述。4年，并复作，帝遣医治之，不效，乃复奏曰：臣禅庸无曲，刀臣倦卧，大献有终，永辞招待。引商满引。PG 201010。而卒，年46。帝闻之惊道，士大夫皆哭失声。加肃平，公自篡疾，妻之任以养母。后因使孩，则母已死。号痛呕血，积不起。平居服如素，不上华室。禄赐有余，即散。时清久，名余之人，多所见拔。丞相哈拉哈孙达拉罕议其所见也。其学先躬行而后文艺，居则简墨，及帝前论事，吐词宏畅，隐逸正大，以天下之众自任，知无不言。世祖常与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资左手承之，然后能固。卿时政之左手也。每事宴间，必陈说古今治要，世祖每服毕。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无子孙之福。临崩，以白璧遗之，曰：他日持此以见正也。武宗时，赠纯臣佐。李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是文贞。子回回，陕西行省平章政事；睽睽，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为翰林学士承旨。完泽，土别彦氏。祖土薛，从太祖起朔方，平诸部。太宗伐金，命太帝睿宗有闪佑进师，以及其不备，土薛为先锋，遂去武修关，越汉江，略方城而北，破金兵于阳翟。金王从公，兴元郎，立诸州，拜都元帅，取宋成都，斩其将陈龙之，赐食邑600户。复密全真，素为晋中，长御膳。中统初，从世祖。北征4年，拜中书右丞相，与诸儒臣论定朝制。完则以大臣子选为豫宗王府僚属。豫宗为皇太子，属詹事。常入参谋议，出长环卫，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一日会，晏宗室指完则与众曰：亲善远恶，君之极恶。善人如完则者，群臣中岂易得哉？自是常点东宫卫兵。豫宗薨，成宗矣。皇孙辅军北方，完则两从入北。至元28年，丧割伏诛，谥。祖资问廷臣，特拜中书右丞相。完则入相，革丧割必正，请自。中统初击岁不复之前粟，悉捐免之，民赖其惠。31年，谥。PG 201111。祖崩，完则受遗诏，合宗7大臣之意，启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诏谕中外，罢征安南之师，建议加上祖宗尊谥庙号，置养皇太后，视天下为人子之礼。元贞以来，朝廷恪守臣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
以班赐百姓，当时以贤相称之。大德4年，加太傅，陆军国重事。魏望义崇，陈宗以人之义义重，而能处之以安静，不急于功利，故立民守直乐业，世称贤相云。7年薨，年58，追封兴元王，世中县。阿鲁浑萨里。阿鲁浑萨里，魏兀人，祖阿台萨里，当太祖定西域还时，因从至燕，会魏兀国王义都护请于朝，尽归其民，诏许之，遂复西还。今佛事学，申起台萨里，习先业，通经、律、论、业，继承师民之曰万全。至元12年，入为侍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士，加资德大夫，统制使。年70卒。子3人，常曰魏吴而萨里，累官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行权府太卿。既曰导瓦赤萨里，阿鲁浑萨里，其中子也，以父自为权势，又聪慧，授业于国师巴哈斯巴，既通其学，且解诸国语。世祖闻其才，比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剂之说皆通习之。后世裕宗，入宿卫，身见器重。至元20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译者皆莫能通其说。帝问左右，谁可识者？侍臣托列对曰：阿鲁浑萨里可。即诏与论难，僧大屈服。帝曰：令宿卫内朝。会有江南人言宋宗，是反者，命遣使捕至阙下。使已发，阿鲁浑萨里去入见曰：言者必忘，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对曰：若果反，郡县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县，而言之阙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夷未复，一旦以小民服言者捕之，恐人人自为途中言者之计。帝务，立诏使者还，比谢系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服，果以常待前不从乌之。帝曰：非轻言，己误，但 PG 2012。恨用轻婉耳。自是命日事左右。21年，擢朝列大夫，左侍仪奉御。遂劝帝治天下必用。如数，宜招至山泽道义之士，以备任使。帝加纳之，遣使求贤。至极贤管以待之。秋9月，命领管事阿鲁浑萨里曰：陛下初至极贤以待事，宜则众望大臣领之，以兴观听。请以司徒。萨里满领其事，帝从之。人以阿鲁浑萨里为忠顺大夫，及贤管学士，兼太史院士，人兼左侍仪奉御。视之应召者，尽命管顾之。凡饮食公账、车服之甚，皆喜过望。其服称旨者，亦请加赖而遣之。有关于宣徽者，欲因拜其事，故圣臣所给领系于内。前既帝见之，帝果过而问焉，对曰：此一事之日给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见而损之乎？时备此以待天下事，有恐怖。
至，况欲损之，谁肯治者？阿鲁浑萨里又言于帝曰：国学，人才之本，立国子监，治博士弟子园，宜优其领系，使学者日甚，从之。22年夏6月，迁嘉义大夫。23年，晋级，贤大学士，中奉大夫。24年春，历尚书省，丧割用事，召阿鲁浑萨里与同事。是，故辞，不许，授资德大夫。尚书右丞，祭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丧割为政暴横，且尽其党羽。阿鲁浑萨里数切正之，久与乖剌，唯以廉政自持。丧割奏立真理司，理天下不欠，使者相望于道，所在陵宇皆满，道路侧目，无敢言者。惠帝正北。今阿鲁浑萨里请罢真理司，以塞天变。诏下之日，百姓相庆。未几，丧割败，以连坐，亦及其产。帝问：丧割为政如此，卿何故无一言？对曰：臣未尝不言，故言不用耳。陛下方信任丧割甚，彼所记独臣，臣数言不行。若抱柴救火，只益其报；不若弥缝其间，使无伤国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帝亦以为然，且曰：吾甚愧卿。丧割临行，立有以阿鲁浑萨里为问。丧割曰：我为不用其言，故至于败，彼何与焉？PG 2013。帝亦信其无罪，诏还所及财产，仍遣张九思赐以金帛，辞不受。28年秋，其罢政事，并免太史院使，诏以为集贤大学士。司天刘坚陈言，阿鲁浑萨里在太史院时，数言国家灾祥事，大不敬，请下立制。帝大怒，以为诽谤大臣，当抵罪。阿鲁浑萨里顿首谢曰：臣不佞，赖陛下天地含容之德，虽万死莫报。然欲治言者罪，臣恐自是无为陛下言事者。立真之，乃的是。帝曰：卿真长者。后虽罢政，或通系诏入论事，知无不言。30年，复领太史院士。明年，帝崩，陈宗在边，豫宗太后命为书去陈宗入镇大尉，又命律翰林、集贤、礼官备礼册命。明年春，加授司徒、集贤院使，领太史院士。初，豫宗即事，是祖预定皇太子，为之所立，以问阿鲁浑萨里，即以陈宗为封。且言陈宗仁孝恭俭，一立，于是大计乃决。陈宗及豫宗皇后皆莫知之也。数召阿鲁浑萨里不往，陈宗辅军北边，帝遣阿鲁浑萨里奉皇太子宝于陈宗，乃移至其邸。即即位，与阿鲁浑萨里曰：朕在前邸，谁不愿视朕者？唯卿虽诏不至，今乃知卿真的大臣体。自是诏对不明，赐作事诸侯王等。常与左右曰：若权平章者，真权才也，于今殆无其比。大德3年，复拜中书平章政事。11年，薨，年60有3。延佑4年，赠推中
佐理义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文鼎。子三人，长乐柱，次九哲，中翰林侍读学士，次买柱，早卒。乐柱自有传。阿台萨里赠保德功臣，迎亲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赵国公，是端院，起台萨里类赠纯臣守正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是通敏。乐柱字止所，一字坚山。自幼容止端严，性隐悟，有远识。方8岁，观画师合成画，陶母剪发图，乐柱指陶母手中金串。诘之曰：金串可易久，何用剪发为也？何大金，即易之。PG 2014。既常就学，日记千言。年18，从丞相达师蛮被宿卫，出入境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贤学士，皆正议大夫，即以见。贤举能为士。皇庆元年，升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日皆见。儒生，寻求明末。延佑3年，进资善大夫，龙喜院使。7年，授太史院使。因宗室其禁止整辖，故谓参政肃曰：全院使。真故嘉令子也。太定元年，改太常礼仪院使。4年，授礼部尚书，领会同管事，而授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天历元年，晋荣禄大夫，及贤大学士。至顺2年，除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时有诬告复明。复永宁王官堂前800余定者，中书遣使诸路征之。使至江西。乐注曰：是设诬枉，不可奉命。辽左仲为宰臣议，乐注曰：名为邦本，商本以敛院，亦非宰相府也。令使者以此意。复命。时验铁木而为丞相，闻其言，感悟，命刑部节制，的诬枉状，罪诬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加之，特赐毕伯及上尊。9. 贵阳州民张思敬等，校聚2000余众，州县不能治，广东宣魏思请发兵捕之。乐注曰：有司不能抚随边民，乃欲侥幸心。兵以为民害耶？不可。宰直接失色，县司亦以兴兵不便为。言乐注中持不可，遣千户王因往问状。因直抵贼巢，欲以获。夫贼曰：治我为非者，两巡检司耳，我等何敢有一心哉？欲其众，皆使父业，一方以宁。3年，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宣以军事至扬州，的即明年12月，端坐而卒，年53。乐注天资孝友，母弟久住早卒，丧之尽哀。由是经史，字天文，医药之书，无不究极。度量宏阔，有妻之者，田不为义。或问之，则曰：彼自妻也，我何与焉？母告示亦常称之曰：吾子古人也。子4人，长普达，同迁行宣政院士，赐安僧，为9柱后。
PG 2015。张佩奸臣，赐仁寿，中宪大夫，长秋四卿。PG 2016。列传第18。肃哥。肃哥，蒙古人，父呼鲁忽儿，国王木华黎麾下卒也。后艮。立塔海，铁戈军，以善持马，有口辩，慎重不懈，令配营服。常居军中，奏白击务，往返未尝失其。太宗以为才，赐名栋歌。居。诏栋歌居奏事，朝至朝入奏，系至系入奏。常出京。盘龙袍及宫女赐之。宪宗时，以急促。肃哥亦以壮勇居军中。遂甲寅，宪宗命从都元帅铁戈火鲁赤等入蜀。乙卯，万户留期。哥阿剌鲁阿力与宋兵战巴州，失利，陷敌中。肃哥驰入其军，夺刘七哥等已归。以公赐白金50两，马2匹，紫罗圈甲1柱。又从都元帅钮灵败宋将刘枕，破云顶山城。钮灵受诏会福州。至马湖江，肃哥以革为州，夜渡江，至大霍山行在所，陈道耿。失其，地位遣之。未几，复自福州入奏事，欲宋军于三曹山。肃哥众警100余，奋兵急战，败之，夺其器械旗鼓以归。己未，宋兵攻福州浮桥，部将火泥赤战线，肃哥破围出之。又以白氏、诸王木戈所，复败宋军于三曹山，还至石阳，与刘枕遇，复击，败之。世祖即位，赐白金、弓刀、安乐。中统2年，赐营服，命立钮灵君。至元2年，四川行省遣肃哥招收将民，得3000余人。3年，从行院铁赤战九鼎山。4年，行省野肃代儿属为本军总管，从征泸州，取泸川。5年，立德州，以肃哥为达鲁花赤。擢陕西五路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从野肃代儿入朝，赏赖家。后7年，从野肃代儿败宋军于马湖江。用平章政事赛典敕见。PG 2017。迁行尚书省员外郎。9年，建都蛮叛，召诸王奥鲁赤及野肃代而讨之。肃哥将1000人为先锋，破黎州火尾寨，攻连云关，克之。军至建都，战于东山，斩其酋部库。复与元帅巴尔突营和剌军。于布鲁斯河，所过城邑皆下。10年，讨碉楼诸蛮，袭破连环城。还败宋军于七盘山，辟新军万户。11年，赐虎符，征授管军万户，领成都高瓦哥等6邑籍。京兆新军，教习水战。野肃代儿进为嘉定，肃哥绿州师会平康。陈修筑怀远等寨，守其要害。12年，遣兵败宋将斩万寿于麻平。继而行枢密副使呼敦等军至，与野肃代儿会于洪崖，遣肃哥守龙坝。城中大震，宋将城都统，先于团练绿州师盾。肃哥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
遂与中使沈达罕训下流诸臣，子云：卢、叙皆将。进为重庆，宿歌以所部兵镇白水、马湖江口。13年，帝遣托戍教化的迟昭欲其守城使将，不听，乃奋兵围。武道、水陆并进攻之，众军不利，为宿歌获战舰300艘，俘其众130人。福州守将遣书纳降，宿歌率1000人往察其情伪。宿歌至福州，果降，遂入其城。重庆守城张万率众来袭，宿歌一日夜出兵反与18战，斩首300余级，万败走。未几，万复矣。击兵3000人来攻，又战败之。14年，行院辟为镇守万户，加定总管府达鲁花赤。时泸州复叛，宿歌从大军讨平之。重庆守为9，其守将赵安开门出将，至使张觉遁，宿歌追破之，虏100余人及其舟20余艘。以攻受成都水军万户，寻改重庆魁府。等陆宣府，招讨两司军民达鲁花赤。16年，除四川南道宣慰使，依前成都水军万户，镇重庆、魁、师、黔、中、万、云、福、鲁等州。19年，义西不削蛮叛，至顺元等陆军民宣慰司，以宿歌为宣慰使，经理诸蛮。24年，迁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播州宣府赛因不花等复却请留之，降8番金竹等100余寨。PG 2018的户34000，悉以其地为郡县，至顺元路、金竹府、贵州以统之。东连9西18洞，南至交趾，西至云南，咸受节制。19年，入朝，加都元帅，改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31年，迁书四川行枢密院事，召开吐蕃道。吐蕃叛，以兵为茂州，宿歌律师败之。元贞元年，行院罢，宿歌家居数岁卒。子受不斥，袭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囊家歹，囊家歹，乃蛮人。曾祖不兰伯，是齐国，为群臣之右。祖何哲儿，管帐前军，兼统国政，是至太师。太祖平乃蛮，驸马察来归。太宗命与察剌同总管蒙古、汉军，由是从世祖伐宋。破阿里不哥于师门突，从诸王哈必赤及阔逮平里坦，皆有功。赏赖甚厚，赐金符。后以子贵赠太傅，追封梁国公，谥桓武。囊家歹又从麻察袭战阵，有谋略，配金符，为都元帅府经历。从阿术为襄阳将，以攻受汉军1000户。从丞相伯颜攻富州，与宋人战，败宋兵于风波湖。渡江后，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分战舰50，囊家歹与张弘范等焚其蒙冲3000艘，两臣大恐，皆出将。伯颜军赐安庆。贾似道都师江上，遣宋京来，请和。军至池州，遣囊家歹携宋京报四道。
4道复遣阮思聪协。囊家逮至军中，人请议和。时属与方长，士卒律士卒不习水土。遣使令缓师。伯言阿术与诸将议，陈氏进前，遂进军至丁家。周4道失溃，大军赐建康。帝闻囊家逮亲与甲4道与诏复，却据陈其说，遣还谕旨于伯言，以北边未尽，勿侵入敌境。而大军已入平江矣。宋使柳岳、夏士林、吕师孟、刘杰等种至，皆命囊家逮同往报之。师逼临安，复遣囊家逮入取将表，欲喜。征宋将相文武百官出迎王师。宋主乃遣贾余庆等同囊家逮以将表，欲喜至高亭山。伯言遣囊家逮持县士卒，还传密旨，迁宋君臣北上，赐金符，授怀远大将军，安抚司达鲁花赤，与阿剌 PG 2019。罕、董文炳等取台、温、福州，寻领蒙古军副都万户，江东道。宣慰使配金虎符如故。着江东道按察使，复为本道宣慰使，领万户如故。赵为都元帅，管领通事军马，东征日本，未至而还。赵以原管出义军与被罗弥而建管军合为一义，冲万户，守建康。改赐3株虎符，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讨金尺，免国的籍，赵海京师。授南京等路宣慰使，改河南道宣慰使，特旨命袭复职为蒙古军都万户。武宗在前抵，囊家逮常从北征，与海都战于铁坚谷。明日又战，海都为之山上，囊家逮力战绝围而出，与大军会。武宗还师，囊家逮殿，海都遮道不得过，囊家逮选勇敢1000人直前冲之，海都披靡，国兵乃由叙戈尔温，称海与晋王军合，是义也。囊家逮战为多，以疾而归。陈宗崩，昭献元圣太后与仁宗在怀。周太后诏囊家逮，不连及逮，托缨不花、八思台等谕之曰：今公车宴驾，皇后欲立安西王阿难达，尔等当无忘世祖。欲宗在天之灵，尽力奉二皇子。囊家逮顿首曰：臣等虽岁生，不能仰报两朝之恩，愿效死力。既至京师，仁宗遣囊家逮与八思台一诸王突剌议事宜，时内外汹汹，犹豫莫敢言。囊家逮独赞突剌，定计先发。归白仁宗，亦犹迟疑，故问可否，对曰：是贵速成，后将受制于人矣。太后与仁宗议乃决。内南济平，仁宗监国，命同知枢密院事。武宗即位，征拜同知枢密事，皆资德大夫，赐以七宝数带、鞍辔、衣甲、弓矢、黄金50两，以经其定策之功。寻授其县万户府达鲁花赤，仁同知枢密院事。仁宗常与近臣曰：今春之事，吾与太后宜不能主，赖囊家逮一语而定。吾闻周文王有姜太公，囊家逮一语加姜太公也。
其见称许如此。寻以老病起骸骨，不允。仁宗即位，以其家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配金虎符，终其身。封郡都望。PG 2020。子教化，山东、河北、蒙古均复都万户，直隶河台、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孙托坚，山东、河北军大都督，世袭有位。芒兀台。芒兀台，蒙古鞑靼儿氏。祖塔司火而赤，从太宗定中原有功，为东平路达鲁花赤，位在岩石上。芒兀台氏世祖为亳州陆奥鲁总管。至元7年，又为监战万户，配金虎符。8年，改邓州新军蒙古万户，治水军于万山南岸。9月，以兵攻樊、拔古城，祭拜宋军于安阳滩，转战80里，擒其将郑高。10月，大军攻樊，分军为5道，芒兀台当其一。率5义军以进汾南。按州，戍云梯于北岸，登桂子城，夺西南角入城，命部将聚仓。肃，功在珠江右，赏金100两。襄阳将同宋安抚吕文焕入境，赐银50两及灵根甲等物。11年，从丞相伯颜、平章阿术南征，命与万户使革律徽。下会盐山岭，欲宋兵，芒兀台突阵杀一人，诸军既进，与战，败之。自颍州黄家园荡州入湖，至沙阳堡，立炮座时有2数。云梯先登，焚其楼橹，拔羊角坝，破沙阳堡，擒宋将4人。直抵新城，鏖战自城至都，大败之。宋复州守将狄贵以城将。江由汉口入江，至蔡甸，闻宋兵屯汉口，乃绿州师经斗龙口至沙，不入江。遇宋兵300余艘分道来拒，进击走之。赐5击保。宋江下贵坚守不下。10月乙卯，平章阿术率万户燕撤而使革。贾文备同芒兀台4军雪夜宿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矶北岸，万户使革先渡，宋江乘鹏飞拒敌，革被3创，丧卒200人。诸将计进，大战中流，鹏飞被7创，败走。周伯中州，宋兵阻水不得。晋伯颜复遣万户张荣实等绿州来援，下桂律麾下数千将奔。大军乘之，大败，走黄州，遂把5击保，斩首将望达。阿术计渡南岸，翌日丞相伯颜誓师，则大江南北皆北军旗帜，宋至治。使诸事议孙顿还江陵。语在阿术传。即位，伯颜赐鄂州。PG 2021。遣芒兀台御宋守臣张彦然以丞将，陈鹏飞以本军将，知汉阳军。王仪知得安抚来兴国际将，乃留军镇鄂、汉、绿珠江水陆东。夏12年正月，芒兀台御齐、黄、安庆、池州诸郡，皆下之。赐丁加州，宋甲4道，孙虎城来拒，芒兀台击之，夺虎城所城。据州，与宋降将范文虎以兵500御将河州及无为，
镇朝2军。9月，攻常州，拔其牧城。宋降将赵前叛于溧阳，伯延命芒兀台击之，战于丰登庄，斩首500余级，擒其将3人，复招降胡。州守将2人。12月，行省地齐公，陈至受行两浙大都督府事。14年，改闽广大都督，行都元帅府事。时宋2王陶遁入海，芒兀台奉旨律诸军，与江西右丞塔出会兵收之，赐漳州。御将宋守将贺钦。15年，师还福州，拜参知政事，诏与缩都等行省于福，镇抚滨海8郡。10月，诏复阙，升左丞。16年7月，沙县盗起，诏芒兀台复行省事，讨平之。初，芒兀台北还，左丞缩都行省福建。1日，帝命诏缩都，李廷言，若诏缩都，则行省无人，宜令健康阿喇罕往。帝曰：何必阿喇罕？其命芒兀台即往，后缩都还，则令移潭州可也。未几，中书言缩都在福建，麾下扰民，至南涧等路往沙场立叛。及芒兀台至，招来72寨，建宁、漳听稍获安吉，若移之他处，而缩都复往，恐众劳民。有旨，芒兀台人郑敏。18年，转右丞。时宣慰使王纲中以土人饶资，颇善作威服，芒兀台虑其有变，奏移之他道。21年，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初，宋降将五虎城义长。驻张弘范秦闻天降，驻皖者都讨陈大举，又资阿塔海征日本战，舰3000艘。福建省丞言其有反侧意，请除之。帝使芒兀台察之，致使芒兀台协议入朝，保其无事，且其宠以官爵，丞相伯延义以为言，乃授一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从林雄等10人，并上百户。PG 2022。22年，托忽司乐时传旨中书省，令西代江浙省丞。中书复奏，帝曰：朕安得此言？传者妄也。如芒兀台之通晓，正事亦可待耶？俄以言者诏复阙，封其家资，遣使按验无状。未几，拜迎亲荣禄大夫，行省左丞相，还镇江浙。时浙西大饥，乃持河伯进，发府库官货，低其职，冒粟以赈之。浙东盗起，捐田租，以书名利。23年，奏以犯御私盐者皆海岛民，今征日本，可募为水工。从之，赐超5000贯。议计罢，请以战舰赴海曹。又言沈志在杭州，其两淮、江东才。赴军时，既南输至杭，复自杭北输京城，往返劳顿不便，请移沈志于扬州。复言淮东境的，移至屯田，遂入粮以给军。所余饷京师，帝悉从其言。25年，诏江淮管内，并听芒兀台节制。26年，
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另有司遣还芒兀台，言其不可，遂止。闽越道起，诏于布鲁迷失海牙等合兵讨之。御史大夫欲速铁木而奏以选江，帝曰：芒兀台以往，无虑也。未几，西平之。吕以病，上书其骸骨，乃诏骸。27年，以江西平章奥鲁赤不称职，特命为丞相，兼枢密院事，出镇江西。仅约束，除强暴，尊卑殊服，军民安业，威得病者，在官。40日卒。芒兀台之在江浙，专必自用，又抑制戍兵，平章不连及台。言其变更薄言，阿术惩罚，帝每戒斥之。既死，台成河郎中章司隶罪状，而芒兀台破死刘宣及其屯田吴陈氏，始闻于帝云：子三人，铁木而不花，被兰溪，袭万户，亦剌出，中书参知政事。奥鲁赤，奥鲁赤，札剌台人。曾祖豁火察，萧果善骑射，太祖出征，每提精兵为前驱。祖硕鲁罕，有胆力，常被谗不许入见。1日 ，PG 2023。四驾出，趋前曰：臣无罪。若果有罪，速杀臣，臣将从先帝。于地下，不然赦臣，愿得自效。帝效而复用之。辛未，与今人战于野孤岭，中流矢，战月历，克之。既骸，拔矢，血出昏。选。帝亲俯视，复以药，竟不起。帝悲悼曰：硕鲁罕正之一，必今亡矣。赐其家马400匹，锦旗万段。复推木台，从太宗征行礼部，服部长以献。复从征西夏有功，特命行省事，领兀鲁、芒兀、义切烈、洪吉剌、札剌而5部军，平河南，以攻。赐户2000。常驻兵太原、平阳、河南，土人得之，皆为力辞。奥鲁赤性朴鲁，智勇过人。早世宪宗，待遇器械，特见卿。任兀武，护驾征蜀，攻钓鱼山。至元5年，攻襄阳，受金符。蒙古军万户。明年，赐虎符，袭副职，领蒙古军4万户。11年春，赵丞相伯颜大举伐宋，以所不从，渡江为扼。宋兵固守。奥鲁赤白丞相，可遣使御将，乃遣许千户同所获宋江持金符抵。其城东南门，悬金符以招之。其夜，守门将崔立起门出，遂引。力见丞相，复遣入城，欲守城张晏然。明日，晏然以丞将。迁奥鲁赤昭义大将军，诸郡望风而靡。奋兵出毒松关，宋兵坚守。奥鲁赤令将校役数骑至于山上，虑旌旗突之，守兵惊溃，弃关。走，追逐100余里，斩国不可胜计。13年，宋主将分讨魏下州郡，诏加镇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魏己，以参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兼领蒙古军。10州郡出附，数以重兵，民惊惧，
往往逃匿山泽间。奥鲁敕旨轻暴，序单弱，号令严明，明悉父业。会诏所在阔陶服，有司居男女1000余人。时军士以骸部，所阔者魔所归，众议悉矣。历官。奥鲁敕曰：司民不幸备兵，幸而骨肉顽具，复击之。是从备兵也，不若击之为名。众从之。俄真义阙，赐赖优渥。及骸，帝曰：武昌今代江湖，实要害地。朕常用诗于彼，故遣亲往至，为朕耳目。升骠骑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宣慰。PG 2024。始。18年，诏移行省于鄂，宣慰司于坛。时湖南巨贼周龙、张虎拒党行劫，随移招捕，枭2贼首，于西纵遣。复诏入见，拜行省右丞，改金湖等处行枢密院副使。23年春，拜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夏4月，复召上都，命左镇南王征交。旨，帝谓谕之曰：袭穆华黎等戮力王室，荣名迄今不朽，卿能免之，其不并美于前人乎？人命其子托还不花袭万户。至交旨，启王分军为3，因险质变，蛮不能支，窜逆海岛。于口恶师归路，奥鲁敕转战已出，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26年，以疾求退，不允。俄授同知湖广等处行枢密院事。陈宗即位，晋光禄大夫，上柱国、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春3月卒，年66。赠金子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追封正国公，侍中宣。子拜柱，名威将军，蒙古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托还不花。骠骑卫上将军，行中书省左丞，蒙古军都万户。宛者都，宛者都，清察人。复哈喇火者，从宪宗征讨有功。宛者都，广嗓风汉，然常过负，为人骁勇，而乐善好施，听读史书文。忠良则喜，遇奸愚则怒。遂秉承，以财物从军。己未，从公2州，先登，赏银50两。中统3年，从诸王合璧敕讨李坦于冀南，反2战，皆有功。至元元年，合璧敕因枢密丞以其武勇闻，帝特赏赐之。4年10月，从万户木花里掠的荆南，还至襄阳西安阳滩，欲送军，败之。继而从丞相阿术为襄樊，水陆大战者4，皆有功。常踢樊城，焚楼橹，勇敢出诸军右，幕府上其功。11年，授武略将军，为彰德南京新军千户。9月，从丞相伯延南征。11月，攻沙阳、新城。始授金符，领丞相帐前合璧敕军。12月，统州师游沙湖口渡江。12年春，与宋江孙虎。PG 2025。陈战于丁家州，大捷，进武义将军。攻泰州，
占扬子桥，占焦山，破常州。13年春，入临安、下扬州，皆有功。江南平，入见，帝故谓侍臣曰：“真壮士也。”因赐名拔兜儿，授姓武将军、管军总管，高邮军打虏花赤，配虎符。继而军升为陆。遂晋怀远大将军，高邮路总管府打虏花赤。16年，授昭勇大将军，迁管军万户。漳州城调演剧党数万，节略厅。张朱禄7年未平。17年8月，枢密副使贝罗，请命顽者都往讨，从之。加镇国上将军、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率兵5000以往。赐林根甲，面未遣之，且曰：“贼狗就擒，听汝施行。”时黄华聚党3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顽者都先引兵鼓行压其境，军声大振，贼惊惧纳款。顽者都许以为复原。帅凡征蛮之事，亦以问之，且虑其奸诈莫测，因大猎以要武。是有一雕降空，顽者都仰射之，应弦而落，遂大猎，所获山鸡。华大悦服，乃闻于朝，请与之俱讨贼，朝廷从之，至受华征蛮。副元帅与顽者都同属。华遂为前驱，至贼所，破其五寨。19年3月，追臣调演至千壁岭，擒之，斩首漳州市，余党西平。军还至扬州，奉旨赏赐有差。至高邮，并7月，入晋，帝加之，赐超级营、金旗、安乐、公使，复授管军万户，高邮路总管府打虏花赤。有虎为害，顽者都携公使出郊，射杀之。22年8月，以急诏入朝。帝屡遣中使存问，人命良医。视之，即平，帝大喜，赐医者超万贯，拜顽者都骠骑上将军。江浙行省左丞，兼管军万户。初，浙西司盐，力莫能进，顽者都攻义松江上海，收盐徒5000，立军籍。9月，授中书左丞，行浙西道宣慰使。25年，遥授尚书省左丞。26年，升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兼广东宣慰使。即副作。赵还。陈宗即位，入见，赐玉带，授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正是大德2年11月卒，年59。赠孝忠宣立定远功臣。PG 2026。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柱国，追封邻国公，谥武宣。子14人，皆是，而铁木突古司，别礼妾都有显。孙24人，逝者亦多云。伯铁木儿。伯铁木儿，清察人也。至元中，充哈喇赤，入备宿卫，以中景，授武节将军，迁左卫清军都指挥使司事。24年，征叛王乃言，立御史大夫御宿铁木儿麾下，拜乃言兵于呼尔阿拉河，追至海拉尔河，又拜之。乃言党经家奴，别不鼓律众走山。
前从大夫追战于札剌马突河，杀其将2人，追至孟哥山，并擒金家奴。25年，超授显武将军。东哈丹王叛，从诸王，乃马逮讨之，至沃麻站、兀拉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突巴拉哈赤军，转战至铁麦哈毕而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呼兰叶儿，又与阿突1日3战，首杀5人，擒皮将1人，至铁里街，突击哈丹，挺身陷阵，身中30余箭而骸。大夫轻视其创，而罪溃军之不救者。车驾亲征，驻避兀鲁灰河。伯铁木儿以兵从大夫至桂烈而合。哈丹据王师，伯铁木儿首战，却之，获其党驸马阿剌浑，帝悦，以所获贼将误呼而妻刺之。至霸郎儿，与呼都突而干战，杀其皮将5人，生擒驱而先。9月，大夫令律师往那兀河东等处，召集逆党起达征1000户，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500余户。26年春正月，师还复遣戍野征大王之境。5月，海都谋扰边，有指令伯铁木儿以其军先来，行至切旅联合，直败要叛，伯铁木儿即移兵制讨，擒其党伯颜以献。帝升嘉奖谕，赐以所得伯颜女茶轮。是年冬，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清察、乃蛮、捏古斯、纳义勤等4000余户。升怀远大将军，上万户，配3诸虎符。27年，哈丹复入高丽，伯铁木儿奉命挟撤李铁木儿进讨。28年正月，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伯铁 PG 2027。木儿以闻，帝命乃马逮、薛彻干等征之，人命伯铁木儿为先锋。薛彻干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于数日，乃马逮以兵至河，攻哈丹，又败之。伯铁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奴，追奔诸北。哈丹上有8骑，伯铁木儿止于3骑，再战2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铁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乃马逮加其勇，赏一老的妻完者，上其功于朝，赐金带、衣服、鞍马、弓矢、银器等物，并后赖其军。29年，文叛。王捏切烈尚在豪来仓，伯铁木儿率兵击，虏其妻子处产，追至成河，捏切烈以20余骑脱身走，遂定其地的所管女直户500余以闻，帝命以充于户。伯铁木儿渡的至马战7所，令遂捕于迟邑以尽。成宗即位，比人其官，车驾幸上京，征其兵迁。人从，遂以为长云。怀都，沃鲁那台氏，祖父阿术鲁，与太祖同饮黑河水，屡从征讨，赐银印，总大军伐辽东女直诸部，复率师讨西夏，大战于河剌河察儿，擒下主，
太祖命进赐以下主遗物，冀总军南伐，攻拔信安、夏肃、泗等州。诸王塔察尔以阿术鲁年老，比其子不花袭职。中统2年，不花卒，子幼，兄子怀都继领其职。中统3年春，李坦叛，赵怀都从亲王哈必赤讨之，为坦骑。南夏4月，坦夜出兵，四面冲突求出。怀都执前奋击，斩100余级，俘200余人，夺兵帐数百。坦退走入城，怀都昼夜勒兵，欲战。秋7月，破济南，诛坦。哈必赤帝其功，居罪，诏赐金。虎符，领蒙古汉军，攻海州，略淮南泸州。至元3年，冲邳州兼占万户。4年，领山东路统军司，从主帅南征，至襄阳。西渡汉江，宋遣水军绝归路，怀都选士卒浮水杀宋军，夺战舰20余艘，斩首1000余级。6年，军赐淮南天长，至五河口，与宋兵战，败之。7年，赵守鹿门山、白河口，夷自成。9年春，PG 2028，怀都请攻樊之古城堡，堡高7层，怀都夜勒士卒，轻冒矢石，攻夺之，斩宋江韩波发、秦蔡路前。襄阳骑将率师屯蔡、袭，出巡淮安，还城镇阳，略得安丰，获生口无算。11年夏，宋江下桂来攻镇阳，怀都领部卒保淮西岸，至恒河口，逆战退之。9月，略得安庆。12年，北渡，至乍江。保执宋军3000余，怀都与战，败之。复南渡江，驻兵镇江。谍报宋平将军出常州，怀都领兵1000人，至无锡，与宋兵遇，大战，歼其众。秋7月，行省袭怀都领军护交山江岸，人往扬州。湾头立木城，以兵守之。9月，全枢密院事，副守镇江。宋殿率张燕、安抚刘师勇攻吕城，怀都与万户呼啦出，铁木而追战。至常州，夺州100余艘，秦张殿帅，范总管。冬10月，从右丞阿塔海攻常州。宋诸都统自苏州复原，怀都提兵至横陵殿，与之遇，奋击，大破之。11月，取苏州，训秀州，人抚至临安矣。东兴复军民。13年秋，同元帅撒里蛮、铁木儿、张弘范训温州、福建，所至州郡营将。14年，授郑国上将军，浙东宣慰使。讨台、庆叛者，战于黄奢岭，又战于温州白塔屯寨，转战至于漳、泉、兴化，平之。16年，诏至阙下，赐玉带、公使。授行省参知政事，至处州，以急促。子巴呼台儿，官至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平者。东建宁盗贼，数有功。不花子呼都达而继长，分袭蒙古军迁。户从平宋有功，受浙西招讨使，改邳州万户，后加荣禄大夫。
平章政事，卒。羿黑弥师。羿黑弥师为无儿人也。至元2年，入备宿卫。9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巴罗备国。11年，携齐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加之，赐金虎符。12年，再使齐国与齐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14年，授兵部侍郎。18年，拜金湖战臣等处刑。PG 2029。中书参知政事，昭谕战臣。21年，诏骸。复命使海外僧家剌国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安配。21年，自海。上海以参知政事管领镇南王服饰，复赐玉带。与平章阿里海。牙右丞缩都征战臣，战失利，缩都死焉。羿黑弥师言于镇南。王请屯兵大浪湖，观信而后动。王以闻，诏从之，尽全军而归。24年，使马巴而国，取佛钵舍利，服海祖封，行1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供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才并献之。常侍帝于御室，问曰：汝于海者凡几？对曰：臣4于海矣。帝悯其劳，又赐玉带，改资德大夫。尧授江淮行尚书省左丞，行权府太卿。29年，诏入朝，尽献其所有争议之物。十方一针爪哇。历福建行省，羿黑弥师与史弼、高信并为平章。赵军士复弼。海盗士复羿黑弥师，人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来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利也。君赐战臣，先遣好臣刘渊欲将南乌里、肃穆都、剌、布鲁布都、巴剌剌诸小国。30年，攻格郎国，将其主和，止格当。又遣郑归招玉木来游诸小国，皆遣其子弟来将。爪哇。主叙土罕毕蛇耶继将，归国复叛，事并见，必传。诸将一般。师羿黑弥师欲如帝旨，先遣使入奏，必与心不从，遂引兵还。以所服及诸小国将人入见。帝罪其与必纵土罕毕蛇耶，没加资3之1。寻复还之。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统管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履使绝狱，诏封吴国公，卒。拜将。拜将，北庭人。复呼都、武永过人，由宿卫为南肃州镇江，分守其县。后从世祖南征，年己70，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数十疮，战功居多。喜居大名路清丰县，卒。赠广平路总管，封于阳郡侯。呼都卒时，拜将身府数月，母徐氏居御教会。PG 2030。甚至每曰：吾为一子，以同况矣，不可使不知学。故县辟左无良师友，遂遣从师大明城中。
郡守每旦望入学，见拜将容止讲解，大义群儿，甚爱讲之。彼若冠，美滋然，以表甚。谓丞相阿术南攻襄阳，江陵诸郡，以偏必立麾下，军行治安。杨贪与宋君遇，宋其直前突阵，阵为阙。败将跃马出阵前，引弓连毙数人，宋其烧阙。复虑众战良久，宋师大溃。至元5年，为襄樊，战有功。11年，从阿术渡江，水陆御敌，尝鲜。登县镇，勇冠义军。宋平以功受江浙省理问官。时事方草创。省臣有所见白，即是有不可便宜自觉须奏闻者，以拜将善夫奏。数令迟议往资于朝。即引荐，世祖尧食之，喜曰：黑然使臣。复来耶？其见气使如此。27年，迁江西行尚书省都政府。是尧辽扰边，败将。从丞相芒务台讨定之。29年，迁庆元录至中。遂大击，状。累上行省，不报。败将曰：民饥如是而不正之，岂为民父母？亦耶？即公议行省力请，得发粟4万石，民赖全活。元贞间，两浙盐运司同知范某因贼为奸，州县吏以录咸。听曲议，由是数轻暴细民。民有珍获于田，必夺为己有，不与。则彭节无赖，望宋以罗之之，无不当破家业者。凶燕硕人，咸侧目。李人欲杀之，不果，故被诬诉歹戏者亡率数十人，俱死狱中。兰西州民业夷王14有美田宅，犯欲夺之，不可。因诬以事，系狱10年不决。是闻于省，省下理问所推居之，是败将至官，冤遂得职。治犯于刑，而欺人者先予死矣，为业夷。王14的事，实论多焉。大德元年，迁浙东联访副使，令行禁止，豪强设伏。同营有贪贿者，败将抗张合之于台，遂免其官。后转工部侍郎，赐谥彦服一袭，升工部尚书，有能生。至大2年，仁宗奉皇太后避暑五台，败将供给道路，无有。PG 2031。却疑恩赖由我。彼至都，改资国院使。母徐氏卒，遂奔丧于杭。19进方言，帝特命以90缨，官给传至墓所，以备奠礼。初，徐氏盛年守节，教子甚严，彼败将贵，事上于朝，特经其门。及老，见败将历官有生育，喜曰：有子如是，无死可名。穆矣。败将居丧尽礼，未及起复，延幼2年，卒于家。赠资。正大夫，江浙左丞，是真会。PG 2032。列传第19。杭乎司。杭乎司，阿速氏，主阿速国。太宗兵至其境，杭乎司虑众。来将，赐名拔都儿，悉以金服，命领其土民。寻奉旨选阿速军。千人，
及其长子阿塔赤护驾亲征。季亥，阿塔赤入直宿卫。行呼斯亥国，到遇敌人，战没，斥其妻外麻司领兵守其国。外麻司公患甲胄，平叛乱，后以次子按法普代之。阿塔赤从宪宗征西川军于钓鱼山，与宋兵战有功，帝亲引。乙酉，赏以白金。阿里不割叛，从野里可征之。至宁夏，与阿兰达儿浑都海战，率先赴敌，始终其父，不惧。世祖闻而加之，赏以白金，召入宿卫。中统2年，护驾亲征阿里不割，追至师木里突之地，以功复赏白金。3年，从征李坦，平之。至元5年，奉旨痛不达台领兵南征，攻破金刚台。6年，从攻安庆府，战有功。7年，从下五河口。11年，从下沿江诸郡。数镇朝，民不堪命，宋降江洪福以继承罪而杀之。世祖悯其死，赐其家白金500两，钞3500贯，并镇朝将民1530。9户，且命其子伯达儿袭千户，配金服。时失列即叛，召伯达儿领阿速军1000往征之，与瓮及剌止。而瓦台军战于鸭里，复与耀木忽儿军战于突剌及沃鲁欢之地。15年春，至伯牙之地，与赤联军合战。5月，驻兵喝剌牙，与外剌台、宽赤哥斯等军合战。其大将塔斯不花树木为栅，击时围城，以拒大军。伯达儿都勇士先登，拔之，伯达儿始终右。故别及里弥师以其功文，赏白金。20年，授胡服，定远大。PG 2033。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兼领阿速军，充阿速拔都达鲁花赤。22年，征别师巴里，军于义里浑察罕儿之地，与突呵、不早麻军战，有功。26年，征航海，敌势甚盛，大军乏食。其母乃要征书己躺及畜牧等给军食。世祖闻而加之，赐予甚厚。大德4年，伯达儿卒。长子沃罗斯由宿卫士至龙镇卫都指挥使。次子福定袭职，关怀远大将军，寻改右阿速卫达鲁花赤，监管后卫军。至大4年，兄都丹充右阿速卫都指挥使，福定复职后卫，升枢密。同谦命领军1000守千明镇，巡狩定远大将军，迁枢密院事。后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右卫阿速达鲁花赤。2年，进资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间，进知枢密院事。布鲁和达，蒙古红吉剌氏。祖按主奴，太宗时率蒙古军迁。人从诸王察合台征河西，至山丹。攻下定、会、接、文诸州。以功为元帅，配金服，驻军汉阳里店，戍守西河、接、文南界及西番边境。换金胡服，征除元帅。副车里袭职，从都元帅。
纽邻攻成都，宋江、刘轸以重兵守云顶山，车里击败之，尽为其城。轸遣毕孝出战，败走，追至简州斩之，杀300余人，遂拔其城。攻重庆，车里将兵1000人为先锋，渡马湖江，败宋兵于马老山，俘获100余人。戊午，诸军还屯辉山，宋兵夜来劫营，车里击败之，斩首300级。世祖即位，赐金符，为奥鲁元帅，又改征行元帅。至元2年，车里以老疾不任事，诸王阿止即命部鲁和达带领其军。至元8年，至授管军千户，配金符。宋江斩万寿攻成都，迁省盐中范遣部鲁和达将兵700人遇之于沙坎。刘使中右甲，把使战岳力，大败其军。PG 2034。11年，行院汪田歌以兵为嘉定，部鲁和达即率其众攻9顶山，破之，嘉定降。进攻重庆，宋军突围出走铜锣峡、行院。忽敦遣部鲁和达追之，至广阳坝，斩首200级。泸州畔，还军讨之，部鲁和达以所部兵攻堡子寨，遂余不下，乃造云梯先登，急，遂破之，杀虏殆尽。16年，取重庆，以攻迁武略将军，征行元帅。21年，命统蒙古探马赤军干人从征金池蛮、呼之都。元帅蒙古逮征罗毕店，部鲁和达律由兵先行，江水暴溢，律众求水而渡，去程300步而营。居7日，诸军会城下，乃进攻之。部鲁和达先登，拔其城，遂屠之。又从征800袭复国，至车厘。车厘者，其酋长所居也。诸王阔命部鲁和达将由其300往招之将，不听，进兵攻之，都镇抚侯震死焉。部鲁和达毁其北门户，遂入其寨，其地西平。赐金虎符，授怀远大将军。云南万户府达鲁花赤卒。子莽古布花，袭管军千户。初，按主奴3子，长车里，赐黑子，赐铁木儿。黑子别赐金符，为奥鲁元帅，兼文州吐蕃达鲁花赤卒。其余纳怀有以铁木儿设其官。纳怀长，解职受之，遂改授铁木儿随路拔都万户，后移镇重庆。卒。玉瓦师，阿速人，父也列拔都儿，从其国主来归，太宗命充宿卫。岁数5，从宪宗征蜀，为游兵，前行至重庆，战数有功。常出猎退虎于隘，下马搏虎，虎张稳欲视之，以手探虎口，绝其舌，把所佩刀剌而杀之。帝壮其勇，赏黄金50两。别立阿速一军，使领其众。从世祖征阿里不哥，又从亲王哈毕。PG 2035。师征李坦，具有功，赐金符，授本军干户。从下襄阳，又从下沿江诸城，宋弘安抚骑将复叛，诱其入陈燕，陈罪杀之。
长子也速逮而带领其军从攻扬州，中流矢卒。豫瓦师袭父职，为阿速军干户。从丞相伯颜平宋，赐朝县2052户。止尔瓦逮叛，律所部兵击之，至怀鲁哈都，秦。其将师剌察儿，斩于军，其众西平。诸王和林及师剌等叛，从。皇子北安王讨之，至沃尔罕河、吴州，跃马射流而渡，俘获甚众。使北安王方战失利，陷敌阵中，豫瓦师从诸王要慕乎而追，至金山，王乃得脱归，赏白金50两，钞2干500贯，改赐金。虎符，晋定远大将军，前卫清军都指挥使。诸王乃研判，世祖亲征，豫瓦师为前锋，乃言遣哈丹领兵，10000人来拒，即败之。破至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乃言兵号10万，豫瓦师陷阵力战，又败之，破至失列门陵，遂倒，乃言帝加其功，赐金带，子孙前必甚厚，乃言于党塔不逮，迁家奴。据兵灭捏该，从大军讨平之。继而哈丹复叛于曲连江，追击其军，渡河而遁。又与海都将巴连、铁里哥逮、毕里察等战于邑。避而失避而之地，战屡捷。成宗时在前抵，帝以海都连年犯边，命出镇金山，豫瓦师律所部在行。从皇子阔出，丞相朵儿朵怀及海都军，突阵而入，大破之。复从诸王要慕乎而，丞相朵儿朵怀及海都将巴连败。海都复以突苦马领精兵3万人直驱撒拉斯河，豫据险以袭我师。豫瓦师律善射者300人守其隘，助使以射，尽全军而归。帝加之，赐钞15000名，金之断30匹。海都、朵瓦以兵来袭，即走之。武宗镇北边，海都复入寇，至兀而突。豫瓦师败之，获其驼马器仗以献。时扎鲁花赤被罗铁木儿所将兵为海都困于小谷，帝命豫瓦师援出之。帝喜，谓诸将曰：“今日大丈夫之。” PG 2036。是，舍豫瓦师其谁能之？纵以黄金包其身，犹未足以验政治。武宗南还，命豫瓦师后从，敌拒莫敢进，因留之城边。赐以金察剌2，玉数带，浑金缎各1，人赐黍米70石，始为9邑。犒其军。后海都子察巴尔等遣人议却请和，朝廷许之，遂撤边。被豫瓦师乃还。帝录其功，赐钞5万贯，进正国上将军，人就职。大德10年5月，骤请于未舍，不及而卒。子义起礼逮袭。义起礼逮卒，子拜助袭。麦礼，彻务台氏。祖血礼兼纳言，从太祖与王罕战，同饮。班征河水，以攻受干户，领撤礼台部，征讨诸国，卒于河西。复麦及袭职，从太宗定中原，以及卒。麦礼袭职，从定宗略定。
清查阿速、沃鲁斯诸国。从宪宗伐宋，有功。世祖即位，诸王或呼叛，略河西诸城。麦里以为帝初即位，而王为首乱，此不可长。与其弟桑忽达而虑所不及之。一越巴战，夺其所掠扎剌邑而脱连诸不明以骸，以而桑忽达，而为或乎所杀。帝闻而怜之，遣使者以银超养马迎至麦里，赐号曰达剌罕，寻卒。子突呼鲁。探马赤，突利布代人。从诸五枚赤真属。后以兵从塔海干。补火卢赤，钮灵诸大帅。岁数5，钮灵攻福州，还至马湖。PG 2037。江宋兵连见绝江不得进，探马赤率精兵2干击之，夺其州矣。既又于横江、嘉定、宣化3县造浮桥，以达成都。钮灵以为能，命江干人从万户袭力达略的刁门、黎、雅、吐蕃。袭力达死，行愿铁赤以探马赤为万户，领其军。中统4年，受蒙古汉军万户。至元9年，从行省也速代而征建都，独以锐卒1500人。与建都兵战于梅子岭，大败之。叶持与速割会，直捣其营，斩首数10级，生擒100余人，获其辎重以归。复义兵3000人，与左及驱立即司陈胜进击，建都士卒，请降。又从行院汪田歌、呼敦等攻嘉定、重庆、卢、叙诸州，以攻坚遂庆府达鲁花赤。19年卒。子拜延，袭蒙古军万户，戍甘州。拔都儿，阿速氏。世居上都宜兴。宪宗在前邸，与兄勿坐，而不罕及马塔儿沙率众来归。马塔儿沙从宪宗征麦各司臣，为前锋将，升中2使，奋战拔其城。又从征蜀，至钓鱼山，没于军。拔都儿从征李坦，为极南，升20余战，世祖加其能，赏纳师司段九，命领阿速军1000，长居左右。寻于阿塔赤内充切。薛百户后从塔布台南征，与敌军战于金刚台，又以功受赏。师还言于帝曰：臣愿从军，为国效死。世祖留之，人命。充备可孙，兼领阿速军，御马必令安隐。至元23年，授广威将军，后为清军副都指挥使，赐虎符。明年夏，从征乃言于义弥河，秦迁家奴，塔布台已归。赏 PG 2038。超级一段，嘉定远大将军。大德元年卒。子别及连袭。至大4年，河东、陕西、巩昌、延安、燕南、河北、辽阳、河南、山东诸邑为探马赤征草地宋者200余。起，命往纠之，悉正其罪，击关怀远大将军。至和元年，从丞相燕铁木而擒到剌沙党乌博都剌等，领诸为军守居庸关及诸要害地。天历元年10月，王禅兵掩至羊头山，
攻破隘口，势甚张。别姬连从及相拥众愤击之，突入其军，王禅败走。文宗赐御衣、2袭、3诸虎符及弓矢、甲胄、金帛等物，以经其功。寻矣。及此，子野连的袭。昂吉儿，昂吉儿，张掖人，姓野仆氏，是为西夏姜家。遂兴嗣，父甘卜律所部归太祖，以其军力蒙古军籍，仍以甘卜为干户主之。从穆华黎出征，并卒。昂吉儿领其父军，从征诸国有功。至元6年，授本军干户，配金符。俄掠的淮南，所向无前。时国兵出南，塞马当属，往往借力。昂吉儿以所部马入太行辽之，所并良矣。由是军中马并者，虑以数焉，遂辽马1万。蜀宋书梁金刚台，亦将深入，昂吉儿将兵驰往，断其书道。因上言，河南边郡与宋对境，宋兵实为边患，唐州东南皆大山，信阳在蔡州南，南直9里，武阳、平晋、武水等关，宋兵必经诸关已入，信阳时其咽喉，守御莫及焉。往年荆王朝廷的受求相引，而不留兵守，促使宋得知，请陈信阳以宋的旨，令律河西军1300人陈之，陈 PG 2039。9年，加明威将军，信阳军万户，配虎符，分穆华黎及阿数所将河西兵比将之。加怀远大将军，丞相伯颜渡江，留阿术。定淮南东道，其西道则属之昂吉儿，驻兵河州。宋淮西至下，贵遣侯都统将兵4万来攻，有谋内应者悉诛之，前兵出千秋。见塞其归路，因出城奋击，大败之，获人马干骑。镇朝军将阿速军数之，仍不堪其衡，都统洪福尽杀数者以叛。昂吉而攻拔其城，秦福及董统治，谭镇江。遂攻泸州，下跪使人来，言曰：公无功为也，无主将，无及将矣。宋王贵举所不纳款。昂吉而入泸州，明暗赌魔所犯，迁正国上将军、淮西宣慰使。宋丞相闻天祥复起兵海盗，书名张德兴应之，袭破兴国。得安诸郡，还据司空山。召昂吉而攻之，一战而定，杀张德兴，执其3子以献。江左出平，官至草创，权臣阿合马纳禄欲绝，江南官僚冗滥为甚，郡守而下配金符者多至3、4人，由行省官举荐抄授宣。为使者甚众，民不堪命。昂吉而入朝，据为帝言之，且没举步。寻资历而骤生者数人。帝惊曰：有事哉？因谓尧书等曰：此卿辈所知，而不为正言，昂吉而故言之邪？即命协平章。哈伯、丞相崔彬、翰林丞止和鲁火孙、福宝凤玉董文忠简太之，选曹以清。人诏欲江淮军民，彼通知之。
使两淮兵革之余，今征必也。昂吉而请立屯田，以给君保，帝从之。继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农具甚众，今方有事日本，若复调发民兵，将不甚动摇矣。亦遂请。末己，宣慰使燕南复以为言，帝乃遣数干人及韶卑、弘则视之。果如昂吉而所言，乃以2万兵屯之，遂得米数10万斛。加辅国上将军、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淮西宣慰使都元帅，进骠骑卫上将军、行中书省左丞，加龙虎卫上将军、行尚书省右丞，两官皆 PG 2040。兼淮西使，率日本不停，帝命阿塔海等领卒10万征之。昂吉而上流，其略曰：臣闻兵以气为主，而上下同欲者甚。彼者连事外夷，三军屡续，不以言弃，海内骚然，一欲调发，上下仇怨，非所谓同欲也。请罢兵袭民，不从，继而失果无功。昂吉而屡为直言，虽帝怒甚，其辞不少屈。台臣虑昂吉而难治，以衙以迷失不畏强欲，奏为本道按察使以察之。衙以迷失时郡职疾而系故以闻，即停变。帝察其无他，归迁其官，后竟以为过罪之。元贞元年卒。子5人，其显者曰昂阿突，泸州蒙古汉军万户府达鲁花。敕曰安普，海北海南道肃镇联访使。孙教化的世袭干户。哈喇解，哈喇解，哈鲁氏。初从军攻襄樊，蒙古4万户府辟为水军。政府至元12年，从吉乡伯沿渡江，改管军100户，赏甲胄、银、鞘刀。12年秋，从丞相阿术与宋兵战焦山，败之，获海州耳。阿术与王世强招讨造白药海船100艘，就41万户一斋遣汉军。3干500，新复军1500，翠哈喇解、王世强并统之。攻宋、江阴、许蒲、金山、上海、遂明、津浦皆下之，获海船300余艘，遂数赶浦海口。13年春，行省袭冲沿海招讨副使。宋江张氏节州师至庆，原渠山东门海界，哈喇解追之，获船4艘，上其功，行省增拨军700，并就所领士卒，守定海港口。秋7月，宋昌国州渠 PG 2041。山秀山戍兵州师干余艘，攻夺定海港口，哈喇解迎击，虏其皮将并海船3艘。8月，宋兵复攻定海港口，哈喇解即退之。行省袭冲蒙古汉军招讨使。10月，哈喇解引兵至温州青玉门，遇宋兵，夺船5艘，迫使御温州守城加之丙以沉降。11月，至福州，夺宋海船20枪，擒毛坚城等。14年，赐金符，宣武将军，沿海招讨副使，行省袭冲沿海经略副使，比与刘万户行元帅府事于庆元，镇守沿海上下，南至福建，北至许蒲。
6月，行省袭充沿海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督造海船干搜。8月，有旨江西省右丞塔出等进兵攻广南，哈喇解以兵从。10月，晋昭勇大将军，沿海招讨使。10，宋处州兵赴温州，哈喇逮率兵赴取之。进至朝阳县，宋都统城。义等兄弟5人以蛇兵7000人将。塔出兵攻广州，于月未下，哈喇解引兵继至，欲送安抚张正孙，侍郎谭应斗以臣将。从攻张士结于大洋，获其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欲俘恩州，宋革门宣赞，舍人梁国杰以蛇军10000人将。15年，还军庆元。秋8月，入晋，帝问曰：汝何氏族？对曰：成哈鲁人。赐金之文衣，安乐，要招5大将军，沿海左副都元帅，庆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将所部军数海口。16年，日本商船4艘，高师2干余人至庆元港口，哈喇逮谍知其无他，言于行省，与交易而遣之。海贼贺文达、顾润等寇掠海岛，哈喇逮欲降之，得舟60余艘。18年，爵辅国上将军，都元帅，从国兵征日本，直据封州回。明年2月，还戍庆元。22年，8都元帅，改沿海上万户府达鲁花赤。24年，入朝。帝问日本事宜，哈喇逮应对甚息，令还。PG 2042。戍海道。授浙东宣慰使，赐金之文段，御数代，安乐，公使有差。25年，枢密以水军伐帅，奏兼前职。冬，刚入见。明年，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左辑，行浙东道宣慰使，领军职如故。大德5年，征入见。擢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处留声。征800袭复国。至顺元年，宋隆纪等叛，丧师而还，身诛，哈喇逮亦以罪废。11年，以疾卒于汝州。皇庆元年，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拱国公，是武会子。哈喇不花，袭沿海万户府达鲁花赤。杀权。杀权，哈喇鲁氏。复杀的，世居沙漠，从太祖平迁，戍河南柳泉、嘉焉。权出名邈而赤，甫5岁，为宋军所虏，年10。8. 刘枕木下，宋人以其父名杀的，始以杀为姓，而名曰权。权久居宋，显故备知之。中统2年，枕以泸州来归，权与之同行。宋军追之，权力战得脱，受管军100户。至元3年，枕出兵云顶山，与宋江下贵兵遇，权即杀胜。仲5年，命枕领都元帅事，出师为襄樊，以权为政府。枕遣权率军攻仙人山，陈家洞诸寨，破之，生干户，赐银符。败。宋江、张贵、拔樊城，与刘枕军会，修正阳城，引兵渡淮，与宋
江城安抚战，败之。12年，从丞相阿术与宋江张世杰、孙虎城大战于焦山，水陆并进，宋人不能支，尽弃鼓其走，获其将士33人。从攻常州，克之，陈剩下沿海诸城。至华亭，借士卒无杀掠，遂 PG 2043。清晨出将，以攻受华亭军民打鲁花赤。时民心未定，有魏复沿途聚众数万掠华亭，全击破之，及其民得6干人，请于行省，遣屯田于怀之韶碑。行省以益人心。复时有叛策，伪万户乎都乎等体察，欲屠其臣，权言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众，以死保其不叛，遂止。赐金符，加武略将军，兼领盐场，职如旧。寻升华亭为府，以权为打鲁花赤，赐虎符。时盗贼风起，其最甚者有众数千人。权悉招来之，境内得安。改松江万户府打鲁花赤，使专领军。正22年，赵建迁龙兴万户府打鲁花赤，得请复旧名，曰邈而赤。未几，帝以为松江滨海重地，复命镇之，赐3诸虎府，卒于官。铁木而不花。铁木而不花，达里代人。复铁赤，遂以为痛都元帅塔。海干部将兵入蜀，并将蒙古也可民安、和少马赖及炮手诸军。攻下兴元、利、建、成都诸郡，所将宋江小王太尉之众，犀利。麾下。中统2年，赐虎符，授西川便宜都元帅。俄进行枢密院。律诸军略定西川卫下郡邑。至元元年，迁益都等路统军使，死军中。铁木而不花，中统出入备宿卫。至元7年，授虎符，代张马哥为资来水军万户，将其众赴襄阳，与宋江范文虎战于灌子滩，手杀40余人，夺其战舰，破至云胜州，大败之。行省上其功，赐白金50两，衣一袭。PG 2044。安沛一副。9年，授益都新军万户。11年，改益都、资来新军万户。从丞相伯颜伐宋，败其大将下跪于杨罗堡。大军渡江，论其功最多，赐白金500两。又从下鄂、齐、黄、江、建康、长、秀、苏、杭诸郡，累加招5大将军。从参知政事阿拉罕略。定绍兴、温、台、福建诸郡，授台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迁广东宣慰使。16年，加都元帅。追宋江张世杰于香山岛。世杰死，将其众数干人。广东诸郡及海岛尽平，领诸将臣及将校之有功者，入见于大安阁，命太府监视其身，至营蜀求臣，亲赐予之，授中书左丞，行省江西，其余爵赏有差。25年，拜四川等处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兼总军务，改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兄铁木托沃，
初以蒙古军干护从伐蜀有功，行枢密院丞，致授万户，并将列别墅塔海铁木儿、也速代儿、辖剌撒儿4千户军从大军攻重庆。重庆将收其众，训下刘诸臣、刘镇、夔门，兼本路安抚司达鲁花赤。晋怀远大将军，蒙古军万户。签订远大将军，兼嘉定守镇万户，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荀升，郑国上将军，朱蛮夷部宣慰使，嘉都元帅。义西部薛蛮叛，与越剌海会云南兵讨平之，改征缅都元帅，死于军。子呼都达儿。4 PG 2045元史卷67列传第20。塔出拜延也汗的今夜先奈，托力士官呼剌出众喜托欢。完者拔都师李伯被兰西切列，按伯也速儿袭都儿。塔出蒙古札剌儿氏，复札剌台，历世太祖，宪宗。遂假营，奉旨伐高丽，命桑吉、呼剌出诸王并听节制。其年，破高丽连城，举国遁入海岛。以为正月，高丽既穷，遂内附札剌台之功居多。塔出以勋臣子，至元17年受昭勇大将军，东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18年，召见，赐超60锭，旌旗连秦，升昭义大将军。开元等路宣慰使，改辽东宣慰使。22年，入晋，帝慰劳久之，且问曰：太祖命尔复札剌台圣旨，尔能继否？塔出应对周旋，不逾礼节，帝加之。赐以玉带、公使，拜龙虎卫上将军、东京等路行。中书省右籍，复授辽东道宣慰使。塔出探知乃言谋叛，遣人持议上文，有旨命领军1万与皇子爱也赤同立备御。女侄水达达官名与乃言连结。塔出遂弃妻子，与魔下12骑直抵建州，据咸平干500里，与乃言党太撒拔都尔等合战，两中流矢。既知其党铁戈超儿赤等欲袭皇子爱也赤，以数十人退战1000余人，护从皇子渡辽。PG 2046水乃言军来袭，塔出转斗而前，射其球铁骨带，中其口足。出于巷，堕马死，追兵乃退。遂军一州，周老幼干余人，焚香。罗拜道谤，泣曰：非宣慰公，吾属无以种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赖皇帝洪福，下赖将士之力，无贺公焉。至辽西皮山北小龙伯的叛囚有使突灵台、卢权等纳款书，其而不至。塔出即遣将讨秦之，又获其党王塞哥，复与屈迭儿大王等战，破之将士欲俘掠，塔出一切禁止。与千院汉爪，兼司托托。台追乃言余党，北至金山，战捷。帝加其功，诏赐黄金、珠玑、锦衣、公使、安乐。28年，赐明珠虎符，充蒙古军万户。是岁，复领军讨
哈丹与女侄，还攻建州，逐阿海投江死。明年，哈丹涉海南，袭高丽，塔出复进兵讨之。入朝，是祖加其功，眷欲弥沃，复赐珍珠上服，拜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兼蒙古军万户，卒于位。子达兰铁木儿，中奉大夫，辽阳省参知政事。拜延，河西人，复火夺都，以质子从太祖征河西，太祖立质子军，号突鲁花，遂以火夺都为突鲁花军百户。太宗朝都元帅钮林陈志以为千户，从征西川。忽都叛于临洮，世祖命火夺都等以蒙古、汉军从大军往讨之。火夺都卒，拜延袭。至元9年，至寿征行千户，配金服。10年，宋师清成都，四川迁省盐中范遣拜延迎击，大败之。又从行省也速代而攻嘉定，从行院呼敦取卢、叙，攻众。PG 2047。庆，数有战功。12年，行院陈志以为东西两川蒙古汉军万户总帅汪田，割用兵中州，命拜延将兵2干，往福州策应之。宋人4之田歌回，以州师顺流而下，邀于清江，拜延引兵驰赴，擒其部将李春等17人，取其军资，焚其战舰。13年，泸州复叛，行院遣拜延领兵驱卢之珍珠堡，败其将望世昌，俘掠其民人资处，移兵戍岸西寨。宋河州兵来援，拜延生擒100余人，戮之，遂克泸州。行院副使薄花进兵为重。庆，遣拜延将兵游击，获大梁平李立所遣谍者4人。重庆将，至寿宣武将军，蒙古汉军总管。19年，从总帅汪田歌入见，升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改赐金虎符，卒。子达察儿嗣，授明威将军，兴元荆州万户府。达鲁花赤，叶罕的金，辖喇鲁人，祖辖达而密利，以沃斯监国哈喇鲁。军3000来归于太祖，又献羊牛马以万计，以千户从征回诸国。又从睿宗即折别而偷降河西诸城，后从攻临洮死焉。复密立火者，从太宗灭金，又从宪宗攻蜀，为万户府达鲁花赤，没于军。中统2年，也罕的金为千户，数有战功，下五花、石城、白马等寨。至元7年，宋兵入成都，也罕的金以兵400人与之相拒4日。宋兵退，追击于梅州，大破之，受蒙古辖喇鲁河西汉军万户，戍梅州。从为嘉定，驻怀远寨以守其要害。宋兵出战，折。元始2048。败。12年，入朝，4对1，御数带，白金100两，加招勇大将军，上万户，义兵10000人。会为重庆、晋都马湖江两岸水陆军马。14年，从为泸州，攻神臂门，先登拔之。
从行抠密副使，补花攻重庆，屯佛图关，屡战有功，移屯堡子头，送守将赵安。开门将，重庆济平，复将其众，略得司州的降将100余人，加昭义大将军。帝以西川心腹，选能镇抚之者，授嘉定军名。西川诸蛮夷部宣抚司达鲁花赤，增户万余。进奉国上将军，四川宣慰使，都元帅。17年，征沃端，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21年，与右丞太卜、诸王相吴达而分道征缅，造周瑜、阿习、阿和两江的200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来势安守之，且图其地形势，迫使易阙，据城所，以攻守之方。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偷免10将，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复遣僧孺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即破之。建都、金池等12城皆降。命都元帅何岱、万户部都蛮以兵5000务之。28年，改四川行枢密副使，卒子2人，或拟赤的金、云南部元帅，也连杀，袭蒙古军万户。叶先鼐 PG 2049。叶先鼐，魏吴人，复土兼海牙，以才武从太祖、太宗平津，及西夏，具有功。先鼐又是世祖于前藩，从征吐蕃、云南，常为前驱。遂即墨，伐宋，至鄂州，先登夺其外城。中统元年，从征。阿里不哥，与其党御，大呼持击之，其众骇溃，赏白金韶裘。明年，讨李坦，以功赏白金500两。授西道都元帅，金虎符、吐蕃宣慰使。先鼐素熟夷情，随帝鄂塞摄屯镇抚之，恩威兼者，皖广皆悦服。赐金币钞及玉数代。为宣慰使历24年。迁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寻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据道中名。亮基年为亥，先鼐讨秦之。至元3爱11年，成宗即位，诏还，赐玉带，改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谢氏归陇右，10年卒。赠协公保节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拱国公，是闽中。子完泽，太子詹事，进京紫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托利士官，托利士官，魏吴人也。祖巴斯忽都探花爱忽赤国，出领魏吴、阿剌温，灭乞里、巴斯4部，以兵从攻四川。莫于军，复铁戈戍探花爱忽赤，宪宗命常可密里及驱先诸宗。藩之地，浑都海、阿兰达而叛，执铁戈求谢系之，铁戈戍破，谢脱走，入晋世祖，赐金符，袭复职，命律所部兵就征之，以功赐衣服，公使安乐。又命从诸王奥鲁赤建都，平之。升昭勇大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至西藩境，上
蒲裘必剌冲遮道不得进，铁戈裘战却之，道遂通。是文。赐金虎符，赏白金及1、2袭。卒于官。PG 2050。托力士官袭职，为武德将军、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卫司事。其所部有产金户叛服不常，托力士官往讨平之。定。昌禄总管古纳叛，与其千户阿姨谋虑重度不思鲁合，托力士官引兵战，擒阿姨，杀之。得平路落来民右叛，托力士官右讨平之。一夕不削的魏父，民多力债，依险自保。找云南行省调。罗斯蒙古军400人，罗章600人，属托力士官，从左丞艾鲁往讨之。托力士官先至，拔其寨。艾鲁命率兵攻罗宇，抵洛川，夺其官，获马牛羊以给士卒，又命与万户务都蛮攻。窃而的其酋长阿夫据山寨不下，托力士官先登，破之。鲁遂命托力士官总左手4亿兵，讨平一夕不削。又有蛮子同者，立寨于那土原山，行省复命托力士官以蒙古、篡、博军。与行省参政阿合巴师攻之，子同穷卒，遂降。进监管军复万户。蛮系狗、哲兴等及威龙州判官阿遮皆平险为乱。托力士官夜入据其寨，贼散走，遣兵搜山谷，获阿遮于身轻，斩之。及其民500余户为农。托力士官入秦，授3诸虎符，加怀远大将军、罗斯宣卫使，监管军万户。既还至，扩户口，立赋税，以给屯戍。昌州苏拟、巴翠等作乱，托力士官以云南王命讨将之，屠其众于昌州平川。镇守千户任士路以所部2000人乘坚遁去，屯威龙州。托力士官先据其要路遏之，士路将未己入境，卒于京师。子缩南班，由素未袭职，配3诸金虎符，官至镇国上将军。PG 2051。呼剌初。呼剌初，蒙古氏。曾祖阿察儿，是太祖，为伯儿赤。祖赤托儿，从太宗征清察、康理、回等国有功，为涿州达鲁花赤，卒。伯父哈兰求袭职，配金符，以功烧千亿都路盟。古万户，没于军。呼剌初袭哈兰数职，出授昭勇大将军。至元12年，攻宋六安军，行省命领诸军战舰，遇宋军，败之，有旨褒赏。军赐安庆，呼剌初即参政董文炳。领山东诸军与宋孙虎城等战于丁家州，大败之，俘其将校30。军5000，船40。战于朱金沙，又败之。7月，即宋人战。于焦山江中，时丞相阿术督战，呼剌初与董文炳冒矢石岩流窟。战80里，身被数伤，果创殊死战。宋张殿率攻吕城，呼剌初与万户怀都生擒之。从下常州，略得苏、湖、秀州，至长桥。
大败宋军。大军至临安，伯言命呼剌出守浙江亭及北门，败扬州军于扬子桥，又败真州军，破李廷之至通州海口，进将淮东诸州。江南平，加昭义大将巡迁湖州路达鲁花赤。14年，进正国上将军、淮东宣慰使，奉旨屯守上都，改嘉义大夫、行台御史中丞，升资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迁江淮行省，除右丞，拜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及卒。仲喜，数履9世，祖塔不以儿，是太宗，为招讨使真信。PG 2052。安，河南，受金虎符，改征行万户，卒。复托察剌袭职，遂己魏，从南征，破十字寨。时仲喜从行，战役屡捷，左卒中流。使勇气亦备，世祖亲劳之，曰：汝年幼，能为连宣例如。是，升可加上。复卒，仲喜袭职。中统3年，从真理坦有功。4年，命领兵镇莒州。至元2年，奉旨驻十字路城，备守御，仲喜常率兵游击。4年，从超部花征4州。时蔡干户为宋兵所为，仲喜奋战，救之。5年，入晋，帝加其功，赐白金、金鞍，公使修正阳城。11年，宋兵围正阳，从大军战，败之。12年，从下连海诸城，又败宋将李提辖，遂驻兵瓜州。13年夏6月，宋都统将才律师来攻，迎战，却之。秋7月，从大军袭击宋将李廷之于泰州，进昭勇大将军、婺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卒。子庆孙袭。旦止儿，蒙古鞑靼代人。至元7年，从征蜀，败宋兵于马湖江，斩首100余级。9年，从征建都蛮。11年，从攻嘉定，败宋兵于嘉江，又从攻下卢、叙诸州，进围重庆，败宋将张万。泸州叛，诸军将攻卢，但止而先。将其众据红米湾，与宋兵战，败之。进至安乐山，复败宋军，斩首500余级，获战见4。宋兵邀曹州于安乐山，即走之，遂破其10盘寨。14年春，抵泸州，夺其战舰5艘，还至安乐山，复与宋兵战，杀数10人，从诸军拔泸州。张万举兵欲向河州，但止而以锐卒1000人邀集于龙坎，斩首100余级，万隐却。赐银符，授管。PG 2053。军千户。从征沃端，至甘州。赐金符，升总管。19年，从诸王合班，元帅莽古带军至沃端，与叛王死卢等战，胜之。20年，诸王巴巴叛，以兵来攻，但止而独破其500余众。拔王卒2干余人已出，尽复万户，还数长应军。宋好止寨，以兵来袭，但止而即走之，斩首100余级，
生获10余人。26年，赐金虎符，授信武将军、平阳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卒，子建都部花袭。托欢，札剌儿台氏。祖居者，父托端，为万户，从皇子括。初，忽都突略变，宋为肃等州。岁癸丑，镇蔡州。托端。卒，子不花袭。不花卒，弟阿兰达儿袭。阿兰达儿卒，弟长寿袭，并为干户守蔡。长寿卒，托欢袭，加武略将军，配金符，从丞相阿术公阳。罗宝类有战功。渡江攻鄂汉诸州，下之。会宋军于丁家州。托欢突入，夺战舰数艘，攻建康、太平等郡，下之。宋都统江。才攻杨子乔堡，托欢率精兵出堡东逆之，斩杀几尽，俄而宋军。复及堡北，遂奋急走，追至扬州，杀伤甚重。会万户袭李罕入朝，到滁州，为宋兵所遮，击败宋兵，出袭李罕，从攻扬州。至泥湖，遇宋军，夺30余艘，遂进兵苏州，与宋军战，秦柳。奉使。至元13年，右丞相遣托欢援高邮军，没至20里，会宋。将率兵来曹高邮宿，与战擒之。有请宋高邮都统复率2万人。PG 2054。至，击败之。14年春，授怀远大将军、太平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会止。李瓦代寇北边，帝命托欢往讨之，战，左臂中流12，帝未劳。之，次者甲，公使、安乐，超1500名。15年春，从亲王卧鲁呼台，丞相自罗西真有功，加定远大将军、福州路总管府鲁花赤。平闽道，改武昌路。卒。宛者拔都。清察使，祁先张德人。以才武从军。遂易位。从事祖攻鄂州，登城斩首，赏银50两。中统3年，从诸王合璧赤真李坦于济南，力战有功。至元4年，从万户木花里略地荆南，至襄阳，与宋兵战，屡胜之。遂为梯登樊城、焚楼鲁、永关3军。11年，授武略将军、张得南京新军千户，攻杀阳、兴、陈。始授金符，领丞相伯颜帐前合璧赤军。渡江论功，改武义将军。战于丁家州及扬子桥、焦山，破常州，入临安，攻泰州。新城皆遇焉。江南归附，入见，赐号拔都儿，配金虎符，迁信武将军。管军总管，高邮军达鲁花赤。首以兴学劝农为务，四方责之。郡有虎伤人，首格杀之。继而高邮升为陆，晋怀远大将军，高邮路达鲁花赤。16年，晋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18年，闽贼臣调演作乱，招郑国上将军、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赐药根甲，命往讨之。破其营，
秦调偃，至漳州斩矣。示众。加管军万户，兼高邮鹿达鲁花赤，赏赐无算。PG 2055。23年，晋标骑卫上将军，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人。管军万户。迁浙西行中书省右丞，行浙西宣慰使。27年，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枢密院副使，兼广东宣慰使。元贞元年，入朝，拜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正事。卒于官，年59。赠孝忠宣历定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孝国，破封邻国公，谥武宣。施礼伯。施礼伯，蒙古人，祖切古里突，从太祖经略西夏有功。右。立诸王戍赤台，领保而赤，与金人战，没于阵。复莫拉合寺。从征阿兰达而亦有功，世祖赐以白金50两。施礼伯世其职，由抠密院段事官为河南行中书省段事官。至元7年，配金虎符，引水军4万攻襄阳。8年7月，宋江范文虎来援。施礼伯败其军，进为樊城。先登。战于鹿门，与诸军擒其将张贵。10年，迁昭勇大将军，为丹罗国招讨使。奉旨入建上都。改管军万户，领袭阳诸路新军。从丞相伯颜等渡江，破独松关，下长兴，取湖州，行安抚司事。14年，授湖州总管，晋郑国上将军，谁西道宣慰使。18年卒。子塔拉赤，曲靖等路宣慰使。贝兰西。贝兰西，拥及烈士，世居应昌。祖芒哥，以后族被太祖肃。魏。副律时，壮貌魁伟，有谋，善骑射。太守常问以军旅之。是应对称旨，即命为干户。寻以为齐王府司马。后从睿宗伐。PG 2056。今有功，找还宿卫，以急促。贝兰西因脉有复风，又孤，能自克力如成人，暇日习弓马，夜则读书。其母常训之曰：“汝父忠勇绝人，天不假年。汝能自立，则汝父莫无憾矣。”贝兰西由是感激，其以臣父之志。从军有功，其父官，为齐王司马。世祖亲征，乃言以齐王兵从，兵始交，贝兰西跃马陷阵，斩其旗，所向披靡。世祖遥望见状之，有请，乃言兵遁走，贝兰西驰归以结文。世祖大悦，劳之曰：“无忝，汝复矣。”赐黄金50两，金之文2匹，授宣威将军，姓周路达鲁花赤。时江南出复，不宣上邑，与民更始。积年，郡中大治，不识者以闻。帝奖叹久之，即遣使赐以上尊。俄以及。卒，年33。赠和问路达鲁花赤，追封范阳郡侯。子托引普化，历监察御史、河南联访副使，称州路达鲁花赤。切烈。切烈，
西域人，世居太原，由中书议使从平章政事赛典敕，经略川、陕。至元12年，历云南行省，属为幕官，诸动蛮夷酋掌款。父窃猎功居多。15年，分省大理，会免人入寇，窃猎即以占据资军事。讨呼之，授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18年，平章纳肃剌丁造议阙夫奏边事，世祖爱其聪辩练。达，赐虎符，拜镇西免陆川等路宣抚司达鲁花赤，监管军招讨使。成都、乌蒙诸一祖爵，窃猎士马给传，往来便之。俄被诏。PG 2057。上京问以征免事宜，奏对称旨，赐毕伯吉林根甲。诸王相无。达而又乘太伯征免，命窃猎律兵船为乡岛，拔其江头城镇。吕而还。复从云南王入缅，总兵3000屯镇标国，设方略招来其党，由是复业者众。后入赤，世祖为劳之，寻以免国石墨。擢正议大夫，迁免。中行中书省事，配金符。颁诏于缅，宣布威德，缅王姬丧称。谢遣世子信和巴的入贡。迁通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进资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大荣4年乙己卒。安伯。安伯，唐兀人。祖僧吉陀，迎太祖于布伦达尔哈纳之地。太祖嘉其孝顺，命为突鲁哈毕舌赤，兼窃里马赤。复突而赤袭。直，世宪宗，累官至文州理殿元帅府达鲁花赤。安伯若灌入宿卫，性严重刚果，有大志，常亲迎于敦煌。祖兵不得归，乃客居于于田宗王阿鲁呼之所。世祖遣薛彻干等，使阿鲁呼以通好。阿鲁呼留使者数年浮潜，安伯悉以马驮后，禁之，令逃去。薛彻干等的托归具以白世祖，世祖称叹久之。继而命元帅部花铁木儿等征于田，安伯乘监至行营，见薛彻干。于帐中，薛彻干曰：“公之忠义，以上闻矣。”部花铁木儿遂。臣至命安伯全充枢密院客审使。而有旨护送安伯妻子来京师。未几，宗王乃言判，世祖亲征，安伯在行间，屡捷，命为客留宿布鲁和不州务等处万户。又诸王哈鲁、驸马突棉达尔等。判，安伯律所部兵战于客留宿18突之地，身中7创，所乘马。义中二使，自且至捕，鏖战越力，剌突棉达而杀之，生擒哈鲁。PG 2058。义县。世祖嘉其功，命长堂务卫，兼迁枢密院事。凡分立诸色。五位军职，习替屯戍之法，多所更定。立同迁、副书、同知。置之枢密院事，以集中于位。赠推中保节功臣，资善大夫，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宁夏郡公，义中岁。子阿乞剌，知枢密院事，义廉侦班，湖广省左籍。
也肃胡儿。也肃胡儿，康里入。父爱伯，伯牙务，太祖时率众来归。初，以50户从军南征，力战而死。也肃胡儿是其官，从吉乡。伯言经略襄樊，攻百丈山，朗子贪功居罪。及襄樊为和，即备。贾先登，赏银超100两。明年，破富州，杀齐将，以功升100户。主帅言赏不足酬齐。劳，世祖赐金符，加为干户，都五路招讨。至元16年，改金虎符，管军总管。江南平、陆公，晋淮远大将军，管军万户。领江淮战舰数100艘，东征日本，全军而还。有旨，特赐养老100户，衣服。公使安配有加。22年，移镇泰州。时即民丁为兵，得10000人，以也肃胡。而为清察清军指挥使统之。大德3年，以疾卒。子7人，曰教化的，曰黑丝，袭父职，以疾卒，曰黑的。牧马同之，曰延寿，袭兄职，曰拜延，领哈喇赤，曰完泽铁木。而广德路万户达鲁花赤，曰哈喇章。袭都儿，首都儿，清察使。父突孙，历蒙古军籍。PG 2059。中统3年，从丞相伯颜讨李谈判，以功授100户。至元10年，告老，以袭都儿代之。11年，袭都儿从大军南征，攻取襄阳、唐、邓、申、豫、军、许等州，累功授中显校尉，管军总把，赐银符，将其。复军。14年，从诸王伯穆而追击折而凹台，越不思而等于黑。乘哈喇火灵之地，平之。17年，赐金符，升武略将军，侍卫军100户。时王宋有有。莫复诚意，袭都而言于省，愿自举兵下之，省从其请，诸臣闻。封而复。24年，赐虎符，晋宣武将军，撼动右江万户府达鲁花赤。是年秋7月，领动军从镇南王真交旨。冬10月，至其境。驻万兵节，左丞阿巴命进兵，拔其一自城，射交人，夺其战舰。7。明年春正月，大兵进逼尾兴到王居，与交人战于塔儿山。奋戈撞击之，右臂中毒矢，流血营居，洒血奋战，射死交人耳。10余，任都诸军乘胜既进，大败之，遂入其都城。4月，战于韩村堡，擒其将黄泽。是夜2鼓，交人突至，谋劫营，官军间。必以呆，敌失计，结弹，鸣鼓出营，交人却，破杀甚众。还营立木栅，增罗簇，交人不敢犯。5月，镇南王引兵还。以袭都儿为前军，行刺县泥关，战数10合，交人却，遂还营镇南。王与女儿关。交人4万余劫其要道，使我军乏食，且疲于战。将左相顾失色，袭都儿率勇士奋戈冲击之，交人却20余里。遂得全师而还。镇南王闵其劳，命枢密丞奏申其志。
26年，赐虎符，授广威将军、炮手军将万户府达鲁花敕。大德2年卒，子也先贴木而袭。PG 2060。元史卷68列传第21。撒吉斯月乃河袭班铁连。爱薛阔突呼鲁唐人祖。朵儿赤和尚刘荣加鲁纳达斯。阔里吉斯沃罗斯朵罗台。也先不花撒吉斯，回古人，齐国阿大都督多和斯之次子。也。初为太祖帝沃真弼蛇赤，领王父。沃真薨，长子止不干早。是嫡孙塔察而幼，庶兄托迭狂自，欲废嫡自立。撒吉斯与火。鲁和孙持白皇后，乃受塔察而以皇太帝宝，袭爵为王。撒吉斯以功与火鲁和孙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斯里之，其北火鲁和孙里之。从宪宗公钓鱼山，建言陈氏定江南，帝加纳焉。宪宗崩，阿里不割真力，诸王多附之者，撒吉斯持剑塔察儿，立意邪心，推代世祖，塔察儿从之。及世祖即位，闻撒吉斯所言，授北京宣府，赐工人瓮及剌氏，及金帛、章符，及至镇，除奸议强。辽东夷宁，会高丽有异志，帝遣使纠治，则委罪于其臣弘察。忽谢宋京师，到辽东。撒吉斯访之弘察忽以直谏无益，即奏书为执其事，帝命视之。李坦叛，命撒吉斯率师从宗王哈必赤讨之。李坦伏诛，哈必赤欲屠臣，撒吉斯力争曰：“王者之师，诛之元恶，胁从往。” PG 2061。至因抚摩其人，重秦大悦，授山东行省都督，迁经略，统军2使，兼议都督鲁花赤，辞不拜，上言山东重镇，以选贵妻。临之，帝不许。赐京城宅邑区，邑都田千顷，及坦马群、原林、水鸡、海青、银属球之属。兵后民伐牛具，为之上文宴。民丁力，官给之。统军超不花田游无度，害驾并民，元帅也速。达尔据民田为目的，撒吉斯随事表文。有旨，杖超不花100，令也速达尔还其田。坦故将毛张玉律诸部谋执撒吉安以归宋。张党上变，乃袭张斩之。撒吉斯常慕古人举轻举仇之意，叛帅，故促的与子信参用，公论多之。山东遂屡欠，为请于朝，发肃正序，又奏捐其田租。山东人客食宋德。卒年66。后赠安边经远宣会功臣，是相会。岳乃和。岳乃和字正卿，其先属雍古部，徒居临洮之狄道，经略的进士迁辽东。曾祖铁木尔岳歌，是今为马步军指挥使，官名有马，因以马为氏。祖爸扫马也礼数，喜晋州之天山，以才雄边。宣宗迁变，复袭礼及司辟尚书省议使，是开封判官，改封降府兵马判官，死国事。
赠辅国上将军、衡州剌史，庙号包中。月乃和好学复弃，父死时年方17，愤然投关羽的曰：吾父死国难，吾独不能书家难乎？会国兵破变，弑母北行。兼官封低中。北见宪宗，慈容端景，帝加赏之，命暂补旨而断。是官事，以验故城为治所。月乃和慨然以至道自任，正式修举。遂壬子，廖明丁于中原，凡业儒者是通易经，及不同编。PG 2062。户者为令甲。如人免丁者，时月乃和使之也。幸好施与常见严厉常平仓。举海内贤士杨春清、张孝纯备，分布诸郡，号称的人。又罗致名士进鼎臣，授业管下，见引马文玉、牛应之，被为参佐，后皆位至卿相。遂以为世祖以亲王南征，从行至变，令专馈饷，运济南，言100万金，以给公司之费。所过州郡变，蔡、汝、颍之间，商、农安业，军政修举，月乃和与有利焉。及即位，降诏褒奖。是祖将亲征阿里不哥，月乃和出私财，是马500以助军，帝后善。其家曰：当常汝也。拜礼部尚书，佩金虎符。4年，南安不进，月乃和见延光、俄等处立阙场，遂可得。铁103万7千余斤，铸农器20万室，用役粟4万石书官。不为官民两便，因可以征服南方。诏以本职兼领，以扩户3干。新山铁也，其蒙古、汉军并听节制。未行，以急促，年40。8. 赠推中宣吏议运功臣，正义夫，经书枢密院事，上卿车都。魏梁郡侯，侍中议。子孙登仕级者甚众。至仁宗朝，诏行科举，曾孙。祖常，博学能文章，乡试、会试皆为举手。由翰林应奉。拜监察御史，直言武上官驿，去居福光。数年，起为翰林。呆至，累迁御史中丞，促仕文贞。习班。习班，谓无人也。复阙里别卧翅，身长8尺，智勇过人。闻太祖北征，领兵来归。从征回国，树立功，将重赏之，自请为本国昆驴臣达鲁花赤，从之，人赐种田户200，卒。习班是世祖前邸，命长臂蛇赤。中统元年，以为真定路。PG 2063。达鲁花赤，改户部尚书，宗正府札鲁花赤。阿里不哥之叛，帝命习班议河西，都粮运给军。还至西京北，闻万户阿史铁木儿等方选士卒，将从阿里不哥。习班矫制召其军复行在阿师铁。铁木儿狐疑莫决，习班委屈于之，且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从兄顺势也，又何疑焉？阿师铁木儿等请业议之。其以一日复命，且以兵为习班以待。明日皆至，曰：从而之。焉矣。
即便宜以西金钱粮给其军，遂虑之以行。入见地叹，曰：战阵之间，得一夫之助，犹为有计。袭班以2万军至，其功岂少哉？海都叛，士祖大阅兵，将讨之。先命袭班使海郡，使之罢兵，至邑来朝。袭班至海都，传旨于之，海都听命，即退军至邑。而丞相安童军先以克火和大王不屈，尽获其辎重。海都惧，将逃，谓袭班曰：我不难于杀汝，念我父常受书于汝，孤遣汝归，以安童之事闻，非我罪也。袭班以闻，帝曰：汝言是也。先世来者，亦常有此言。寻命为中书右籍，商议。正是，妻以宗王之女不鲁贞公主。明年，复使海都，欲之来归，且曰：苟不从我，尔能敌诸王藩卫之兵乎？海都辞矣，未死不敢。袭班奉使，奔走3年，封杀邑牧，时年已70矣。命为翰林承旨，给全奉养老，年89而卒。子沃罗斯密，至元23年，受浙东宣慰使。浙东道起，委助应喜，暂称天降大王，沃罗斯密讨平之。夷政广西，动蛮。罗天又作乱，诏欲降之。年69卒。子咬柱，至大3年，寿。典用监轻。有盗窃士祖玉带者，悬赏5000锭以购贼，咬柱擒获之，盗伏诛，咬柱辞赏，武宗加其不罚，与之签订。官至荣禄大夫，宗正府札虏火赤。铁莲，铁莲乃蛮人也，居绛州。祖伯不花，为宗王拔都望父。铁莲魁伟寡言，有谋略，早岁宿卫王府。拔都分地平阳，以铁。PG 2064。连兼袭州。中统初，调平阳马步战打虏花赤。至元初，宗王海都叛，廷议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唯当怀之以德，其则紧密足任大事者往时焉。左右矣。铁莲对，遂召见，与及大事，铁莲应对称旨。帝加其辩会，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一拔都蒙哥铁木王所，相与计事而后行。使2人复之。铁莲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视其虚实，然后议于诸王。复者服从，曰：上命我辈先议于王，今具造敌境，不可。铁莲曰：卿臣密旨，汝辈为则当诛。复者惧而从之行。既至，海都日召宗亲宴饮，将伺其系谋害之。铁莲乃厉声斥之曰：且时，勿语。妄语言脱口，相为直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久半，铁莲求衣为欢，海都加其雄辩，将解语之，其非止之，以皮服2袭复之。因与其属曰：为使者当如是矣。后赠以行。既至拔都蒙哥铁木王所，具告已故。王曰：祖宗有训，叛者人的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
我及外应演习，剿绝不难矣。铁连还，悉以是闻，因言于帝。曰：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破。自守既应，则无虞矣。帝深然之。敕所授海都皮服，全是矣。今凡朝会，宜服以表示焉。其赏赐不可胜计。后屡使拔都王所，到遇海都游兵，复者前行，师对遇害。铁连后至，曰：我为天子使，可以非礼犯之耶？游兵语。屈，乃曰：前者伪事，此真实也。视之，遂独得还。帝常。谓侍臣曰：有铁连，则连之宗族将不失何矣。海都斩四拔。都望违背以言，亦乃铁然。铁连始终凡四往返，历14年。帝谓铁连曰：在朝官之要重者，为汝所责。对曰：臣志在。王氏其事莫办，不敢奉命。今臣母在绛州，老且病，得事朝。系，幸也。诏从其请，授绛州达鲁花赤。PG 2064。至元15年，忽杨李二谋乱，铁连不问，尽得其状。中书奏尽其志，帝曰：铁连岂为能办此耶？加宣武将军。至元18年，并卒于官，年64。子达剌代嗣，官信武将军，同知大同路总管府事。爱薛，爱薛，西域涪陵人，通西域诸部语，攻新历、医药。出仕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续邸，弃之。中统4年，命掌西域新历、医药2司事，后改广会司人，命领之。世祖常召都城大作佛事，及教坊祭乐，及仪仗以迎。道爱薛奏曰：高丽兴复，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加纳之。至元5年，从列保定，日且久，乃从容于帝前，与供给之名。曰：得无妨而更乎？帝为罢列。至元13年，丞相伯延平江南孩，奸臣以非语缠之，爱薛。叩头见，的解。寻奉诏使西北宗王阿鲁浑所。既还，拜平章政事，故辞。擢秘书监，领岁府使，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8年，京师地震，上服狱。中宫诏问，灾异代下民所致耶？对曰：天地示警，民何与焉？臣宗崩，内指所兴立。密文，爱薛厉色拒之。仁宗时，封奏国公。卒，追封太师，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福陵中献王。子武人，也李牙，秦国公，岁府使，兖和，翰林学士臣。PG 2065。指黑司、光禄卿、阔里吉司，同知权府院士，鲁和、广会司。题举。阔字子卿，本灭里吉氏部族，世居布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
国初，举族内附，世祖居前。帝选阔阔为进士。遂甲辰，世祖文王2贤，必兵居宝州，遣使征至，问以至。道命阔阔与连溪县皆师事之。继而阔阔出使于外，待还而恶以行，思慕好气，不食者累日。世祖闻而异之，遂更虚县。宗父赵鄂至河陵，人命阔阔从之游。每旦起，甚视其官服，让之曰：圣主好贤乐善，真天下事，命若从学。若等不能称，主上心，为夸炫先华，以逸娇贵之气，恐至于外而塞于中，道义之言，无自而入，无所不取也。阔阔深自悔悟，明日俱纯素。之敬，乃悦。遂仁子奉命迁诸路军籍，以丁壮产多者充之，所至编辑。无挠，人皆得之。及还，帝阅，命领燕京将局。世祖即位，特授中书左丞。末己，迁大明路宣抚使，以及卒，年40。子坚同，字永叔，少姑，甫10岁，即从王鄂游。既长奉命入国学，复从许衡游。若冠入仕敬亭，授忠顺大夫，是仪奉御迁忠义大夫，同修起居注。即奉使济南，建阳还贤，遂立建之。至元23年，授嘉义大夫、礼部尚书。迁吏部尚书，至未满，特授通议大夫、御史台侍御史。24年，护从东征，屡战有功，迁雁南河北道提刑案。PG 2066。察使。28年，授正议大夫、雁南河北道肃正廉访使。遂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亦诏复阙，未拜，以及卒，年39。突呼鲁。突呼鲁字清臣，康里义纳之孙亚里达时第9子也。自幼入是世祖，命与也先铁木儿，不呼木从许衡学。第1日问其所学，突呼鲁与不呼木对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正出使汝往学，不亦汝及之此。除蒙古学士，奉议大夫、客省使，进兵部郎中，迁太史院。常宴见世祖，屡开说古今治乱政要，多所裨益。至元20年，迁中书右司郎中，未己，大宗正薛彻干见长。其府判属越诸狱文案。常目归，巧然若有求而莫获者，家人问之，曰：今日所议，此案也，与我心有疑，欲求所以活之，未得其方耳。他日归，喜曰：我得之矣，于法当留喜编。帝迁吏部尚书。时哈喇哈孙为湖广平章，常与突呼鲁同在大宗正，素知其贤，举以自辅，遂授资德大夫、湖广右丞。时湖南北盗贼臣周纵横劫掠，哈喇哈孙患之，突呼鲁曰：树冒鸟疾，树伐则散，路一人足矣。到守桥大使者，居九江，郡守夜喇马丹曲。路避之，遣使秦以来，欲臣
杀而令诸士群盗遁袭。胡南宣为张国际创征下税，民服堪，突呼鲁屡请罢之。至元29年，陈州蛮叛，复书刘国杰、经院缩木兰往讨之，不利，遗文所成。李府民问弩士3000，哈拉哈孙以民服。袭战，强之徒伤无名，弗许。突呼鲁曰：兵贵训练，乃可用。PG 2067也。汉军不习弩，因蛮攻蛮，故所立。遂与之，果以此祸。沈陈宗即位，迁江浙右丞。是岁旱，方至而雨，民心大悦。末季，平章不呼木卒，帝思之，兼进士曰：群臣孰有四不乎？木者。贺伯言对曰：突呼鲁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议。赵还，赐雕安公使，俄迁抠密副使。大德7年卒，年48。赠推中义亮左理功臣，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大司徒，赵国公是文肃。子山僧，是至晋宁路总管。唐仁祖。唐仁祖字寿卿，魏婺人。祖曰唐谷直，子孙因以唐为氏。初，魏婺举国孝顺，拥谷直10年17，给事太祖，因属之瑞宗，曰唐谷直可任大事。荣宗未及用，庄圣皇后擢为札。鲁火赤，父继，豪爽好射猎。世祖即位，命继为豫宗前抵避蛇。赤生达鲁花赤。仁祖少饮物，父梅，母教之读书，通诸方语言，游遂英律。中统初，找朱贵位为职，帝亲阅之，见仁祖曰：是唐谷直孙邪？聪明无疑也。必习国字。至元6年，中书省选充蒙古院。16年，陆求平阳，平反冤至免死者凡17人。18年，授翰林直学士。时中书奏征定，保定2路前古部。复屡岁不绝，遣仁祖往阅其读，皆中统旧案，即还奏罢之。转工部侍郎，除中书右司郎中，拜参议尚书省事。PG 2068。时丞相桑歌秉政，威彦方斥，仁祖论议不回，屡侮桑歌。人皆为之，仁祖自若也。迁工部尚书，桑歌以曹务繁具特重困之，仁祖处之甚安。寻出使云中，桑歌考工部之客稍缓，怒曰：误国家岁用。即遣获一其追还，就见桑歌相府中，具命直隶居往都宫，且促其旗，曰：为其必治辱于法。左右皆为之惧。仁祖退，召诸署长从容谕之曰：吉相怒在我，不在尔也。汝等勿惧，以力加冕。众皆感激，昼夜备其功，其位。及而办，乃罢。已而桑歌细狱，有旨命仁祖往及其家。明日桑歌以左右之源的事，众见骇然。慕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在犯邪？昔于原已窜，仁祖独不为之动，桑歌尽败。28年，除翰林学士陈止，
中奉大夫。辽阳基，奉旨处。进士宿歌，左丞新都往镇，新都欲如户籍口数大小给之，人阻。曰：不可，袭籍之小口，今以大矣，可携以大口给之。新都曰：若要善民，而陷我于恶邪。人阻笑，无二人善。众以得之，岂治世而使要民哉？我之为国恤民而已，何恤？二言，卒以大口给之。俄除通奉大夫，将作院使。成宗即位，尊大母元妃为皇太后，以人祖善书，特敕书册。文复奉赵都公之司相士祖玉荣。越3年告成。大德5年，在授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至告兼修国史，以及卒，年53。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还国公，谥文贞。子述，初授奉训大夫，授武库提点。至大中，迁翰林呆。至后累迁至雅中大夫，是以使。朵儿赤 ，PG 2069。朵儿赤字道明，西夏宁州人。父汉札泽，是长齐国史。初，守西凉，律父老以丞相，太祖有旨复撒都呼为中兴路管民官。国兵西征，运饷不绝，吴豪法司，时号曰满朝卿。世祖即位，汉札泽请急卒，遗奏因高至要已尽，请景明爵，节财用，帝加纳焉。朵儿赤年15，通古著、论语、孟子、尚书。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召见于相隔。帝曰：正闻。儒者多加言。朵儿赤奏曰：陛下圣明人治，眼有四海，为当亲君子，远小人耳。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为陛下。察焉。帝曰：朕于廷臣有杠直忠言，未尝不悦而受之，为武者，亦未尝加罪。盖欲养忠直，而退于佞也。汝言甚何正？亦因问欲何事，朵儿赤对曰：西夏营田，实战郑军，倘有调用，则右防耕作。土瘠野阔，实未肯依。南军屯聚以来，子弟番袭稍众，若以其成丁者，别边入籍，以时屯力，则地利多而兵有余矣。请为其总管，以尽错化。帝可知，乃授中兴。陆兴民总管。至官，陆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9口，开其3流。凡3载，复额增倍，就转营田使。至满入境，帝大悦。升铜川府尹。时公府无禄田，朵儿赤乃以官矿的给民，是制分亩而薄其税。铜川市者有禄，自此始。未几，台臣奏为云南联访副使。时云南诸蛮叛，辽左西称，故而去，朵儿赤独居守。又8月，省城大聚，归服应欲遁，朵儿赤乃白于梁王，得袭而后出。迁山南联访副使，末己，复调云南联访使。会行省及乡贴木牒而贪暴善诛杀，罗之安抚使法。花鲁丁，
将至于极刑，躲而斥谓之曰：生杀之柄，系于天。子汝以方面之臣而专杀，亦将何为？小民礼法，且必审复。况朝廷之臣耶？法花鲁丁尽获免，寻复其官。伯以与蛮相仇，杀使沈臣受贿，助其报仇，乃诈奏蛮叛，起兵杀良民。躲而 PG 2070，敕奏和，尽废之。年62，卒于官。子仁通为云南省理问。天历2年3月，云南诸王与万户伯忽等叛，仁通率官军抗之，没于阵。和尚欲尔别李伯牙无台氏，祖哈拉察儿，律所不归泰。祖复呼都司，履历过人。遂人臣从睿宗破金大将何达军于军州三峰山，以功赐号拔都鲁。甲午，金王。乙末，授管军百户，从公宋唐、邓、尹、蔡、襄阳、尹、傅、信阳、光等州，屡立战功。辛亥，赐名马、文景、白金、甲胄、公使。乙卯，从公汉上铁城寨，没于军，赠节中宣吏功臣，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衍国公，是5名。和尚袭复职。己末，从事祖公鄂州。中统3年，李坦叛，从国兵讨之，战老僧口，斩获甚众。升阿拉罕万户府经历。至元5年，攻襄阳，军务繁剧，暂化亦有方，都元帅阿术，见其才可大用。11年，从吉乡伯颜渡江，与宋军战于柳子、鲁父、新滩、顿口，伯颜上其功，世祖嘉奖不嗣。13年，从平章阿里海牙攻拔越州，取沙市。至江陵，宋安抚使高达城守拒战，和尚直抵城下，欲以祸福，达遂开门出将，以功升行省郎中。从国兵为潭州，潭守城李仆坚守，攻之。3月不下。13年，城破，俘死。诸将立于掳掠，欲屠其城，和尚宣。PG 2071。言曰：据我师者，宋江耳。其名何罪？既受其将，即是无名，杀之何忍？且今列臣多为父将而杀之，是奸其效死之心也。左丞崔彬曰：郎中言是。平章阿里海牙亦与和，遂从之。义臣之人，赖以全活。由是湖南诸郡闻风皆下。是祖闻之，赏赐加厚，改行省段事官。训得广西，都前军攻破晋江，遂兼行宣抚事。广西平守太中大夫，常德禄达鲁花赤，以治罪文，决岭南广西道提刑案。察使时阿里海牙士公颇骄恣，和尚节奏不少代。迁江南浙西道提刑案察使。浙西，宋故都。民众事繁，在职为务镇静人。夫其之大体。卒于官，年49。赠宣中守正功臣，迎亲荣禄。大夫、司徒、上柱国，追封衍国公，是庄肃。
字迁奴。迁奴以御史大夫岳鲁纳言见，入见大安阁，世祖念其功臣。子即以其父官授之，拜武德将军、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时江浙行中书省、行御史台阶治行，干奴上言，行省专控江浙，在行为宜。行台总镇江南，不宜偏在行。且两大府并立，事逼则事治，情通则威胁，何宜行台于要变之所？后数年，遂移行台于江东。迁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26年，加明威将军，迁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时丧。歌秉正揽权，试验勋卓，人莫敢言。迁奴陈坚入朝，见帝于柳陵，即陈其罪状，帝为之改容。末己，丧歌伏诛，又上言其党，犹不中外，以早处分。改隶肃镇廉访司，晋广威将军，授江北、淮东道肃镇廉访使。31年，迁江东健康道肃镇廉访使，丁祖母忧，伏阙。东平，大明诸路有诸王牧马草地，与民田相见，互相倾袤，有司事强弱为与夺，连岁争讼不能定，乃命起迁奴治之，其讼遂息。大德2年，授太中大夫、健康路总管，未行，奉诏使怀。PG 2072。东西问民疾苦，察官吏能否。干奴勤于咨访，兴利除害，还奏军民便宜30事，多见采用。历江西湖东、江南湖北两道连访使，时中书平张伯言等故位日久，党与众盛，所人之人训情弄法，纲纪渐坏。迁奴执其时，上于县台以闻，伯言等皆被处。前后期持献节，刚正不挠，闻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籍。论未尝以内外为贤。7年，授嘉义大夫、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欲立治民，有方以暇日正皆渠，表里相，国学兴功，犹尽其力。俄尽通义大夫，同迁枢密院事。尚书言，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驮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御田产，甚则卖妻子。戍者莫归，待者当发，前后相人，困苦日甚。今边陲无事，而须单兵力，诚为非计，请以进甘肃之兵数之。而山东、河南前务者，官为出钱，赎其田产妻子，数十少。有抽业，诏从之。末己，迁参议中书省事，暂决机务，精炼明敏。凡干路之人由他道进者，一切不用，时论熙然称焉。陈宗崩，迎仁宗于前邸，奉武宗即位，为夷之计，弥伦补。义之功为多，拜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事、左翼万护府达鲁花赤，提调屯田事。赐玉带。延佑5年，起致仕，帝悯其衰老，从其请，仍给半凤中旗。身退居蒲上，著先圣宴居祠堂于骊山之下，据书万卷，言明
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100亩以给养之。有司以文，赐鹅骊山。书院。家居7年而卒，年71。赠推中府制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元，破封魏国公。是景县。子龙宝，监察御史，授同，洪泽屯万户，早卒，不兰西。南台御史，关英宝，袭洪泽屯万户，被延呼都，起进士之政。周，以治行第1，入为翰林国史院经历。PG 2073。刘荣。刘荣字仲宽，祁县西宁青海人。高祖阿华，西夏主上时。西夏平，喜西宁名于云津。荣赴海川，在喜中，后遂为云津人。荣又隐物，稍长，喜读书。其俗素尚武，荣亦善骑射，然夫之好也。中统初，以国师监入侍皇太子于东宫，命专掌库。葬。每退职，即议国子祭酒许衡，衡亦与进之。至元7年，世祖驻跸镇海，闻荣之立事，诏至，命权中书。审院。是必复前职，以中职称。15年，奉旨使江西，抚慰心腹之民。或劝其颇受宋夷。归路权贵人，可立至荣宠。荣曰：胞民以自立，吾心何安？使还，为载书及数车，献之皇太子。既急者从而缠之，由是。稍书荣，然荣意中不变。会立詹事院，荣上言曰：太子天下本，苟不得端人正事左右辅翼之，使倾斜侧媚之途径，必有损。令得。闻者视之。俄命为太子司议，改秘书监。未几，初为广平路总管。父名有同姓争财产者，宋连年部。爵荣至，取及考2人父祖名字，的其实，立断之，真者遂服。皇子云南王志变，其达鲁花赤某玉后敛，以通会于王，荣请自往，乃减其费。后以急卒于官，年5儿。加鲁纳达斯。加鲁纳达斯，为吴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臣。指安藏扎牙达斯见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番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加鲁纳达斯从国师习其法及言语。PG 2074。字积年皆通。以为无字义西天，西番经论，继承，尽其书。帝命请版，赐诸王大臣。西南小国新哈拉的威20余种来朝。加鲁纳达斯于帝前夫奏其表彰，诸国惊服。朝议兴兵讨退国，罗湖、马巴尔、巨兰、苏木都拿诸国。加鲁纳达斯奏：此皆罪尔之国，纵得之，何益？兴兵屠残民。命莫若遣使欲以祸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纳其言。命越剌野奴、铁灭等往使，将者20余国。至元24年，丞相桑哥奏为翰林学士，帝曰：加鲁纳达斯之官，非汝所当奏也。
继而着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遣侍陈宗于前邸，且必以节引至戒。陈宗即位，司其中，迁荣禄大夫、大司徒，连其老，命乘车入殿。仁宗即位，廷议太冗官，独加鲁那达斯为司徒如故，人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御安一。是年8月卒。廓里吉斯，廓里吉斯，蒙古暗赤傣氏，曾祖巴斯不花，从公乃蛮清察冗罗斯马扎儿，回诸国，常为先锋破敌，太祖加之，赐以虎符。即欲降丰州、云州，着充宣抚使。祖呼押乎新袭，直佩虎符。宪宗常与之曰：“汝所佩金符就矣，何以今事？”公命改制，以赐之。中统3年，改河中府达鲁花赤卒。复药师谋，着襄阳统。军司经历，改肃州达鲁花赤，皆不拜。枢密副使贝罗，御史中。即木巴剌引见世祖，奏曰：“此乎押乎星子也，岂以其祖父乎？”弗受之。着中顺大夫、金刚台达鲁花赤。既改光州，屡迁安东州、河中府及温州、潞州，以健康路达鲁花赤致仕。PG 2075。廓里吉斯出以宿卫，冲薄而赤。至元25年，着朝列大夫，司农少卿，赐金数代。迁中议大夫，司农卿。身资善大夫，司农卿。拜荣禄大夫，行湖广平章，将兵讨海南，生离诸洞寨。又明年，平之。师还，真入见，赐御数代，金银璧帛。公使贾钦及宝超、安乐的指还政。成宗即位，入见，赐海东青鹤、白鹤各一，及衣服有差。大德2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几，以福建立江浙，改服建道宣慰使、都元帅。升真东省平章政事。高丽行政无节，官冗明熙、廓里吉斯因西家财政以闻。有旨，真入见，比条西变。明事宜。大德5年，复拜湖广平章。余年，改陕西，以募集还京。师加官至金子光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相，卒年16。子完泽，湖广右丞，征广西贼，卒于军。小云石托呼连巴丹父。小云石托呼连，为吴人，是其国为吴鲁爱冗赤，由华严大臣也。太祖时，与其父来归。从征回国还，是睿宗于前邸。征定，睿宗分地，以为本路段事官。子巴丹，是世祖为保而赤，因防万户。从征哈剌章有功。赐男女各1人，金一挺及银瓮等物。征阿里不歌，战于席门。突日3合，杀获甚众，赐金一挺。后以因防万户，从豫宗北。征至镇海拟李温，赐银以及超15000贯，命归守征定。末己，命行省扬州。巴丹辞曰：“臣自幼未常去陛下，愿
PG 2076。刘氏左右，改隆兴府达鲁花赤，尧授中书右巫，谕之曰：是朕就所居，汝往居之。巴丹右辞，帝不允。居3年，海都判奉旨从干麻剌太子往征之，失骸，以功赐金1挺，卒赠银。清光禄大夫、司徒。子阿里因防干户，时的安西王相府官，得兖汝定府。达鲁花赤、阿散，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腊真由会同管事同知。通政院有政绩，官至荣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兼翰林学。侍臣旨，迈政院使，卒。子察乃今子光禄大夫，中书省平章政事。察乃子时人，老张，知枢密院事，撒马度，中书省参知政事。沃罗斯，康里氏。曾祖哈施伯耀，国出款赋，为庄圣太后宫木官。祖海都，从宪宗征调于山，没于镇。父名李铁木。而世祖时为弼蛇赤，后为太傅少监。沃罗斯至元19年为内府弼蛇赤。21年拜监察御史，迁云南行省理问，领云南王府事。后以武桑歌被赞，及其家为金玉带各余，黄金10两，皆上所赐者。乃以公用系官资处，加之罪。帝曰：口腹之事，其请之。26年，至八藩罗殿宣慰司，进嘉义大夫、宣慰使。10诸蛮叛服不常，沃罗斯平之，乃立官府等司以守焉。28年，平阳都要等。9月，晋中奉大夫、西虎符。明年，为八藩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赐3诸虎符。大德6年，授通奉大夫、罗斯宣慰使，监管军万户。晋 PG 2077。正奉大夫。武宗立，赵骸，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领武卫卿。军都指挥使，大都屯田府事。寻晋荣禄大夫，中书右籍，兼翰邻国使臣旨，仍领武卫屯田。吕奉旨赐资产地宅，故辞。迁4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2年，赵骸，以杖力卧病不起。皇庆2年卒，年50。有6赠光禄大夫，义国公。子伯罗普化，出直宿尉，为宿古而赤。至大元年，为翰林。侍讲学士，以复及归士。延佑4年，复入仕为宿古而赤扎撒孙。至元年，为宿古而赤50人之长，兼领皇后宫保而赤。2年，袭授河南府同知。子察罕不花，领其所长宿尉。天历元年，见文宗于变，入直宿尉，为温都赤。拜监察御史，继迁御史台经历，中书右司郎中。授中宪大夫，龙喜总管。辅副达鲁花赤。朵罗台，唐务氏。祖小丑，太祖既定西夏，扩诸色人将。小丑以业恭敬，赐名妾颜雾兰，
命为妾连口行营工匠百户，喜居和陵，卒。复塔儿忽台袭职。阿里不歌叛，塔儿忽台从战于师母李突之地，死之。朵罗台从万户也宿胡儿、玉瓦赤等类战有功，授前卫亲军。百户机关昭信校尉，韶碑屯田千户所打鲁花赤，后已击退。朵罗台之地阔出，义业公，长县所造宫，帝称善，问其复何名？阔出对曰：塔儿忽台，臣之父也。帝见其状貌魁伟，且问其能射乎？左右对曰：能。视之，果然。遂命。PG 2078为进士。明年，武备四臣复以其功献，且奏用之。帝曰：孔子言，三纲五常，人能自治，而后能治人；能齐家，而后能治国。汝可以此言喻之，而后用之。俄卓为大同路广胜库达鲁花赤。广胜者，铸兵器之所。时总管唐荣海牙以库作公署，制甲仗于须岭中，多被虫鼠之害。阔出言于地，复之，且择其长兵器之计坏者。使者薛绰不花，纳粟鲁丁以袭取因防军衣甲攻实弱。干阔出则其入文书，领去。时县复粟鲁蛮令无入文书，且命有司封要其库，将典示之。阔出不从。是闻，帝命吃粟鲁蛮，罢之。大德元年，升大同路武州打鲁花赤，监管本州协军奥鲁劝农事。又兼建州、利州，改迁四川道廉访司事，拜监察御史，累关中大夫，大宁路总管，卒于官。朵罗台之子托欢，出直宿尉，历御史台议使，拜监察御史，迁四川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四川廉访司佥事，枢密院都事，升段事官。其在四川时，常上书曰：内外修祀，虽知官钱，而一船一瓦，皆劳民力，百姓撮怨，感伤和气。一切停罢，仍减省供佛范僧之费，以纾国用。如此则上应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治矣。回护之，多负伤大甲，以与军民。一体应义，如此则复义军矣。为国以善为宝，凡子女、玉帛、羽毛、齿革、真禽、其兽之类，皆丧得丧志之具。今后回诸色人等，不许赖宝中卖，以虚国用，违者罪而没之。如此则复伤大甲魔所失其奸伪，而国用有序积矣。其此恳之慨切，当时称之。PG 2079野仙不花。野仙不花，蒙古切烈士。祖曰席拉沃忽勒，兄弟四人，长曰托不花，次曰切烈哥，继曰哈拉阿忽拉。方太祖为时，切烈哥以身自劫纳，后兄弟四人皆律部属来归。太祖以旧好，遇之，特议他族，命为避蛇翅长，朝会宴享，使居上列。席拉沃忽勒早逝，
其子被鲁欢右氏睿宗，入宿卫。宪宗即位，与蒙哥撒儿密赞谋议，拜中书右丞相，遂专国政。赐真定之数禄为其实。至元元年，以党父阿里不哥论罪伏诛。子4人，长曰也先。不花，次曰木巴剌，出吏御史台，为中级，次曰达师蛮，类官。至迎亲荣禄大夫，次曰不花铁木儿，拜荣禄大夫，四川省平章。正是也先不花出仕其职，为跸蛇翅长。豫宗封燕王，世祖命也。先不花为之父，且谓之曰：也先不花，无旧臣子孙，端方明。信贤习典故，而每事问之，必不识而为不善也。23年，拜上柱国，光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正是时阿郎可马丁诸种焚夷为变，讨平之。遂立登云等。路、府、州、县60余所，得户20余万，观其酋长，定其贡税，边境以宁。大德2年，迁湖广行省平章。为政不怒而威，不察而明。大事极易，众论不齐，徐决一言，切重事理，贤出人意表。会汴梁行省有邀遇，非与连湖广平章正事刘汉杰，又陈彦公南。朝廷亦召2人者入。2人与也先不花常有为言，也先不花极浅。使复奏，明其无他，2人皆得势。8年，迁平章河南行省，河决洛离堤，是甚为都有司先。PG 2080。士卒以备之，便已无患。9年，进拜上柱国，迎钦蔡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佐。丞相赏赐无须月，方面以安。至大2年卒。天历2年，赠推中守正左运议代功臣，太师，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衡阳王，是文贞。子5人，曰义廉贞，曰突鲁，曰达斯，曰切烈，曰暗贪。义廉贞，是豫宗于东宫，为嘉令。累拜迎亲荣禄大夫，湖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延佑元年卒。天历元年，赠推陈府至宣化保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3司，上柱元，破封武昌王，是中定。突鲁，历仕4朝，起家宗政府也可扎鲁花赤，拜开府仪同3司，中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陆军国重事，薨。天历2年，赠怀中秉义昭宣弼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追封广阳王。达斯，是至资德大夫，湖南宣慰使。切烈，是至中正使。暗贪，是陈宗，袭常宿卫，有旨给妻盛传，是往事其父也。先不花于湖广。诸道县司以暗贪效行文，拜中奉大夫，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海康与安南，战成诸夷暗境，海岛深。离叛服不长，按雄威望速者，夷人铁服，身离王高等20余栋，皆愿书贡税。在正基年，以省亲辞去。至大2年，拜
拜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魏己奔赴丧于武昌，以哀悔至极促。天历2年，赠秉义效忠者节左制功臣，太保、开府仪同3司，上柱元，追封特进赵国公，中书左吉乡，是真孝子阿荣，由素未起家，湖南道宣慰副使，历拜魁章阁大学士，荣禄。PG 2081大夫。太喜宗承院使都点治神谕殿试 PG 2082元始卷69列传第22铁戈树塔出塔里赤塔海铁木儿口儿疾呼都贝儿素月举连赤海牙阿达赤明安呼灵师师喇叭都儿彻里和喇起台托英纳和尚。铁戈树，高昌人，世居武城，后徙京师。曾祖父达氏，有谋略，为国人所信服。太祖西征，高昌国主据，以锦衣、白貂，冒召达氏与谋。达氏知天命有归，劝其主直至称臣，以安其国，由谥号为尚书。太祖班师，诸王言于帝曰：“达氏之子也。”李树骁勇善战，所将部落又强大。闻其人美思虑众孝顺而未有机变，何至之乎？太祖视其意，即诏给一马500，引与俱来。及至，引荐。盛器重之。丙午，太祖西征，也李树别从亲。王按指台与敌战有功，甚见轻退。王方以将盖仗日而作，即闻。也李树议事，喜见颜色，称善久之，既退，撒其盖送之10里。遂的肩长4环卫之臂蛇翅。人臣从国兵讨金，以战功最多。赏赖优渥。甲午，复呼都虎及汉户口，酬其赋役，分诸功臣矣。的人服其名。铁戈树，也李树长子也，有沈渊有才，常有拥兵叛者。铁戈树虑族人与战于而落。时军心。薄袭繁疾，铁戈树亦以其。PG 2083国书识之，无遗失者，帝甚嘉焉。至元中，擢为立地州达鲁花赤，迁荣安府达鲁花赤。是土人蔡知府者以众叛，铁戈树虑众。先登冒矢时，身被数枪。犹战不已，遂讨平之。主将怒，将屠其臣。铁戈树请曰：“叛者蔡知府数人而已，城中之人何欲焉？何诛其党羽而止，无令滥及非孤？”主将量其诚恳，臣遂的权。累官至嘉义大夫。婺州路达鲁花赤所在贤者政绩，大德以害卒，陈宗敕其孙海寿载其旧归葬京师，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封云国公，谥简肃，子4人。亦兼雅礼，又给谥豫宗公。至元15年，为中书省宣使。常使河南，事变，正大义。亦兼雅礼命所在村郭构士庐，备医药，以处病者，由是军民权。活者众。迁职省舍人。陈中书袭征考上都楚代，
即还第次景。依貂裘一袭，以经其能。初为湖州路达鲁花赤，卒于官。月连。戍同知安陆府事。巴扎同知宣政院事。孙九人，海寿义。兼雅礼于也。由素为世祖朝类官至太中大夫，杭州路达鲁花赤，招附刘明有恩惠。卒，赠翰林直学士，封范阳郡侯，世会。命。塔出。塔出，布兀剌子也。幼孤，常善骑射。至元元年，入仕世祖，战队多称旨，赐以宝获衣物。4年，给以察罕10亿赋税之半，又还其所服都护3人。7年，降金虎符，授昭勇大将军、山东统军使，正举。密、交、夷、谭、丕、肃、即墨等臣，设方略，警斥后，宋人。不敢北向。PG 2084。9年，赵更统军司为行枢密院，改迁枢密院事。戍江兵功。下兵怀宝栅，掠得连海，获人畜万计。宋人蒋德胜来将，塔出。表言宜加赏赖以劝来者，于是赐黄金50两，白金备之。10年，改迁谁西等处行枢密院事，陈正阳以扼淮海诸州兵。宋承义律安丰、卢、寿等州兵数挠其意，塔出选精锐日食。数战，亦遁去，促陈正阳。宋人复造战舰于六安，欲攻正阳。塔出寻之，虑其兵焚其舰。溃饷久不济，出兵据险，前取安。封麦以饷军，宋兵必横河口，塔出将其兵大破之。11年，朝议淮上诸郡，宋之北藩，陈兼兵精，攻之。不可促下，徒劳我师。宜先渡江减其根本，留兵淮甸绝其救。元，则长江可乘虚而渡也。于是以塔出为郑国上将军、淮西行省参知政事，率师攻安丰、卢、寿等州，俘牲口万余来县。赐葡萄酒2壶，仍以曹州官员为地宅，给城南咸田为墓地。宋下贵率州师10万为正阳，决淮水灌城，济县，地遣塔出，往救之。到出颍州，遇宋兵攻颍，数卒一数百人，甚属塔出。即发公库公使，驱士人出战，欲渡颍之北关公亦破，乃即喜明。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关，火光暑天，塔出率众从。暗中射之，始下如雨，宋军退走至沙河，大破之。溺死者不可。甚忌。明日，长驱直走正阳，时方淋雨，突围入城，遂坚壁部。初，俄复开济，与右丞阿塔海分率锐师已出，渡淮至中流，皆殊死战，宋军大溃，追数10里，斩首数干级，夺战舰500余艘，遂解正阳之围。塔出乃上奏，方士之音，移民赏罚，比将士有所成劝。帝纳其言，颁赏有差。秋8月，淮有行省赋，为行院。塔出引兵击淮，屯卢、阳间。12年，从丞相伯颜以州师与宋军战，
宋军大溃，其城甲。4道奔扬州，遂奋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顺流东下，至建康、丹徒、江阴、常州，皆望风迎将。时扬州未复，迭告扬州。PG 2085。人将夜袭丹徒，守将起源，塔出设伏以待。扬州军果夜至，塔出恶西金腰击之，杀获溺死者甚众。入朝，帝赐玉带金旗弓，授淮东左副都元帅，人佩金虎符。13年，加通奉大夫，参知政事，领淮西行中书省事。沿淮诸州兴复，塔出境侵略，抚疮痍，练士卒，被奸诡，境内铁然。迁江西都元帅，征广东，塔出宣布恩信，所至西洞纳款，广东遂平。14年，加赐双虎符，为江西宣慰使。宋义望枕，广王炳走保领海，复改江西宣慰司为行中书省，迁至赣州，授塔出资正大夫、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15年，以2王室入邑。帝命张弘范、李恒总兵进讨，塔出留后，以攻军费。出江西府定，帝命挥其城，塔出即表言。豫章诸郡皆兵将围城，临辽犯役，吴城必至电逆，挥之不便，帝从之。将复之初，有谋叛者，既败获矣。塔出谓同僚曰：辅治乖方之所至也，中间岂无挂物？指诸其渠魁进是余党。瑞州张公民素左丞吕师魁谋为不轨，塔出怜之其污，曰：狂夫欲挟求获耳，若以蒙昧言具闻之朝廷，则大狱资心，怜及无辜。且失礼寄居相直，俱肯为狂妄之事。若迟一步，决恐彼惊疑，反生异谋。乃战功名而后闻，帝视之。17年，入境，赐老有家，复命行省于江西，寻以急促于京师。时年37。七名理事，以贞节称，经其门闾。二子，常宰衙，袭爵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赐弼宰衙。是至真东行中书省左丞，妻伯牙伦，泰安郡武穆王被鲁欢之女，一手亦有闲行。PG 2086。塔里赤，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李白，太祖时以武功授帐前总校，奉旨南征至洛阳，的唐白乐天故址，遂加焉。塔里赤又隐逸，好读书，尤善骑射。袭父职，参左戎牧，调度军马，动河事宜。行省奏充段事官。时南北民户主客良简。杂糅，蒙古军牧马草地互相占据，命塔里赤至其地理之，军民各得其所，由是士卒知其能。彼领蒙古军为樊乡，塔里赤功茂。史时，所向崔县、樊城破，襄阳将。从丞相伯颜渡江，驻临安，寻命平章奥鲁赤等分为6路，追袭宋2王。塔里赤领军至福建，所过秋毫无犯，将者如归。宋都统陈宗荣率众来将，以
公迁福建招讨使。时诸郡盗起，其最甚者陈调偃，拥众5万，献漳州行省。陈至命塔里赤为闽广大都督，征南都元帅，总4省军，复漳州。生擒陈调偃录于市，余党悉伏诛。既从征交旨，即拜皇圣。许等击攻嘉正国上将军3朱虎符、广西宣两江道宣慰使都元帅。贺州盗起，塔里赤讨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浙东。金疮发卒，赠辅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护军，追封临安郡公。子2人，脱脱木儿，少武汀州新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万奴，广西卫使都元帅。塔海铁木儿，塔海铁木儿，达里代人。其先在太祖时是国王木华黎。PG 2087。将左手大万户下蒙古军，镇太原以西8州，破金江王公左军，斩公左，从攻陕右，征河西，灭金，皆有功，赐种田户270。曾祖推木勒哥嗣，从都元帅塔海干部征蜀，死于兴元。祖扎剌代嗣。扎剌代卒，父拜达而上右，从祖扎里、达数相继袭。其职。扎里从都元帅大达征蜀，以所统军200人破宋军于8州，斩首300级，生擒50余人。达数以西川行枢密院袭领兵，3干人救刁门，大败宋军，斩首300余级，俘100余人以归。达而既长，使以副官从行省也速代而征建都，死军中。塔海铁木儿袭复职，初从行院呼敦为嘉定，嘉定将。晋为重庆守将张觉出师迎敌，塔海铁木儿力战陷阵，功最多。15年，又以都鲁军200人破宋军于白水江，夺战船夷，俘其众13人，升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从也速达而征议西部。薛又从征都长蛮，皆以为前锋，杀获甚众。九西蛮、散猫、大盘蛮上木的士用等叛，从行省趋利缉私，率师往讨，皆擒之，即杀其酋长头狗等。也速达而要剌罕律。兵万人会云南兵讨乌蒙蛮，至闹噪，其酋长阿蒙律500余众奔。麻布蛮的塔海铁木儿以400人造至山庆中，大败之，擒阿蒙，已归。26年，又从也速达而西征，不知所终。口儿集。口儿集，阿速氏，宪宗时，与父福德来次拒直宿卫，领阿速军20户。世祖时，口儿集以100户从元帅阿术伐宋有功，赐以白金等物。宋平，命充大宗政府也可扎鲁花赤，领阿速军从。征海都，以功受上赏。师还，陈宗命宣府湖广等处访求民。末，还人就职。至大元年，武宗命充、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进阶广威将军。4年，卒。子的弥的儿由豫典敕改百户，领阿速军，从指挥御找师。
真叛王乃言，却金刚奴军于力保直之地，降哈丹、突鲁干、类。PG 2088，以功受赏。至大4年，袭复职，授明威将军、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子香山，是武宗、仁宗，直宿卫。天历元年9月，兵兴。从战宜兴，即杀敌兵7人，自旦至暮，却敌兵凡13处。以公赐金带衣，授左阿速卫都指挥使。忽都，蒙古兀罗代事。复被罕，是太祖，被宿卫。太宗时为镇西行省，领蒙古、汉军从攻河中、潼关、河南，屡败。止思、扎呼傣、阿斯兰公秦拱及人和珠宝，又屡败止思守京。诏遂以末，授左守万户，从都元帅达海前出征，促军中。宪宗命忽都将其军从都元帅大达攻巴州，又从都元帅钮灵渡马湖江，破宋叙州兵于老君山下。中统元年，宋将以州师2干犯成都新京，忽都逆击败之，斩首150级。至元元年，授蒙古汉军总管。2年，从都元帅百家奴拜宋将下跪于淮安。5年，卒。子扎呼傣，时在宿卫，弟忽都达利袭其职。忽都达利卒。扎呼傣嗣，为干户，从行抠密院为重庆。重庆守张觉遣进兵数，迁出挑战，扎呼傣力战大破之。回军为泸州，未下，行枢密院。遣入朝记事，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复还攻户、登城、与卢兵搏战而死。子阿都赤嗣。备而速。礼而速，脱推事。世祖时直宿卫，护驾真哈剌章骸，弟筑壁高阜，见河北有驾舟而来者，故谓左右曰：是贼也，奈何？自思肃进曰：臣请谕之。即解衣明度、辉哥剌死周伟2人。PG 2089。拿其州旧案，州中之人仓皇错，帝命左右西擒之。哈剌章平。以功论赏。子达达呵儿，从征备可有功，由素未升武德将军，皆指接。列温干户所达鲁花赤。从征叛王乃言，也不干等，奋割及死数人。秦也不干，收其所管清察之民。武宗时，晋怀远大将军。元帅，卒。越举连赤海牙，为务儿。从宪宗征调。于山，奉命修居要以辽师役，赏白金50两。既从庶太子满哥。都征云南，战数胜。中统3年，火都记达黎叛，领兵与讨平之。至元时2年，配虎符，为陇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司郎孙火石言谋乱，从皇太子安西往镇之，皇太子赐以白金5两。15年，与伯素代平吐鲁，皇子复赐金衣腰带金碗，且以其公文。17年，进攻嘉义大夫，人居就职。20年，进中奉大夫。四州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巡以及归秦州。大德8年卒。
至顺中，赠推中宣吏定远功臣，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护军，追封威宁公，世相近。阿达赤，阿速氏，父昂和司，县。宗时配虎符为万户。阿达赤护从宪宗南征，与敌兵战于建州，以功赏白银。礼部歌叛，从野而窃等征之，有功。世祖中统3年，从征礼坦，身20余战，内攻受金符干户。丞相伯言，平章阿术之平江南。也，阿达赤皆在杭中，者战功，没于阵，帝怜之，特赐钞70。定白金500两，为藏具，仍赐镇朝之民1539户。命其子伯达儿袭职。伯达儿从别吉列迷失北征，与瓮吉剌止儿瓦台战于雅里半朵之地，以功受上赏。寻晋定远大将军、后卫都指挥使，兼有阿速卫士，将阿速军往征别师8里，与敌兵内战累捷。枢密丞 PG 2090，以其公文赏白金、貂裘、公使、安佩等，巡抚以银座以赐之。子沃罗斯，由素卫升迁龙镇卫都指挥使司事，赐一诸虎符。天历元年，御将上都军樊若干数，特赐3诸虎符，升本尉都指挥使。明安，康理事。至元13年，世祖诏明之当己离居及僧道，漏及诸色人部。当差徭者10000余人充贵敕，令明安领之。明安遂护茂也出入，可勤于事。20年，授定远大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年，赐佩虎符，领贵敕军备。又明年，立贵敕亲军都指挥使司，命为本尉达鲁花赤。荀奉旨领蒙古军8干北征。明年，至别师巴拉哈斯之地，与海都军战有功。26年冬12月，别起连叛，劫取官战托托火孙塔拉海等，明安率众追击之，五战无捷，西还之。至航海，强民阔台、萨尔塔台等率众作乱，夺3战的，劫托托火孙，明安引兵，又追击之，却其军。27年秋7月，不驷马，当先别起师，出春伯驸马，兀者台、朵罗台、兀儿达儿、塔里雅赤等略4窃薛牛马畜牧，及劫灭列太子袭伯赤并沃托，不伯各投下民殆尽。明安将兵追击，于汪及袭伯赤之城，贼军败走，还所掠之民并获其牛马畜牧等，已归。时出伯都所领军伐时，奉旨以明安所获畜牧祭之。29年，以功升定远大将军、贵敕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PG 2091，花赤。时别师巴拉哈孙道起，诏以兵讨之，战于别师巴里突儿。古蛇有功，贼军在河4000人于呼兰兀孙，明安设方略与战，大败之。大德2年，复将兵北征，与海都战。7年，没于军。子曰征歌台，曰被兰溪。
铁戈台，初为昭勇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即改充万户，则以其叔父托迭出代之。铁戈台以万户改中，为清军都指挥使，晋迎亲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字曰普延乎，礼曰善助。普延乎礼，怀远大将军、贵赤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善助，初直宿尉，历中书直审舍人，诸塞人将达鲁花赤。迁奉议大夫，迁中尉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天历元年9月，赐佩一诸虎符，从丞相燕铁木而御敌潭州等处，又虑其家人纳海等11人，自出乘马与辽军战，却其军俘84人矣。归丞相加之。被兰西、昭武大将军、中尉亲军都指挥使，机关迎亲荣禄大夫、太尉。子桑务孙，中尉亲军都指挥使。桑务孙卒，帝起。达海袭职。忽灵师。忽灵师，巴鲁剌解氏。曾祖布鲁罕罕札，是太祖，从平诸国，充巴鲁剌司干户，以其军与太赤温等战，重伤坠马，帝亲勒兵救之，以功升万户，赐黄金50两，白金500两，比直宿尉，祖许儿台，年15，能持射贼，以勇略称。从定宗清察，为千户，领兵下西番。从世祖伐宋，至亳州，与宋人迎敌，败之。复瓮及剌代，初为军器监官，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以功 PG 2092，受上赏。俄奉旨使西域，即得产，西得其实。地方欲待用之而卒。忽灵师出直宿尉，后以千户从征乃言，持马奋戈，冲击敌营，始下如雨，身被33创。陈宗亲都左右出其卒，命医疗之，以其公文。世祖以客宋所得银瓮及金酒器等赐之，命领太府监。后以干户从皇子阔出征，还留镇军中。后从陈宗与海都、都瓦等战有功，陈宗加之，特命为翰林。臣旨，改万户。与叛王沃罗斯、察巴尔等战，以功受荣禄大夫、司徒，赐银印。武宗常曰：群臣中能为国宣例如忽灵师者实先，其后赖之。于是遣使召见。未几武宗崩，仁宗即位，念其旧勋，赏赖特后。子彦不伦，初奉兴圣太后旨，充干户，改充万户。代其父职。寻罢，归其父所授司徒印及万户服于有司，仍直宿尉。至和元年秋8月，在上都司武宗之司，与同治合谋奉迎文。宗会同事者见职，乃虑其属奔还大都，特赐龙衣一袭，命为通政院使。天历元年9月，同丞相燕铁木而败王禅等兵于虹桥，又战于白福，又战于昌平东，又战于石槽。帝加其功，拜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
以世祖常遇金代赐之。施剌拔都儿，施剌拔都儿，阿速氏，父岳鲁达某，宪宗时领和素10人入晋，冲阿塔赤，从世祖至哈剌之地，战数胜，务里扬哈台以齐。公文赐所服人一口以赏之，后以金疮发�卒。施剌拔都儿至自托别之地，帝持赐白金、储币、牛马等。5. 至元21年，从丞相伯颜南征有功，人冲阿塔赤。帝常命放海清，曰：能获新者赏之。施剌拔都儿及元公设一兔。PG 2093。2秦以献，赏杀鱼皮杂带及貂裘，且命于上丞4为少卿，于阿速为千户。24年，授武略将军，管阿速军干户，赐金符。乃言叛，从诸王和元鲁往征之，力战有功。乃言平，帝赏以金腰带及银胶床等。25年，晋武德将军，上丞4少卿，兼阿速千户。征哈达安等，拜之，获其驮马等物。成宗加其功，以军2干1之。讨叛王脱脱，擒之，以功受赏。大德6年卒。子纳海产，袭其职。至大2年，晋宣武将军，又为阿速亲军都指挥使，赐3铢虎符。太定2年，谭家明威将军。撤礼，阿速氏，父别吉巴，在宪宗时从宫调于山，以功受赏。彻礼是世祖，冲火而赤。从征海都，奋戈及其前锋，官军2人献阵，耶而出之，以功受赏。后从征航海，获其牛马畜牧，悉以给军食。帝加之，赏超3干500锭，仍以分赖士卒。成宗时，到巨伯洛托儿之地，命将兵讨之，获3干余人。诛其酋长还。奉命同客省使拔都儿等往巴尔胡之地，以前所获人口畜牧悉给其主。军还，帝特赐超100锭。武宗居前邸，以饮酒器赏之。至大2年，立左阿速位，授本尉佥事，赐金符。皇庆2年，从襄宁往北征，以功赐1铢虎符。子师列门，直宿尉。至和元年秋8月，从知苑脱脱木而至。朝河川，获完者巴都儿、爱的金等12人，录8人，执4人归。PG 2094。京师。父于宜兴遇施剌，乃马台等迎战，奋戈及死2人，以功赏白金、储币。天历元年，从即突满台而之兵于2家店，杀其4人，复以功受赏。从战冀州，又杀其4人。11月，又破杀12人于坛子山，以功受左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佥事。何剌，务速而及事。至元9年，见世祖，召入太官职。从讨叛王乃言，赐白金、储币、甲胄、囊驼、鞍马，以其才堪使。远成宗时使高丽、使和林、使江西、福建，不失使旨。
授中永校尉、中书直审舍人。初兼习州，迁奉训大夫。武宗诏曰：何剌世祖旧臣，可授奉议大夫，都水监卿。明年，加议大夫。又明年，配金虎符，兼职东水鞑靼女直万户府达鲁花敕。延佑元年，特授资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人监骑军。3年，赵骸，特授荣禄大夫、大司农。卒，年63。赠推陈宣吏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记国公，谥安穆。子不花，素为仁宗前邸。及继位，特授忠顺大夫、中书直审舍人，改客省副使，迁太中大夫，典睿太监，改左司员外郎，参议中书省事，拜中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资德大夫。宣徽副使，同知宣徽事，改典睿院使，监视其副监军，配金虎符，改翰林学士。至元年，任翰林学士、监军，领东藩诸部。奏事 PG 2095。启台，察台事。至元24年，为清察卫百户，从土哈真。叛王失列及乃言有功，赐金符，升干户。从真呼剌出，战于阿里台之地。元贞2年，以疾卒。子哈赞赤袭职，从创务而于魁列儿之地，与哈达安战有功。大德5年，从战航海。从武宗亲征哈剌阿达，复从创务儿。征不别，8连，为前锋，以功受赏赖。皇庆2年，授金符，为干户。明宗居前邸。延佑4年，命从西征，与突满铁木而战于施剌塔尔马师之地，以功复受后赏。居其第15年。天历2年，赐金符，授昭勇大将军，同知大都督府事。卒。托英纳，鞑靼差事。世祖时从真乃言，以功受上赏。大德7年，授清察卫清军千户所达鲁花敕。武德将军，赐金符。8年，改太仆少卿。10年，迁阿尔鲁军万户府达鲁花敕，赐金虎符，进阶怀远大将军。寻改中奉大夫、太仆少卿，人间前职。至大2年，拜甘肃行尚书省参知政事，通奉大夫。4年，入为太仆卿，升正奉大夫。PG 2096。皇庆元年，授阿尔鲁万户府襄阳汉军达鲁花敕，人领太仆卿。延佑3年，拜资德大夫，甘肃行中书右丞。至2年，改通政使，转会府院使，巡抚通政。至和元年，分院上都。秋8月，为盗剌沙所杀。文宗即位，特赠宣吏手艺功臣、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政事。追封记国公，侍中景。有余曰定同，只省哈朗。定同袭复职，阿尔鲁万户府襄阳。万户府汉军达鲁花敕，
配金虎符，名威将军。至圣哈朗，出授清察清军干户所达鲁花赤，配金符，武略将军。改授朝列大夫、通政院副使，历同知、升院使、积功中奉大夫。和尚，蒙古乃蛮台氏。祖海粟，冲袭列木干户所蒙古军百户。伯父兀鲁不花，出冲蒙古军50户。至元7年，从袭列木干户南征，以功命全100户，从迁省阿速海牙攻樊城。11年，从攻新城，又从攻鄂东门，攻处州，屡立战功。25年，赐银符，授敦武校尉，后卫清军100户。是年秋卒，复切列即袭。切列即卒，和尚袭。至大3年，晋忠义校尉，后卫清军副干户，赐金符。延佑2年，江西宁都寇起，杀守土官吏，从元帅起助等总兵讨之，生擒贼裘戎吴9诛之，捣其巢穴。至和元年8月，西安王以兵讨到剌沙，命从丞相验铁木儿。秦乌伯都剌，分兵备御。天历元年9月，从占通州，以功赏名马。从即犯洪桥之兵，首歌赐死2人，败之，夺洪桥，及钮林泽大夫等力战于白夫，杀其4人。和尚白丞相日，两军相战，当有变，今号因。PG 2097。据黑，无变，我军一役已白。丞相然之。战于昌平丽园，杀2人。又与雅师铁木儿战于石槽，杀3人。10月，从即突满台。儿子潭州南桑口，败之。又从丞相追击其军于潭州之北，有功。11月，命领8位把总迁古都政府司事。PG 2098。元史卷70列传第23。哈拉哈孙阿沙布花拜注。哈拉哈孙，沃拉那儿氏。曾祖起袭里，始是王可汗，托沃陵。王可汗与太祖约为兄弟，及太祖的众，因忌之，谋害太祖。起袭里前以其谋来告，太祖乃与20余人一系遁去，诸不闻者多归之，还攻灭王可汗，并其众，爵起袭里为干户，赐号达拉罕。从平河西，西域诸国。祖伯理察，太宗时从太帝睿宗，攻河南，取汴、蔡，灭金，赐顺德以为分邑，复囊加台，从县。宗伐蜀，卒于军。哈拉哈孙威重，不忘言孝，善骑射，攻国书，又雅众儒术。至元9年，世祖陆勋成后，命长宿卫，袭号达拉罕，自是人称达拉罕而不明。帝常谕之曰：汝家勋载王府，行且待用。汝意。又与皇太子曰：达拉罕非常人比，可善谕之。18年，割清，连2州，议其10邑。22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审录冤制，所活数百人。时相请以江南欲立宗正。哈拉哈孙曰：江南心腹，教令
未服，且相去数千里，欲遥至其行狱，得无冤乎？是遂止。28年，拜荣禄大夫、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台臣言其在。宗正觉欲平，即去，恐难其计者。帝曰：湖广之地，正常住。PG 2099。必非私人不可。遂行。时江湖问盗贼出没，飘取商旅货财。哈喇哈孙至，则发促西秦诛之，水陆之徒使皆无梗。初，枢密制行院于各省，分兵民为2，兼人执党自毙。后因入晋籍，臣其不便，帝为罢之。因问曰：封县之职，人多言其劳力，至信乎？对曰：朝廷设此以纠奸特，贪利极之，妄为谤。2. 帝然其言。30年，平章刘国节将兵征交趾，哈喇哈孙借将吏无扰。明会有夺民于蔡者，仗其干户，军中肃然。俄有只发胡相附，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哈喇哈孙密遣使奏曰：往年远征无功，疮痍莫复，今又图民瘴乡，必将怨叛，力莫知其。奏报卷请属，弗答。力再请，则曰：孤缓之。未几，使还报罢，民皆感悦。及广西元帅府请募南丹5000户屯田，事上。行省哈喇哈孙曰：此土著之民，诚为变之，内足以时空的，外足以至交趾之寇，可不凡士卒而馈享有余。即命度的，立为5屯，统以屯长，给牛种农具与之。湖南宣慰张国际谏言，欲按唐宋末征民间下税。哈喇哈孙曰：亡国必正，师宽大之意，圣朝岂可行耶？奏止其意。大德2年，入朝上都，承宗拜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是正7日，征拜中书左丞相，进阶迎亲光禄大夫。祭拜，命敕严厉之徒，亦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如陈杂。亦京师9阙孔子庙，而国学欲他属，乃奏建庙学，选民如为学官，采进臣子弟入学。又集群议建南郊，为一代定制。5年，同列有以云南行省左丞刘生记倡议曰：世祖以神武艺海内，功盖万世。今上4大立服，未有武功以彰修烈，西南已有800袭复国位奉正朔，请往征之。哈喇哈孙曰：山断小夷，辽绝万里，可御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不听，进发兵2万，命申江以往。到出湖广，民疲于溃饷，即赐顺元。PG 2100。申携蛇节求金3000两，马3干匹。蛇节因民不堪，举兵为生余。穷谷，首尾不能相救。是闻遣平章刘国节往援，稿蛇节，斩军中，然士卒存者才11、2，转饷者亦如之，弃无成功。帝使会不用其言。会赦，有司议事深罪。
哈喇哈孙曰：矫民首，幸丧失辱国，非常罪鄙，不诛吾以谢天下。奏诛之。7年，晋中书右吉相。常言治道必先守令，禁用多不得其人。于是经加遴选，定官吏赃罪12章及丁忧、昏聘、盗贼等。至晋县户籍山泽之吏，每岁车驾幸上都，哈喇哈孙必留守京师。时帝服狱，至出中宫，群邪党附，哈喇哈孙以身匡之，天下晏然。10年，加开府仪同3司，兼修国史，治辽属。冬11月，帝请疾驾甚，入侍医药，出总宿卫。藩王欲入侍疾者不听，日礼积物如故。11年春，陈宗崩。15宗辅军北边，仁宗室太后在怀。庆，诸奸臣谋断北道，请陈后垂帘听政，立安西王阿难达。哈喇哈孙密迫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西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即握脚下，内指日数制，并听文书皆不属。众欲害之，莫敢发。及仁宗至近郊，犹未之也。3月朔，列督请属，后决以3朋3日御殿听政，乃立属之，众大喜，莫之所为。明日，迎仁宗入，指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难达等就诸内南西乎。自冬至春，未尝移至家修墓。夏5月，武宗至。自北即皇帝位，拜太傅，陆军国重事，人总百魁，赐宅1区，以其余托欢入仕。出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进，诸王突剌实守。复之，以功封越望，3公尽信其地，赐予甚厚，以庆元禄为旗。10邑。哈喇哈孙力争之，曰：祖宗之制，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突剌叔属岂得以1日之功废万世之治哉？帝不听。突 PG 2101。替因赠于帝曰：方安西王谋干大统，哈喇哈孙亦常属文书。由是罢相出镇北边。诏曰：何陵为北边重镇，今诸部将者又100余万，非众臣不足以镇之，念无以益哈喇哈孙者。赐黄金300两，白银3干500两，超15万贯，帛4万端，汝马6匹，以太帛。右丞相行和陵省事。太后亦赐帛200端，超5万贯。至镇，斩为盗者1人，分条使者镇将户，奏出超帛1牛羊，以给之。进水者教取色时，会大雪，民无取得时，命诸部置船车，相去各300里，凡10船，转米数万石以饷饥民，不足则役。以牛羊又度的至内仓，积粟以待来者。郡谷渠，盖田数千顷，至称海屯田，教部落杂耕其问，岁的米20余万。北边大至大元年，赐大帐，如诸王诸藩礼。11月，请疾，与其属曰：吾不复能佐理国事矣。行省之务，汝曹免之，无遗朝。
廷忧。薨，年52。帝闻之，惊道曰：丧我贤相。父超25000贯。诏归葬昌平，追赠推臣吕正左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破封顺德王，是中县。子托欢，由太子宾客拜御史中丞，袭号达拉罕，进御史大夫，行台江南。寻拜平章，行省江浙，进左丞相，兼领行宣政院。仲后有复封，喜读书，为正部上科报，得众心。至和元年，卒于官，年37。子蛮蛮。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者，康里国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时，其祖母山灭古马里氏新寡，有2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国乱家。PG 2102。破魔所依，欲去而归朝廷，念无以自达。一系有数驼皆中腹突，入营中，驱之不去。但乃系驼营外，至所附其旁，夜复纳营中。后有求者归之，如是10余日，终无求者，乃发誓其庄，皆悉遇。众宝今曰：待天欲资我而东耶？不然，此岂无所宜有？遂驱迟载2子越数国至京师。时太祖已崩，太宗立，尽献其所有，帝深异之，命有司治地舍，具领系以居焉。居2年，文国终已定，夜帝欲归。帝曰：汝袭何为而来？今何为而去？且问其所欲。对曰：臣望袭以国乱无主，远归陛下，今赖陛下威德，文国已定，欲归守坟墓耳。安推2子，虽愚无之愿，刘氏陛下。帝大喜，立召2子入宿卫，而礼遣之。后13年，复来，则2子以从宪宗法属矣。逮至河宁，闻宪宗崩，诸将皆还，而2子独后，心方以为忧。过一古庙，因入岛焉，若闻神语，连称好好，而不知其故。问其国人通汉语者，知为己语。还至舍，则2子已至矣，遂留居焉。曲律无子。牙牙后封康国王，生6子。阿沙不花最贤，年14，入仕世祖。世祖赐土田给奴隶，使居兴和之天成。会西藩遣使者有所奏请，既欲遣之。后数日，帝问进士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请？朕贺辞以遣。诸大臣莫能对，阿沙不花从旁代对甚详悉。帝因怒诸大臣曰：卿等年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常护从上都，方入朝，而公草多漏，险足而行。帝欲大安阁，望而见之，只以为是臣解。一日，故命诸门卫勿纳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诸门卫皆不纳，乃从水斗中入。帝问入，以实对，且曰：臣1日不入室，身将鹤归。帝大悦，更谕诸门卫听其出入，命敕4宿卫兵器，无敢或慢。复使掌门，无敢拦入。帝曰：可用矣。
乃言叛，诸王那牙等皆应之。帝问即将安出，对曰：臣余以为莫若先辅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是自孤矣。帝曰 ：PG 2103。善，卿视为正行之。即北说那牙曰：大王闻乃言反耶？曰：闻之。曰：大王之乃言以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言外应，今乃言既自归，以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获，大王何不往见上自陈，为万全计？那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阿沙不花还报，帝乃议卿真，命征兵辽阳，以干护帅袭宝敕之众从行。即乃延平，阿沙不花以大同、兴和两郡当车驾所经有为台。领者数十里无居民，请召有司作事领中，徒1民100户居之。割境内袭宝敕目的使耕种以自养，从之。阿沙不花既领袭宝敕，帝复欲尽喜兴和桃山数10村之民，以其地为袭宝敕目的。阿沙不花故请存3干户以给殷实，帝皆听纳。民得之，至今隐。时必记。至元30年，海都叛，成宗以皇孙辅军于备。阿沙不花从行，于金山战航海有功。成宗即位，会大宗正扎虏火赤托而诉，以赃诬闻，召居问之，托而诉服罪，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吉剌。阿吉剌，亦阎罗王也。有诉诸卿，张宣因私，既抵罪，帝遣兵马都指挥使呼剌数及枚其家，以受戮诛。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实文，4宅1区，超15000民，兼2城兵马都指挥使事。武宗时为怀宁王，总军漠北，问今日才可待用者为谁？对曰：母弟托将相才也。吾以易之，遂命从行。后果为名臣。成宗崩，安西王阿难达臣兼谋计大统，成后即丞相阿忽台，诸王迷李铁木而皆因为之助。时武宗犹在北边，太后即人。宗义在怀梦未至，是武宗遣托记事京师，丞相哈剌哈孙令疾，还报武宗，而成后以密谕通政使旨，而哈郎指其一马。阿沙不花知事急，与同知通政院士查乃谋，作先日属文书给马去，旨而 PG 2104。哈郎闻托已去，方节问吏，阅案牍乃止。太后及仁宗记至今。诗有言安西王谋以3月3日委贺仁宗千秋节，因以举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剌哈孙，且曰：先人者胜，后人者败。后一垂帘听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哈孙曰：善。乃前2日白仁宗，诈称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记事，至，即直送上都。进诸丞相阿忽台以下诸奸臣，与哈剌哈孙皆居境。
中。仁宗以太子监国，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迟回不进，遣使还报太后曰：非阿沙布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上运以往。至野马川，见武宗，被道两公议，即承安西王谋变始末，且言太子监国所以被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他。武宗大悦，解一一之，拜中书平章政事、军国大事并听裁决。应奏平内南之有功者，验止割以下10人为兵马指挥，为直审舍人。诏先奉葡萄酒及锦旗还报2功。仁宗即日率群臣出营。武宗入上都，加阿沙布花特进太尉，依前平章政事，命与丞相塔斯布花还京师至安西王党、株连作囊家珍等30余人，皆视之。常命出太府经分赐诸王贵戚及进士。方出朝，见一人仓皇若有所惧状，曰：此必到京者。赵节问之，果得黄金50两，白金100两以文，就以金赐之。命诸道者，辞曰：道诸故当，今非臣所宜的，愿还今以赎到死。帝悦而从之。有近臣卒居帝前，帝即命出超15万贯赐之。阿沙布花顿首言曰：以卒居而受上赏，则其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臣死不敢奉诏。乃止。帝又常御五花殿、丞相塔斯布花、三宝奴、忠臣伯颜等。是阿沙布花见帝容色日翠，乃进曰：八珍之味不知欲，万金之身不知爱，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为礼臬事审，积贫事好，是有2府罚孤数，未有 PG 2105不颠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纵不自爱，如宗社何？帝大悦曰：非亲孰为？正言。既自今无碍于言，正不忘也。因命敬酒。阿沙布花顿首谢曰：臣方欲陛下解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左右皆贺帝的直臣。遂进开府仪同3司、中书、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复平章政事、陆军国重事，兼广武康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封康国公。有意左道或重者，诸事臣大家多。幸趋之，进至于法，迁之枢密院事。以至大2年10月薨于位，年47。至正元年，赐纯臣义德镇县保大功臣，开府仪同3司、中书右丞相，上柱国，追封顺宁王，是忠烈。其继世别哥伦氏，亦有志行，寡居30年，未尝忘言孝，身不服华彩。赵经其门，与原配达海的金氏并封顺宁王夫人。子伯嘉讷，廉直刚敏，忧国如忧家，常为经营，屯储未有。小名梅洞尔乌守海商100时，有6人为盗而掠其资，欲拒谢送。刑部
命伯加讷审录之，尽得其冤状。白丞相视之，还其祸。后迁翰林侍读学士。拜注。拜注，安童孙也。5岁而孤，大夫人教养之。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至大2年，袭为宿卫长。仁宗即位，延佑2年。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4年，晋荣禄大夫、大司徒。5年，晋金子光禄大夫。6年，加开府仪同3司，余病如故。每议大政，必问曰 ：“PG 2106，何典故否？”同官有意见者，曰：“代朝只说典故耶？”拜注为笑曰：“公事言之，国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对。太常事简，每退时必言如是资访古今礼乐行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常曰：人之事患，随所执思，事皆可习。至于学问，有本，失于事业，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资也。”英宗在东宫，问宿卫之臣于左右，咸称拜注贤。遣使召之，欲。拜注谓使者曰：“咸宜之计，君子所慎，我常天子宿卫而与东宫私相往来，我故得罪，亦岂太子服耶？”进步往。英宗登基，拜中书平章政事，会诸侯王于大明殿，召进读。太祖金匮宝训，威仪整暇，语音鸣唱，莫不注目耸听。夏5月，宣徽使师列门，要树木七野李师八等谋为逆，帝密得其事，欲穆卿阁，召拜注谋之。对曰：“此辈擅权乱政久矣，今犹不成。因结党羽，谋为社稷，宜肃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动容，曰：“此正治也。”命律卫士请斩之，其党皆伏诛。拜中书左丞相。先时，进士传旨以姓名附中书权著者6、7。百渊选曹为之庸制。拜注奏革之，祝授一选革次第，立吴荣间。行曹氏有情可经者宽恕之，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谕左右曰：“汝辈慎之，苟陷国法，我虽驱赦，拜注不辱恕也。”至元年春正月，帝御结彩楼于镜中，原系张灯设宴。10居先帝丧，参议张养浩上书。拜注未当觐见，即秀其书入奏。帝阅而止，仍赐养浩帛，以经直言。3月，从信上都，赐察罕。恼儿，帝以行宫亨利殿制度悲哀，欲更广之。奏曰：“此的苦。”罕入下使种宿属，陛下初登大宝，不求名末，而具心大义矣。防农务，恐失民望，从之。帝常为拜注日，正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穆华黎从太祖开拓土域，安同乡士祖克承善治也。卿念祖宗令文，岂有不尽心者乎？拜注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谓者3：为汝祖宗，为天下事大，实践有所谓。” PG 2107。晋
未少不克负荷，吾以上报甚恩。为陛下垂悯，实加训斥。幸甚。延佑间，朔漠大风雪，养马驮处尽死，人民流散矣。子女欲人为奴婢。拜筑以兴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家正序，请立。宗人谓总之。命县官赎至魏中，以遂生养。至元14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世40年，亲享之礼位。遐讲义。拜筑奏曰：古云礼乐100年而后兴，郊庙既享此其时。乙，帝乐曰：朕能行之。御敕有司，以亲享太师仪助礼。节，一尊典故，无善增损。冬10月，始有事于太庙。2年春正月，梦想，始备法驾，设黄辉大帐，地服通天冠，降纱袍，出自岁天门。拜筑摄太尉以从。帝见与谓。延佑间，朔漠大风雪，养马驮处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欲人为奴婢。拜筑以兴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家正序，请立宗人。谓总之，命县官赎至魏中，以遂生养。至元14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世40年，亲享之礼位。遐讲义。拜筑奏曰：古云礼乐100年而后兴，郊庙既享，此其时矣。帝乐曰：朕能行之。御敕有司，以亲享太师仪助礼节，一尊典故，无善增损。冬10月，始有事于太庙。2年春正月，梦想，始备法驾，设黄辉大帐，地服通天冠，降纱袍，出自崇天门。拜筑摄太尉以从。帝见与谓文物之美，故拜筑曰：朕用亲言举行大礼，亦亲所共喜也。对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独臣之幸，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至斋大赐，行着献礼，升降周旋也。若素习，中外肃然。明日还公，鼓吹交作，万姓耸观，100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拜筑律百僚称贺于大明殿，直视之。臣赐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庙前殿，亦行辖地配享等礼。帝从容。谓拜筑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虑所及，汝为朕股肱，吾望归谏，以辅朕之不逮。拜筑顿首谢曰：其尧，舜为君，每事循众，善则舍己从人，万事称圣。桀，纣为君，具见自贤。PG 2038。越人从己，好敬小人，国灭而身不保，明道于今称为无道之主。臣等养和洪恩，敢不竭忠以报。然是言之则易，行之则难。唯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则臣之罪也。帝加纳之。时右丞相铁木迭而贪滥绝显，屡杀大臣，欲卖官，广利朋党，凡不负己者，必以势去之。由恶平章王毅，又臣高仿，因在京诸仓粮除失县，欲奏诛之。拜筑密言于帝曰：论道经邦，宰相是也，以今古细物则之可乎？帝然之，惧得不死。铁木
牒而复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以助己。思明为尽力，即拜助。方正每与其党密语，谋中害之。左右得其情，臣奸以告，且请备之。拜助曰：我祖宗为国元勋，仕笃忠贞，100有余年。我今年少，叨受宠命，盖以此耳。大臣协和，国之利也。今矣。又相仇我求报之，非特无2人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5. 知敬无心，上不负君父，下不负市民而已。死生祸福，天时见之，汝辈无复言。未几，奉旨往立中献王碑于范阳。铁木迭而久称疾，闻拜助行，将出立审事，入朝，至内门，帝遣速速。赐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样样而还。然其党犹不列朝中，势必秉于其家，以拜助故，不得大。祀其间，百计轻之，终不能遂。在今仓曹管库之职，遂终立应。注代。时张思明亦称疾不出，众皆顾望。拜助虽朝夕帝前矣，事不可缓，乃日作审中尉僚属曰：左丞病，审事遂废乎？郎中李处公曰：今古之职，须慎选择，不得其人，未敢拒你。拜助曰：汝为卖官之计耳。遣人善为思明，乃出贡必权。是。拜助每以学校正化大员，似缓时急，而主者不务尽心，遂至废弛，请令内外官议整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问之，对曰：清净寂灭，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人义，则纲常乱。乙又常谓拜助曰：今亦有如唐魏征之敢谏者乎？对曰 ：PG 2039。盘源则水源，余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征敢谏之臣。帝并善之。6月壬寅，敕赐平江于田万亩。拜助辞曰：陛下命臣离政庶务，若先受赐田，人其为何？帝曰：汝勋救子孙，加以连胜，人获元利，朕自御之。秋7月，奏诏张思明议上都，恕其罪，杖而逐之。铁木迭而计议并促。拜助哭之痛。初，这名无稽以类待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奎，奎陆宣正使。巴剌及司买至诸寺，以役僧领，缴诏出库超650万贯筹期。直田以久为他人之业，铁木迭而父子及铁师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真人蔡道太以奸杀人，欲以成铁木迭而纳。其今另有思辨其欲。拜助举奏2事，命台察居之，尽得其情。以田归主，刘、蔡、巴剌及司等皆作死，舆论罪有差。特赦帖。10. 冬12月，晋右丞相，兼修国史。帝欲决以3公，恳辞。遂不至左相，独任以正。首见张圭，复平章政事，召用治士老臣，忧其录制，议事中书。
不赐用财，唯恐少后，日以尽贤退。不孝为重物，换法制不一，有司魔所守，奏详定旧典以为通制。帝幸五台，拜祝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前古民之高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保敛则民足而国安。帝曰：亲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3年春2月，将进，仁宗实录，先1日，诣翰林国史院听读。首卷书大德11年事，部书左丞相哈拉哈孙定策公，为书越望突。剌永爵从容。谓史官曰：吾左丞相，虽百越望何益？录音犬之劳，而略发宗指示之人，可乎？立命书之。其他比萧未尽。善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实践。夏6月，拜祝以海运粮食士祖10吨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PG 2040。即而今仓充满，奏请遂减20万石。帝遂并铁木牒而所增江淮粮免之。使铁木牒而过2日章，拜祝悉以奏闻。帝勿夺其官，仆其碑，奸党铁师等甚惧。帝在上都，夜寐不宁，命作佛是。拜祝以国用不足见止之。继而具诸者复因幼群僧言：国当有恶，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攘之。拜祝斥曰：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必有罪耶？奸党闻之亦惧，乃生异谋。晋王也孙铁木而时镇北边，铁师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谋，曰：是臣推王为帝。王命求之，遣使赴上都告变。未至，车驾南海。次南坡，铁师与赤金铁木儿等夜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败祝，遂弑帝于行卧。晋王即位，铁师等伏诛。赵有司被移位。百官齐速前导，于拜祝画像于海云寺，大作佛事，观者万数。无不叹息泣下。拜祝忧国忘家，常执内廷，知无不言。太官以久尽，则忧形于色。有盗其家金器100余两，他宝值巨万，继而获盗得金。家童来告，色无喜运。自言幼末，水旱乡人，民不聊生。即拜祝入相，正立纪纲，修举废坠，才不及不误，度侥幸之门，加会兵民，轻徭保敛。英宗已之，相与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远已有古未通中国者，皆朝贡请力，而奸臣为之促，苟或难云。母妾烈士，年22，寡居守节。初，拜祝为太常礼仪院使，年方20，立就地请属字，是在后浦岳群系。出烧后，母厉声呵之曰：官事不治，若尔所为岂大人事耶？拜祝生自克责。1日，入内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饮，是日强以恕之。既
归母戒之曰：天子视汝量，故强汝饮。汝当日益戒具，无酣于酒。又常待祀睿宗元庙，归侍左右。母问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对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灵，汝先是勋德故耳，汝何有焉？拜祝之贤，母之教也。后 PG 2041封东平王夫人。太定初，中书奏丞相拜祝尽忠孝节，允于群兄，起赐褒崇，以光后世。至赠清忠义德左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是中县。至正初，改至仁福道义德左运功臣，于如故。自笃临铁木耳。PG 2042列传第24。察罕。察罕，西域板勒哥城人也。父伯德纳，遂耕城，国兵下西域，举族来归。是亲王序列，授河东民府副总管，因居河中一市县，后徙解州。赠荣禄大夫、宣徽使、柱国、瑞国公。察罕魁伟隐悟，博览强记，通诸国字书，为行军府奥鲁千户。奥鲁敕参政湖广，辟为蒙古都万户府之事。奥鲁敕进平章，复辟为李问，正是西伪才决，且令诸子受学焉。至元24年，从政。南王真安南，师赐庐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义军门自成无罪。王命察罕述其罪而责之，使者辞屈，世子举众逃去。28年，授枢密院经历。未几，从奥鲁敕移至江西。宁都名言，某乡。时上云气五色，有雾焉，是之欲喜也。不以兵取，恐为居人所有，众获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构害仇家者。何问之？果然。前后从奥鲁敕出入湖广、江西两省，凡21年，多者勋基。成宗大德4年，御史台奏迁湖南县司事，中书省奏为武昌。录至中。丞相哈拉哈孙曰：察罕廉洁，故移居丰县。然武昌大郡，非私人不可治。尽除武昌。广西妖贼高仙道以左盗货众，平民挂物者以数千计。祭拜，湖广行省命察罕与县司杂治之，居得其情，亦诛首恶数人，于西纵遣，且焚其籍。众难之。察罕曰：吾独当其责，诸君无类也。以治罪文，着河南省。郎中。成宗崩，仁宗自藩抵入诸群臣之为异谋者，引武宗于边。PG 2043河南平章囊家台见察罕，即议诏至上都，赐厩马2匹，超1000贯，银50两，曰：卿少留，行用轻矣。武宗即位，立人。宗为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进迁詹事院事，赐银100两，锦2匹。遣先还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谓曰：上以故安西王的赐我，
至都总管府，轻其领之，甚减僚属，忽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晋卿至资德大夫，察罕叩头谢曰：都府之职，敢不公命，进至非所敢当，故辞，改正奉大夫，授以营印。至大元年，越户口江南诸省，还进太子扶正，加昭文馆大学士，迁嘉令。武宗崩，仁宗哀痛不已。察罕再拜启曰：恕民修短，上云有数，圣人天命，夫岂偶然？天下重器悬于殿下，纵自苦，如宗庙太后何？仁宗啜泣曰：囊者大丧，必命服土，何意？吾欲发府库以正鳏寡孤独若何？曰：发正师。人文王所以为圣，殿下行之幸甚。东宫故有左右卫兵，命囊加台，察罕总右卫，且令审责官署。仁宗即位，拜中书参知政事，但总持纲为，不屑细务，使者谓的大臣体。帝常赐枸杞酒，曰：以益清寿。又与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赐金数。代超万贯，前后赏赖不可胜计。皇庆元年，晋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起归解州立碑先营，许之。暮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自号。常入见，帝望讲，曰：白云先生来也。其被宠遇如此。帝常问张良何如人，对曰：左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又问狄仁杰，对曰：当唐世中衰，能促保社稷，亦贤相也。因宋范仲焉，所传碑辞甚熟。帝叹息良久，曰：察罕博学如此邪？常议征官政要，以献。帝大悦，诏善写便赐左右。且诏议，帝犯。又命议托壁敕言，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经始末等书俱付使馆。常以病请告，既还朝。帝欲万岁山元殿，与平章李梦入谢。帝曰：白云病愈邪？顿 PG 2044。首对曰：老臣衰病，无补圣明，何陛下哀矜，放归田里，幸甚，不觉审阿去体耳。命赐因以作。故李梦曰：知止不辱。今见其人，正使以达拉罕、不连吉台、囊加台等言用之，臣多必异。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即非善人也。又与即科举并前。古帝王赐姓命氏之事，因赐察罕姓白氏。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气清肃，月白如昼。乡者贺曰：视而必贵。国人谓白为察罕，故名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与诸昆地。昆地平来归者，复分与田宅。奴婢、纵奴为民者甚众，故人多称长者。既至世，悠游8年，以寿终。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冈路总管、李家奴、早卒、呼都督、陈直郎、
高邮府判官。孙9人，侍者2人，阔不花，哈撒。屈舒，西土人。曾祖达布台，祖阿达台，父直里花台，是。赠功臣，追封王爵。屈舒7岁师护士。祭状，审密进专，为徽。仁遇圣皇太后功臣。仁宗幼时，以屈舒可任保父，左右拥议。屈舒入则左侍食饮，出则抱负有眼，鞠躬尽瘁，夙夜匪懈。大德3年，武宗总容北边。9年，谗人乱国。仁宗是皇太后之国。于怀、魏己付之云中，连年奔走不暇。屈舒至封沐雨，跋涉艰险，无倦色。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兼党，迎武宗籍。皇帝位，仁宗为皇太子，天下已安。拜屈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行大司农。魏己，晋光禄大夫，领詹事院士，加特进，封应国公。至大元年，拜开府仪同3司，太子詹事，平章军国仲事，上柱国，依前大司农，应国公。晋太子太保，领典衣监事。4年，授太保，录军国仲事，及贤大学士，兼大司农，领崇祥院，司天台事，官爵勋封如故。后以即薨于位。PG 2045。子2人。常博都，大德11年特授翰林学士，嘉义大夫。迁中奉大夫，典保监卿，加资德大夫，至书侍御史。至大元年，升荣禄大夫，遥授中书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书参知政事，晋右丞，年32而卒。子咬著。赐伯铁木儿，大德11年，特授正议大夫，怀梦录总管府。达鲁花赤，监管诸军奥鲁管内劝农事，改辅政。至大2年，迁中奉大夫，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参知政事。明年，入为太子嘉令。迁正奉大夫。明年，迁资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监。拟着。侍御史，改除翰林学士承旨，知至告兼修国史。为己复为大都留守，兼少府监，5位清军都指挥使，配金虎符。皇庆元年，加荣禄大夫。子2人，还泽都，满子。阿里海牙。阿里海牙，为吴氏及贤大学士托列之子也。兄也讷，是。仁宗于前邸。大德9年，仁宗奉兴圣太后出居怀州，从者单弱，多怀去迹。也讷独魔所谓难。成宗崩，权臣阿附中宫，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闻，将自怀州入京，攻城或迟不可。也讷平。人密启曰：天子宴驾而皇子亦早卒，天下无主，邪谋方兴。怀宁王及殿下，世祖、玉皇贤孙，人心所属久矣。宜即奉太母。入定大计，邪谋必止。迎立怀宁王以正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太后，以2月至京师，
遂诛秉承2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诏耶讷，赐玉带，授嘉义大夫、秘书监。仁宗居东宫，兼太子右庶子，迁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将作院使，命有秀公。公官大及民间子女居4都则，立因为监吏，耶讷奏罢之，悯人。感阅巡监太医院使。仁宗即位，请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请以中都院右孩朱明，拜枢密院副使，晋同知枢密院事，命为中书平章政事，辞不拜。耶讷之在台及事尽中，于国家事有不便，则言之，言无不纳。然韬晦恶淫，不屑于外。延佑4年。PG 2046。卒，年40。赠推陈宝节义运功臣，今紫光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赵国公，侍中进。阿里海牙亦早逝武宗、仁宗，为宿卫，以亲圣通敏与父兄，并见信任。10余年间，阳历华进，入仕为卧，初见审榻，廷无奸言。至初为平章政事，历镇江浙、湖广、河南、陕西4省，皆有会政，便人犹怀思之。归朝拜翰林学士承旨。丁父忧，解官家居。天历元年秋，文宗入城大统。阿里海牙及一服南营，至于便交见焉。帝命复正辩审。时当艰难之际，阿里海牙高驾敌宿，以致梁楚，命进郡分置容器，阅士卒，扩马民间，以备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诏已播告天下，而陕西官府节连晋安王等起兵，东及潼关。阿里海牙开府库，量出超25万民，属诸行。省参政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朵列图，连仿复10万家驴靠军河，难以御之。令都政府补伯率军力巡行南阳、高门、武关、金子、诸隘，南至襄、川2江之口，都以严备。万户伯罗守潼关，不能军。是月25日，指儿哈律小汪总帅，托铁木儿万户等之兵，突出潼关，东略文乡、披灵堡，荡陕州、新安诸郡邑，放兵4节，以礼前进。河南告急之使辖制，而朵列图亦以兵寡为。言10月1日，阿里海牙及省县官署问以长策，无有言者。阿里海牙曰：便在南北之交，使西人的至此，则江南3省之道不通于机电，军旅应皆何日习乎？夫事有缓急轻重，今重莫如足兵，即莫如足食。吾征湖广之平阳，保定2邑军，与5省之邓兴义、泸州、宜、谭炮弩守诸军，以备虎牢、豫州哈喇鲁。邓州孙万户2军，以备武关、金子口。以蜀郡之兵及蒙古2都。万户左右2位，诸部丁壮之可入军者，给马乘辎装，立行伍，以次备诸隘。韶卑等屯兵本自襄，邓诸军来填者，还其军，以明知丁壮，使守襄阳，
白土、峡州诸隘，别遣塔海以备自属。PG 2047。智者以便汝、金、襄两淮之马以给之，府库不足，则命郡县甲诸应付之家。安丰等郡之粟，逆黄河运至于陕，敌诸变。汝进郡者，则运诸营养以达于虎牢。吾与诸军各分忠义以从。王氏宜无不济者。众曰：为。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言部花王以下省都是李元德等，凡省之属吏与有关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连访使董守中，牵氏莎莎在南阳，又乘托铁木。而连访使卜延在虎牢，分遣兵马以听其调用。馈饷之行，迁车相望，阿里海牙清越食之，必丰必粮，信以其惠。自虎牢之。南至于襄、汉，无不必给。盖为粟20万石，豆如之，兵甲15万，除万。是时，朝廷置行枢密院以总西事。襄、汉、金湖、河南郡县皆缺官，阿里海牙便宜则才以处之，朝廷皆从。其请。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来报曰：西人北行者渡河，中以曲淮、孟、慈；南行者铁木戈，过武关，略邓州而残之。直趋襄阳，攻破郡邑30余，横绝数千里，所过杀官吏，焚庐舍，掳民人妇女财物，贼虐舔尽，悉劫囊家辟以蜀兵至矣。阿里海牙亦都想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领兵攻铁木戈，而又设备于江、黄，置铁绳于峡口，作舟舰以待战。19日，失与西兵，欲于巩县之10渡，而湖广所征太原之兵最为可用。府至，未及。时，霍去之备道已尽，转战即木，两军杀伤与堕剑骨死者相等，而虎牢遂为敌友。兵处巨万，阿里海牙尽其心，民担其力者，一旦西亡焉。行省院与诸军敛兵退。22日至变，民大恐。阿里海牙前后遣使告于朝，则为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应问。以20日，阿里海牙亦忧之，亲出行抚其民，乃修城阙以备冲突，立4门以通往来，借卒伍以严守卫。时虽甚危急，阿里海牙朝夕出入，声色不动，怡然如平时，众赖以安。11月6日，西师逼陈江100里而进，阿里海牙召行院将帅。PG 2048。献司与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贺国厚恩，唯有一死以报上。2. 行院之初，为敌士徒，而退保无成，不亦切乎？然敌亦污。何之众，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坚禁，除治非不封给，而服力者，太平日久，将校不知兵，力士不练习，彼所以的披昌至此。彼臣知我胜天子之命，则众举而散耳，何足虑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请将赵大赦胁从挂物。彼诏下，先目视
以即位召集朝廷招谕之文入其军，明示利害。吾整大军西向矣。征之，别遣骁将率精骑数千上龙门，绕出其后，使之进摩所投。退摩所归，陈秦于拱，洛之间必矣。而我军所获陕西官吏，命有司机而食之，亦无所录。众曰：诺，为命。即日与行。愿整兵南薰门外以行。会有使者自京师还，言其王以客上都，奉天子宝玺来归。客日至京矣。阿里海牙乃至九高会于沈堂以贺，发书告蜀郡，报诸江南三省，而目视得拦住者击书谕之。昔人由彭略拦住，训以其实，而朝廷亦遣都护越鲁铁木而从10余人奉诏放散西军。之在虎牢者，昔人杀其从者之半，谢都护以送诸荆王所。荆王时在河南之白马寺，以示昔人虽未解散，各以害物。又闻行省愿以兵至，犹豫不敢进。朝廷又使参政冯不花亲谕之，乃信服。晋安王遣14倍与拦住来请命，军寻而去，南平。阿里海牙乃解言报捷，敛于才以还民，从陕西求名人之被俘掠者归其家，凡数千人。陕西官吏被获者，皆遣还其所。阿里海牙自始至政，待呼告公，居遍省者数月。后以公迁陕西行御史大夫，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义赫底雅尔丁。义赫底雅尔丁，字太初，回氏，父义肃马英，仕至大都，南北两城兵马都指挥使。义赫底雅尔丁又引务士学，所读书医。过目及终身不忘，由攻其国自语。初为中书院，以年劳授江西。PG 2049。行省员外郎，入为吏部主事，不在月，故辞。擢刑部员外郎。四方所上谕，反复批阅陈读，多所平反。迁陕西汉中道肃正廉。访司佥事，不复。改中书右司员外郎，巡升郎中。1日，与同列共议谕，有议其说者，义赫底雅尔丁曰：公等独律，苟不能变通以事事宜。辟之一者，虽熟于方论，而不能切脉用药，则于疾痛息亦哉。同列虽不平，使者服其为名言。大德8年，四赦，廷议为官吏因事受囚者不狱。义赫底雅尔丁曰：不可。恩如雨漏，万物均备，赃吏故可及，彼之盗贼则有奸矣。又道：而不诱吏，何耶？刑部常有御事，上宴记论决，以而丞相之。其师以遣右司主者。义赫底雅尔丁初未尝属其案，因取成案。阅之，窃属其名于下。或讶之曰：资狱之师，公时不与，臣相方遣怒而公反追属其案，何也？义赫底雅尔丁曰：无偶，不属此案耳，岂有与诸君同事而独幸免哉？丞相闻而贤之，同列因以获免，迁左司郎中。时左司阙亦都事，
平章梁岸都拉为义赫底亚。尔丁曰：人之才干故常有之，唯笃实不期为难得，公当以所之举。义赫底亚尔丁遂以王义、李迪为言，一时舆论莫不称运。又常论朝士如王仁卿、贾元波、高彦敬、靳微卿、李清晨，备可待用，时诸公处下僚，后皆如其言。迁翰林侍讲学士，之至告兼修国史，转中奉大夫及贤大学士。未几，除江东建康，到肃镇廉访使。使事事，见以御具陈列庭下甚备，问之，乃前官创制以待有罪者。义赫底亚尔丁猝然曰：凡逮治聂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力，连得其情，则将服罪，欲拒无庸师也。即平去之。监宪1年，赃吏消记。至大初元，历尚书省，拜参议尚书省事，召至京师，恳辞不就，改历中书省，复拜参议中书省事，亦以及辞。延佑元年卒，年40有7。托列海牙 PG 2050。托列海牙，为吴氏。世居别师拔里之地，曾祖阔华巴撒数。当太祖西征，导其主义都护营将。帝加其有时，欲观之，辞以不敏。祖巴剌数，使喜真定，是至帅府政府。复而乐师，或待不嫁，则火其劝，人称为长者。复舍礼赤，性纯正，知读书。托列海牙又仕学，谨敏绝人。性整侠，虽居苍族，未常见其疾。据喜从文士游，犬马声色之余，亦无所好。由中书宣使出为宁晋主簿，改隆平县达鲁花赤，均复兴学，劝农平宋，桥梁、水防、备荒之政，无一不举。及满去，民乐时以记其政。拜监察御史。时江西湖参政杀其弟，宋久不决，托列海牙遗训进服。其姑初迁燕南道肃镇廉访司事，务存大体，不仕科察。在任6年，处污吏140有奇。召为户部郎中，转右司员外郎，升右司郎中。赞化之吏居多。仁宗在东宫，知其事学，出密府经。及圣贤图像以赐，时人容之。母或是卒，哀悔鼓励，是闻。赐超5万贯，给藏士。起为吏部尚书，量能续爵，以平允称。改礼部尚书，领会同管事。晋中奉大夫，今湖北道宣慰使。是侠人监时，托列海牙先发领政之，而后以闻。朝议委之。至3年，迁淮东宣慰使。7月，以疾卒于广陵，年60有7。赠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衡山郡公。帝观殷奴，廉明才干，亦是至清显云。PG 2051。列传第25。康里脱脱。康里脱脱，父曰牙牙，由康国王封云中王，
阿沙不花之地也。脱脱姿貌魁梧，少时从其兄沃突蛮列于雁南，沃突蛮使归，现所获。世祖见其骨气沈雄，步履庄重，叹曰：后日待用之。才以身于京，即命入宿卫。陈宗初，丞相伯颜在北鄙，托奉诏以明因赐伯颜。伯颜见之，惊问曰：汝为何人子？托以实对，伯颜与之曰：吾老矣，他日可待用者，未见汝。彼大德3年，武宗以皇子辅军北鄙，托从行。5年，叛亡。海都犯边，托从武宗讨之，师次航海，进击海都，大破其众。托手着一士之首，连被甲以献，武宗撞之。兵之使交也。武宗锐欲出战，托直佩利剑，武宗怒，挥鞭笞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与大将朵儿达哈与击之。朵儿达哈曰：太子在军中，如身有守，如衣有领，托有不虞，众安所附？托之见，可谓忠矣。武宗深然之。陈宗大见，丞相哈拉哈孙达拉罕称即卧直炉中。托是矣。使士至京师，即彼持告武宗以国序，语在阿沙不花传。10仁宗奉兴圣太后至自怀梦，既定内南，而太后以2太子新命父。因杨家推算，问所疑立者，曰：崇光大荒若有灾，詹蒙作恶长久。崇光为武宗年干，詹蒙为仁宗年干。于是太后颇获其言，遣近臣朵儿谕旨武宗曰：汝兄弟2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因杨家所言运作修短，不容不思。武宗闻之，默然，进。PG 2052。托而言曰：我汉欲边陲，勤劳10年，又次序居长，神气所归，卓然何疑？今太后以新命修旧为严，天道忙昧，谁能预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复民望，则虽1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世间谋动，要大本耳。托，汝为我往察事机，即归报我。托承命即行。武宗亲率大军由西到晋，暗晖由中道，床兀而由东道，各以进卒1万从。托持至大都，入见太后，道武宗所受旨以闻。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说虽出数家，唯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深爱。贪对已除，宗王大臣意已定，太子不速来贺为。时诸王突烈等事，咸曰：臣下亦待4君，无2心者。继而太后、仁宗平左右。刘托语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至言，待有谗奸。汝归宿为我弥缝阙师，使我骨肉无间，相见疑余，则汝恭为不细矣。托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凡过虑。臣是藩邸历年，
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陈节中以开示太子。后日三公共处，弥有嫌隙，斯为脱脱所报效矣。先是，太后以武宗迟回不至，以遣阿沙布花往道诸王群臣，推代之意。即是脱脱既往，行至望古察，武宗在马轿中望战旗来，去使疾驰，与之共载。脱脱具至太后，仁宗之语，武宗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布花还报，仁宗即日命驾凤迎于上都。武宗正位臣疾，尊太后为皇太后，立仁宗为皇太子。三公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脱脱之至京师也，武宗常命其同知枢密院，比还问曾是否。脱脱对曰：今正殿未遇，宗亲未见，为护从之臣参取。名谓臣恐有累甚德，是以未敢之事。武宗加探久之书。密院旨而哈乎在前邸时常有不逊语，将至于法，脱脱谏曰 ：PG 2053。陛下新正位，大幸未立而折行诸路，知者以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为报仇，恐人人自为。况止而哈乎习于先朝典故，今故不可少也。乃诱之。继海都而亡者曰察巴儿，素服武宗威名。致仕律诸王内附，诏特设宴于大庭。故使凡大宴，必命进臣。夫宣王度以为告诫。脱脱见止而哈乎，令据其言以进，果称止。武宗叹曰：伯尔乎！伯尔述前朝人杰，脱脱今世人杰也。即以所敬之言授脱脱。及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脱脱即袭臣。西北诸藩始终离合之由，去逆孝顺之意，辞旨明畅，听者轻服。自同知枢密院侍进中书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诏拜陆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脱脱之无不言，无不行，中外悉然称为贤相。至大3年，尚书省吏，迁右丞相。三宝奴等劝武宗立皇子为皇太子。脱脱方列于柳林，遣使急召之还。三宝奴曰：见楚亦急，故相召耳。脱脱惊曰：何谓也？曰：皇子敬常，圣体近日倦勤，楚父所宜早定。脱脱曰：国家大计，不可不慎。囊者太帝公定大事，公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事相承，孰敢问其序者？我辈臣子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何可挥其臣？三宝奴曰：今日兄矣。受帝，后日书当受职，能保之乎？脱脱曰：在我不可逾。彼失其信，天时见之。三宝奴虽不以为然，而莫能夺其意也。是时，尚书省赐予无节，谦序无法，才用日耗，名爵日滥。脱脱进言曰：爵赏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彼得，赏及往公，缓急之计何所赖乎？中书所长，
钱粮、工艺、选法、刑。御史有二事：若从臣言，克遵旧制，则臣愿与诸贤免从事；不然，用臣何补？遂有诏比滥受宣敕者负所属缴纳。侥幸之。陆季赛，奔京之风顿衰。中台有赃罚超500万民，脱脱请出矣。正孤寡老及诸穷而无告者。宗王难乎礼部人告其主为不轨，脱。PG 2054。脱变其屋，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突征其旧名于齐王发布煞部中。邻近诸王欲奉齐王公牙忽突，齐王惧，奔牙忽突以避之，遂告。齐王反。脱不问得时，乃是齐王而徙诸王于岭南。边疆脱火。敕请以新军万人议宗王丑汉，廷议比脱往给其资庄。脱谓：十方宁密，不宜挑辨身世，辞不行。遂遣丞相突呼鲁等2人往，给之，己以机变。4年正月，复为中书左丞相。仁宗即位，倦怠弥笃，欲使军役于外。2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车，进父老问民利病，咸为航程故有便合通于江湖。因发已久，若书早已通州籍，物价必平。辽左或难之，脱曰：吾必辞之日，密只许以便宜行事。民以为便，行之可也。有指进务兴土工，脱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则灾整。自米，土工何由？不一月而成。是时，铁木迭而为丞相，欲故未取宠，乃义立仁宗子英宗为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镇于云南。又赠脱为武宗旧臣。诏逮至京师，居数日，床误而失列门传2公旨谕。脱曰：初以汝亲于所事，故召汝。今察汝无他，其父还正。脱入谢太后曰：臣虽被先帝之谕，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为不生，岂敢昧所自乎？还江浙。未几，迁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诏拜御史大夫。使铁赤先为大夫，因继之，走。改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复叟言者何其善离职守，将徙之云南。会铁赤伏诛，乃解。家居不出者5年。太定4年薨，年56。至正初，赠推陈全德首义左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追封和宁王，是中县。脱常集宣德别数言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朝廷赐其经舍额约谨贤书院，为设学官。其美也，及其中辞焉。子9人，其最显者2人，曰铁木儿塔什，曰达什铁木儿。各有传。PG 2055。燕铁木儿。燕铁木儿，清查氏，床务儿第3子，世系见，土哈传。武宗正朔方，被宿位10余年，特爱信之。即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士。皇庆元年，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
泰定2年，加太仆卿。3年，迁同签枢密院事。至和元年，进迁书枢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到剌沙专政，宗室诸王脱脱、王禅复之，立于利诱。燕铁木儿使总环卫士，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其子以转大位，而一居朔汉，一处南垂，10天之所至，将以启之。由是与公主察吉儿，阻挡阿剌铁木儿及复兴。知事被轮斥，剌等役，以8月甲午内爽，律勇士纳指突鲁等。入兴圣宫，会集百官，执中书平章乌博都剌、伯言察儿，兵皆漏任。示众曰：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顺者斩。众皆溃散。遂捕奸党下狱，而与西安王阿剌推纳失礼入守内廷，分处复兴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众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李栋阿、前宣政院使达喇嘛失礼陈毅迎文宗于中兴，且令密以意欲河南行省平。张伯言选兵备护从，于是封府库，居百司印，遣兵守诸要害，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部花为中书左丞相，詹事塔师海牙为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肃肃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廉及台为枢密副使，萧芒古辟人为通政院使，与中书右丞赵世言、枢密同迁宴。铁木儿，通政院使韩时分典数物，待在京寺观超，目死士，买战马，运金仓粟以享守御士卒，复遣使于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当时有诸卫军武统属者，又有夜选及罢退军官，皆给之符牌，以待调遣。既受命，为之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使之有定向矣。燕铁木儿素未尽忠，夜则更迁无定居。PG 2056。坐以呆旦者将1月。第撒敦，子唐骑士时留上都，密遣塔师铁木儿召之，皆弃其妻子来归。丁酉，在遣撒里不花，所南班往。中兴去大驾早发，令塔师铁木儿设为南使云，诸王铁木儿部花宽彻普化、湖广、河南省城及河南都万户河军护驾，但系且至，民务宜据。丁未，命撒敦以兵守居庸关，唐骑士屯谷北口。戊申，复令乃马台为北使，称明宗从诸王兵整驾南援。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至自中兴，云臣于以企图，召拜宴。铁木儿之枢密院事。丙辰，律百官被法驾交迎。丁巳，文宗至京师，入居大内。己未，上都望禅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师铁木儿、平章买驴。御史大夫钮泽等军赐于陵。9月庚申，赵燕铁木儿率师御之。撒敦先驱，至于临西，乘其为镇薄之，北军大败。甲子，赵还。都戊辰，辽东平章突满迭而以兵犯千民镇，
斩关以入，遣撒敦往拒，至冀州东沙流河，累战败之。燕铁木儿以为扰攘之计，布政大明，不足以系天下之志，与诸王大臣伏阙劝进。文宗故辞曰：大兄在朔方，正敢稳天绪乎？燕铁木儿曰：人心向背之机，坚不容法，疑或失之，是其无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当明昭天下，以着与退让之意而后可。人生。文宗即位，改元天历，摄天下。癸酉，封燕铁木儿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为其实邑。甲戌，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陆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黄金500两，白金2500两，钞10000锭。金粟之缎色增2000匹，海东白骨1青骨2，报宜平江关的500顷。即日召将兵出冀州，拒突满迭而已害，赐3河而亡。产等军以破居庸关，遂进屯3种。丙子，燕铁木儿入石被盗，而还。丁丑，抵于河，文帝出都城，将清都战，燕铁木儿单骑，请见曰：陛下出，民心必惊，凡减寇事亦已责成，愿陛下。PG 2057。即还公以安黎庶。文宗乃还。明日丁丑，阿速为指挥使呼都布花、塔海铁木儿同知太布花构变，事决，谢宋京师，斩矣。训。己卯，与王禅前军遇于河北，我师奋急，败之，追至洪桥北。王禅将枢密副使阿剌铁木儿指挥呼都帖木儿引兵会战。阿剌铁木儿执戈入刺，燕铁木儿侧身以刀革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将河上持击呼都帖木儿，亦中左臂。二人骁将也，敌为夺气，遂却。因据洪桥，两军阻水而阵，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失于白符南。命知院野速达儿、巴都儿、易讷斯等分为3队，张两翼以剿之，敌军败走。辛巳，敌军复合，鏖战于白符之野，周旋驰突，割戟夹磨。燕铁木儿手臂7人，会日不对，累而速。夜2鼓，遣阿剌铁木儿被轮斥，越来即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敌众惊扰，互自相击，掷弹使物，人马死伤无数。明日天大雾，获敌卒2人，云王禅等脱身窜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禅即散卒陈列出山，我师驻白符西，坚壁不动。是夜，又命撒敦前军绕其后，不屈巴都而压其前，加营吹铜角矣。正当之，敌不悟而乱，自相窝集，3鼓后乃西遁。驰名追击，昌平北，斩首数千级，将者万余人。帝遣赐上尊，谕旨曰：丞相每战轻冒矢时，托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后但凭高都战，察将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赏罚之可也。对曰：臣以身先知，为诸将法。
感后者军法从事，托之诸将，万一失利，会将贺急。是日，敌军再战在北，王禅单骑亡命。也速达儿、也不伦、撒敦追之，就命也速达儿及千院撤里铁木儿统卒3万，守居庸关，还至昌平南。俄报古北口不守，上都军略石曹。丙戌，遣撒敦为先驱。燕铁木儿以大军继其后，至石曹。敌军方吹，掩其不备，直柔之，大军并进，追及40里，至牛头山，擒驸马被罗铁木儿。平章蒙古达师、牙师铁木儿、愿使撒儿讨温等，献俘阙下，录 PG 2058之。各位将士将者不可胜计，余兵奔窜。夜遣撒敦袭之，逐出古北口。丁亥，突满迭儿及诸王也先帖木儿军陷通州，将袭京师。燕铁木儿及引军还。10月己丑朔，日将昏，至通州，乘其出至。及之，敌军狼狈走渡陆河，更营嘉禾而军。敌列直属街一，以沾衣燃火为疑兵，夜遁。辛卯，律师渡河追之。癸巳，主坛子山之枣林，也先帖木儿、突满迭儿和杨敌王太平、国王朵罗台、平章塔海军来斗，是皆殊死战。至晚，唐骑士陷阵，杀太平，死者必也，余兵消溃。以而撒敦将亲兵要之，伏击而还。以为上都诸王呼剌台，指挥阿剌铁木儿、安童入紫金关，犯良乡，由其逼南城。燕铁木儿及绿珠将兵循北山而西，令托衔细囊，甚错斗以4马，事行且实，乘夜兼程，至于卢沟河。呼剌台闻之，望风西走。是日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罗拜马首，以谢更生之会。燕铁木儿曰：此皆天子威灵，无贺立焉。入见，帝大悦，赐燕兴圣殿，尽欢而罢。赐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书及赐玉盘、龙衣、珠衣、宝珠、金腰带等物。是日，撒敦遣报突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儿遂已失。复之，战于潭州南野，败之。东路蒙古万户哈拉那怀律麾下万人将，余兵东溃，突满迭儿走还辽东。或呼剌台、阿剌铁木儿、安童、朵罗台、塔海等戮之。先是，齐王岳鲁铁木儿、东路蒙古元帅不花铁木儿文宗即位，乃起兵驱上都为之。时上都屡败势卒，人迎到剌杀肉。坦奉皇帝宝出请死。齐王调兵护送至京师。庚戌，文宗欲兴圣殿，授皇帝宝，下到剌杀于狱，两都平。丁巳，加燕铁木儿以达剌罕之号，使其世子孙袭之。人赐朱衣2，七宝束带1，白金瓮仪黄金瓶2，海东白骨仪青骨3，白鹰仪豹20。12月，至龙翼卫，命领其事。PG 2059。先是，至2年，以清查卫士多，为千户所者凡35。
故分至左右二位，至是右西为龙翼尉。2年，历都督府，以统左右清察、龙翼3尉，哈喇鲁东路蒙古2万户府，东路蒙古元帅府，而以燕铁木儿兼统之，寻升为大都督府。燕铁木儿起，解相应还宿卫，帝免之曰：卿以为审院，为未入台，其听后。命2月，迁御史大夫，依前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陆军国仲事、太平王。未几，复拜中书右丞相，兼修国史，知枢密院事，领都督府龙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就配元将虎符。依前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陆军国仲事、达喇罕、太平王。先是，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出制，遣制书侍御史撒狄营。大凶明宗于漠北。3月辛酉，乃诏燕铁木儿护喜保北上。明宗加其功。5月，特拜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陆军国仲事、中书右丞相，兼修国史、大都督，领龙翼亲军都指挥使事，达喇罕、太平王。6月，加拜太师，于如故。从明宗南还。8月朔，明宗赐王乎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见。庚寅，明宗暴崩。燕铁木儿以皇后命奉皇帝喜保寿文宗，即趋而还，昼则律肃卫士，以护从；夜则公换甲胄绕卧殿巡护。癸巳，达上都。遂与诸王大臣陈劝复正大位。己亥，文宗复即位于上都。12月丁亥，文宗以燕铁木儿有大勋劳于王室，封其曾祖。复颁都察溧阳王，曾祖比喻龙彻溧阳王夫人，祖父土土哈生王。祖比泰塔拟生王夫人，父床兀儿阳王，母也先贴拟，公主察吉，而并为阳王夫人。3年2月，文宗欲招其勋，诏命礼部尚书马祖常至文历时于北郊。至顺元年5月乙丑，帝又以履颁宠数位。祖以报大勋，下诏命独为丞相，以尊义之。略曰：燕铁木儿勋，劳为旧，忠勇多谋，奋大义以成功，志志平于其乐，宜专独运，以重秉君。授以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达喇罕、中书右丞相、陆军国仲事，兼修国史，提调燕王公相府事。PG 2060。大都督，领龙翼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进士人员，大小诸衙门官员人等，敢有隔月文奏，以为治论。6月，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等10人扼其权势之众，欲谋害之。也的迷失，脱迷以其谋告燕铁木儿，即律清察军演，捕案问，皆诛之。2年2月，为建帝于兴圣宫之西南。3月，赐营房100人。11月癸未，诏养其子塔喇海为子。辛酉，以燕铁木儿兼魁章阁大学士，领魁章阁学士院士。
赐隆庆州之刘碑，原池水为土田。又赐平江、松江、江阴卢、场、汤山、沙图、沙田等地。因沿平江、松江须田500顷有其，粮7710。愿增为万石入关，以所得于米善地撒敦，诏从之。4年，文宗大建，遗诏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义陵直班即位，43日而崩。文宗后临朝，燕铁木儿语。群臣议立文宗子燕铁古司。文宗后曰：天位至重，无而年方。又冲，岂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欢铁木儿，出居广西，今年13，乙，可嗣大统。于是奉太后命，召海京师，至良乡，据鲁部，迎之。燕铁木儿与之并马而行，于马上举鞭指画，告以国家多，南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欢铁木儿卒无意与仇之。燕铁木儿疑其亦不可测，且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恐其即位之后追举前世，故速留数月，而心志日益冒乱。先是，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挟镇主之威，肆意无忌。一燕获载13马，娶太定帝后为夫人，前后上宗室之女40人。或有交礼3日俱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进食。一日燕诏誓言：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坐于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体雷逆血而薨。燕铁木儿既死，妥欢铁木儿始即位，是为顺帝，乃以撒敦 PG 2061为左丞相，唐骑士为御史大夫。元统2年4月，命唐骑士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授撒敦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陆军国重士，达拉罕、荣王、太傅、中书左丞相，赐泸州路为10邑，又是世子孙9嗣。赠燕铁木儿太师，宫中开济弘摩同德。协运左命功臣，开府仪同3司，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追封德王，世中武。至元元年3月，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吴氏为皇后。是时，撒敦已死，唐骑士为中书左丞相，伯颜独用事。唐骑士愤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无上？遂与撒敦弟达里前续一心，交通所亲诸王晃火铁木儿，谋援，立以为社稷。帝数召达里不至。谭王彻突遂发其谋。6月3日，唐骑士伏兵东郊，深绿勇士突入宫阙。伯颜及顽者铁木儿、定柱、阔里吉斯等掩不获之。唐骑士及其弟塔拉海皆伏诛。而其党北奔达里所，达里即应以兵杀使者哈尔哈伦、阿鲁辉，用以骂其。帝遣阿必遇之，又杀阿必，而虑其党和尚剌剌等。逆战，为硕斯坚、火儿辉、哈拉纳海等所败，遂奔晃火铁木儿。命贝罗、晃火儿不花追袭之，
力穷士卒，阿鲁浑察直达里等宋上都录之，晃火铁木而自杀。窃薛官阿察赤意欲唐其事之谋，欲杀伯颜，后情妇有司，拒服其姑，伏诛。初，唐其事事败被擒，潘哲殿见不肯出。塔拉海走逆皇后，坐下，后避之以衣，左右夜出斩之，血溅后衣。伯颜奏曰：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并之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邪？乃迁皇后出宫。寻政之余，开平民舍，遂步入唐其世家。伯颜灭而及辟氏，曾大父探马哈儿，给士宿卫。大父称海，从宪宗伐宋，没于王室。父景止儿，总宿卫隆福太后宫。伯颜弘毅深审，明达果断。年15，奉承宗命侍武宗于藩邸。PG 2062。大德3年，从北征海都。5年，从至迭切里谷之地，力战，又至哈拉塔之地，累劫，攻为珠江仙。10年，沃罗斯、施班等逃，奔察巴尔之地，武宗命伯颜追将之。11年，武宗大会诸王父，马于和陵，谥号曰伯颜拔都儿。武宗即位，拜吏部尚书，而改上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2年11月，拜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肃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3年，加特进。延佑3年，仁宗命为周王常侍府常侍。4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5年，升御史大夫。6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7年，拜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至2年，复迁南台御史大夫。泰定2年，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3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就所赐河南田5千顷，以2000顷奉帝师助离，800顷助给宿卫，自取不及其半。宿监完豪常独明者，必生治之。至和元年7月，泰定帝崩。8月，丞相宴铁木而遣明李董、阿营立武宗子怀王于江陵，到过河南，使以谋密告伯颜。伯颜叹曰：此吾君之子也。吾素和武皇后恩，委以新履，今爵位。至此，非计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何敢固忘？及辽，属民告已故。于是会稽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成于公。欲劳细善修，土履委积，是马除备公役之需，以及赏赖犒劳之用，弥不备至。不足，则袭州县牧民折书明年田租及代商。人获资，约备袭已偿。又不足，则邀东南长赋之今河南者，折止之以给其费。征发民丁，增置一马，补陈鲁、郡豪池，修战。守之具，眼角罗斥后，日备兼直锐，与辽左曹愿筹其便宜。即遣蒙哥布花以其事持告怀王。
又使罗礼抱燕铁木而曰：恭敬，历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伯言别募勇士5000人以营地于南，而攻勒兵以4。参政托别台曰：今蒙古军马与宿卫之事皆在上都，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图保。PG 2063。性命，他贺既哉？伯言不从其言。其夜，托别台首任欲杀伯言为变，伯言决，遂拔剑杀之，夺其所部军器，收马1200骑。怀王命撒里不花拜伯言河南行省左丞相。怀王至河南，伯言属高见，换甲胄，与百官父老导入，咸抚服称万岁，即上前叩头劝进。怀王解金铠、玉符、宝刀及海东白骨，闻报赐伯言。明日护从北行。9月，怀王即皇帝位，是为文宗，特加伯言迎亲荣禄大夫，人领宿卫。寻加太尉，赐黄金250两，白金1000两，储币25万名，进开府仪同三司、陆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正院士。天历2年正月，拜太保。2月，加授储庆使，加赐虎符，特授忠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未几，明宗即位，文宗居东宫，拜太子詹事、太保，开府如故。8月，拜中书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嗣位，加储正院士。3年正月，拜知枢密院事。至顺元年，文宗以伯言功大，不有一数不足以报称，特命上士祖阔出太。子女孙曰补言的经，分赐虎士300，妾薛单100，莫儿及军100。阿速军100，立左右宿卫。又赐黄金双龙符，捐文曰：广中宣义。正节正武左运功臣，足以保代，是为明劝。又命樊彦引侍诸宗王礼。2年8月，晋封郡宁王，特加授市政府市政，追封其先3世为王。又加伯言昭公宣义万户，忠义侍卫都指挥使。3年，拜太傅，加徽正使。8月，文宗崩。10月，伯言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义陵执班，是为宁宗。11月，宁宗崩。4年6月，顺帝至自南服，入见大魏。加伯言义代之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兼修国史。元统2年，晋太师，魁章阁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速诸位，奏复金言，加之金言事。11月，晋封秦王。祭令太喜宗英院、中正院、宣政院、龙祥使司、公乡诸内府总领。蒙古、清察、沃罗斯诸卫亲军都指挥使。3年6月，唐骑士籍。PG 2064。其弟塔拉海思绪意志，谋为社稷，伯言奉诏诛之，余党称兵。又亲律师往上都，击破其众。7月，伯言镇杀皇后伯牙无事，为逆唐骑士，塔拉海于后宫。伯言怒曰：岂有兄弟谋不轨儿？
姐妹党之者乎？遂正之。诏谕天下，用国出故使，赐伯颜矣。达喇罕之号，比世袭之。至元元年，伯颜暂帝律遵旧章，奏请防农之务，停海内土。穆营造4年，袭张德，来吴也铁1年，捐金旗曹户杂窑，减河间2淮，福建延娥岁18万5千有骑，镇沙漠平户及南北畿。民至千万计，地允而行之。其之今言日，当进奖，必与奖官夫。臣格言，以尽起卧之道。太皇太后赐第10雍房，有指雄立氏诸。王邸，伯颜立祠，制度务从损曰：4年，求解正丙，3公交免。刘5年10月，诏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府，赐妻宝玉书龙虎。今服镌刻如前。先数日，伯颜面奏请以赐田岁入所积超1万。定镇铁列监、秣陵、纳陵3道议制及关北13邑之困乏者。然伯颜自诸唐骑士之后，独秉国君，专权自治，变乱祖宗。臣献虐害天下，见有奸谋。帝患之。初，伯颜欲以其侄脱脱。素谓四弟起居，俱设务役，乃以枢密之愿汪家奴，翰林臣旨。沙剌班同事进进，实属亦脱脱。故脱脱政令日休而谓士拱听曰：属。伯颜自领诸卫精兵，以验者不花为遮罩，导从之甚，田邑皆渠。而帝策一位反落如晨星。是宴熏灼，天下之人为之有伯颜而已。脱脱深忧之，臣兼自承望家殉国之意，帝犹未知信。遣阿鲁是节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亦知其心无他，遂闻。于帝使无疑。是年，车驾自上都还京，伯颜数以兵巡行洪。臣诸处，归折在后。3人谋议间，伯颜不知，亦逞凶越，构陷。谭王彻堵，奏赐死，帝未允，折传旨行刑。复奏贬宣让王帖。目而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辞色奋力，不待旨而行。帝亦愤之。伯颜且日益立威，锻炼诸狱，严及无辜。6年2月，伯颜 PG 2065，自领兵卫，请帝出田。脱脱告帝脱疾不往。伯颜故请太子验帖。古司出赐柳陵。脱脱欲有所为，遂与士结班，阿鲁合议，白鱼。帝戊戌，脱脱西居门要，受密旨领军。阿鲁士结班侍帝策。传命。是夜，帝欲得殿，主服席，发号令，详见脱脱传。中夜2鼓，遣太子妾薛岳可察而律30骑抵太子营，取之入城。夜半见帝。4鼓，命旨而瓦逮奉诏往柳陵，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据城门上宣言，有指处丞相1人，诸从官无罪，可各还本位。伯颜奏起必辞，不许，遂行。到初真定，父老奉商酒已尽。伯颜问曰：尔曾见
子杀父是耶？父老曰：不曾见子杀父，唯见臣杀君。伯言扶手有残色。3月辛未，赵喜南恩州阳春县安置，病死于隆。辛禄一舍。马扎儿台。马扎儿台是系建兄伯言传。马扎儿台早护从武宗，后世仁宗于前邸，出入宫井，历事敏达，仁宗说之，即立为皇太子，以为忠顺大夫，典用太监，巡千吏部郎中，升侍郎，进兵部尚书，千吏用卿，进度知卿，转同知典睿院士，升院使，历大都路达鲁花赤，配虎符，领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太定4年，拜陕西行台制书侍御史。官陕大饥，正待有不及者，进出私财以州。平民所获甚众，转太府卿，又转都公德使，改宣政使。3000，接任太府卿，配元将虎符，领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拜御史大夫，仍领高丽女直汉军，兼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提调承徽寺，巡迁知枢密院事，兼前职，加提调武备4事，加金牌，领清查闯铁木而迁户所，又任以知枢密院事，加镇守海口侍卫清军屯储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于如故。至元3年，义晋爵封王，此以兄伯言继封秦王，兄弟不宜并忘，乃拜太保，分枢密院，往镇北边。至镇，边民遂有徭役，西捐。PG 2066。除之，后为定例。6年，伯言继罢黜，诏拜太师，中书右丞相。奏罢各处传户提举，广东采珠提举2司。兼领右卫阿速军，右兼领群牧监。未己以及辞，帝忧诏启之。其请一监，遂以太师就地。明年，以其子脱脱为右丞相，而封马扎儿台为中王。至正7年，别而妾不花单于地，诏安置甘肃，以及薨，年60。3. 马扎儿台所至不以察为名，赫赫为威，辽属各效其情。至于事功继承，未尝以为己出也。以仁宗宠遇之身，继日必先。百官一元庙致敬，或一时一果之美，必持献庙中。仁宗常见祀。云州九峰山，未成而崩，马扎儿台以私财成之，曰：事虽未足以报先帝之恩，而先帝常助庇于兹，臣不忍过其所而作事无废也。又见四都城建德门东。12年，特命改封德王，令汉林如臣至慈立碑，仍赐金钟昭德之额。长子脱脱，次子也先贴。木儿。脱脱，字代用，生而其仪，异于常儿。及就学，请于其师。浦江吴直方曰：使脱脱终日为作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家言善，行服之终身耳。稍长，履历过人，能挽功一时。年15，为皇太子妾连口妾薛官。天历元年，袭受承制提举司达鲁花赤。2年，入境，
文宗见之悦，曰：此子后必可大用。迁内宰司丞，兼前职。5月，命为辅政司丞。至顺2年，授虎符中议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元统2年，同知宣政院士，兼前职。5月，迁中正使。6月，迁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唐骑士阴谋不轨，视觉伏诛，其党达里及剌剌等称兵外应。脱脱选精锐与之战，尽情以献。历太喜宗因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尉。4年，禁狱史大夫，仍提调前职，大正纲纪，中外肃然。护从上都还至 PG 2067。鸡鸣山之浑河，帝将田于保安州，马绝。脱脱谏曰：古者帝王端居九众之上，日与大臣素如讲求治道，至于非应走狗，非其事也。帝纳其言，授金子光禄大夫，兼绍西宣抚使。是时，其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记诸唐骑士，一魔所记。善决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前伯听其出纳，帝积不能平。脱脱虽幼养于伯颜，常忧其败。思请于其父曰：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无足斥矣。何若于未败图之？其父以为然，父怀已久未决。直之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之忠于国家耳。于父何故焉？当世时，帝之左右前后皆伯颜所述亲党，独是结班阿鲁为帝复兴，日与之处。脱脱遂与2人深相结纳。而前唐阳与常侍帝前邸为魁章阁广成局副使的出入境中，帝知其可用，每3人论事，使与参焉。5年秋，车驾留上都，伯颜时出赴应昌。脱脱与士结班。阿鲁谋欲之东门外，拒伏胜而止。会河南范孟绞杀沈臣，是连访使段府，伯颜封台臣言汉人不可为连访使。时别而切不。花亦为御史大夫，为人之义己，辞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颜卒之急，监察御史以告脱脱。脱脱曰：别而切不花未无上，且掌印，我安敢专邪？别而切不花文之句，且将出。脱脱度不能恶，谋于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绝不可废，何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即章上，帝如脱脱言。伯颜之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诱汉人，必当治之。帝曰：此皆正义，非脱脱罪也。即伯颜善贬，宣让、威顺2王，帝不胜其愤，决意逐之。1日，弃与脱脱。脱脱亦泣下，归与直方谋。直方曰：此宗社安为所系，不可不密。议论之际，左右为谁？曰：阿鲁及脱脱木儿。
直。方曰：子之伯父，挟正主之威，此辈苟利富贵，其与一谢。PG 2068，则主为生路矣。脱脱乃言二人于家，置酒张乐，昼夜不令出。遂与世结班，阿鲁邑后伯颜入朝擒之，借卫士沿宫门出入，吃奥西为治兵。伯颜见之大惊，召脱脱责之，对曰：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耳。伯颜遂移脱脱，亦增兵自卫。6年2月，伯颜请太子彦铁骨撕裂于柳林，脱脱与世结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兵急速卫士拒伯颜，戊戌，遂居京城门要，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是夜，奉帝御得殿，召进城汪家奴、沙剌班及审院大臣先后入见，出午门听命。又诏与及江西犯会入，草诏述伯颜罪状。诏臣夜以四鼓，命众书平章政事指而瓦，逮击赴柳林。己亥，脱脱坐城门上，而伯颜亦遣其士至城下问。故脱脱曰：有旨逐丞相。伯颜所领诸卫兵皆散，而伯颜遂南行。详见伯颜传中。是定，诏以马扎而台为中书右丞相，脱脱之枢密院事，虎符中义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5倍。4. 阿速为千户所、兼绍西等处军民宣抚都总使、宣中务罗司。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昭公万户府都总使。10月，马扎儿台移及慈相位，诏以太师就地。至正元年，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陆军国重事，诏天下。脱脱乃西更伯颜就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40祭，雪坛。王彻突之渊，诏还宣让、威顺2王，使居就藩，以阿鲁图政。亲王之位，开马进，减言额，捐副部，又开金言，遴选如臣矣。劝讲，而脱脱实领金言事。中外悉然称为贤相。2年5月，用参议贝罗铁木儿等言，于都城外开河治闸，放京口水，欲引通舟船至立正门，亦丁夫数万，弃无成功。事件何渠治。3年，诏修辽、金、宋三使，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又请修治政条格，颁天下。帝常欲宣文革，脱脱前奏曰：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慎学。颇闻左右多举挠者，设使经使不足观，世祖岂以是交玉皇哉？及秘书兼取玉宗所授书矣。PG 2069。晋帝大悦，皇太子爱由使李达腊常宝玉于脱脱家，每有疾饮药，必尝之而进。帝常驻碧云州，遇烈风暴雨，山水大至，车马人畜皆飘溺，脱脱报皇太子单骑登山，乃免。至6岁还，帝谓辅之曰：汝之勤劳，朕不忘也。脱脱乃以私财造大寿园。中国寺于建德门外，为皇太子助离，其费为超12万2千锭。4年闰月，领宣政院事。
诸山主僧请复僧思，且曰：君现所苦，如作地狱。脱脱曰：若复僧思，何以地狱中复至？地狱邪？时有极见雷，且数者一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辞位。帝不允，表凡17上，使从之。有旨封郑王，10邑安封，赏赖。具万，具辞不受，乃赐松江田，为吏道田提领所以领之。7年，别而妾不花为右丞相，以素汉赠其父马扎尔台。诏喜甘肃。脱脱力请具行，在道则阅其成炉杖，实则是其品之精。粗即至其地，马扎尔台安之。复移西域撒斯之地，至河、赵、还甘州就养。11月，马扎尔台薨。帝念脱脱勋劳，召还京师。8年，命脱脱为太傅，提调公父，宗理东宫之事。9年，朵儿止、太平皆罢乡，遂召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赐上尊，名马、袭衣、玉带。脱脱既复入中书，恩怨无不报。师开端本堂，皇太子学于其中，命脱脱领端本堂事。又提调阿速、清察2位，内史府、宣政院、太医院士。10年5月，居母继国夫人忧。帝遣进臣谕之，比出礼数物。于是脱脱用乌古孙良贞、公伯遂、汝中伯、伯铁木儿等为僚属，皆委以复兴之计，小大之事悉与之谋，事行而群臣不知也。立部尚书谢哲笃谏言更造至郑交超，脱脱信之，召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及咸院诸臣议之，皆为而已，独祭酒屡思陈言。其不可，脱脱不悦。继而终变超法，而超进不行。事见司臣传，何绝白毛堤，又绝金堤，方数千里，民备其患，5年不能塞。脱脱用假鲁计，请塞之，以身任其事。初告群臣曰：皇 PG 2070，地方忧下民，为大臣者直当分忧。然事有难为，犹急有难治。自古何患急难治之急也，今我必欲去其急。而人人议论，皆不听。乃奏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始发河南北兵民10万一之，驻决堤城，使复故道。凡8月，攻城。事件河渠至。于是天子加其功，赐世袭达拉罕之号。又敕如臣欧阳玄至和平碑，以载其功。人赐淮安路为其10邑，郡邑常力听其自用。以而汝、尹之间邀寇聚众反，以红巾为号，襄、樊、唐、邓皆起而应之。11年，脱脱乃奏以地御史大夫也先贴木而为知枢密院事，将诸卫兵10余万讨之。克上蔡，继而驻兵沙河。军中夜惊。也先贴木而尽弃军资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诸先镇。朝廷以也先贴木而不袭兵，召别将代之。也先贴木而进归，昏夜入城，仍为御史大夫。
陕西邢台监察御史12人和。其丧失辱国之罪，脱脱怒，乃迁西邢台御史大夫朵儿值班为胡。广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设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是12年，洪今有号之马里者，据徐州。脱脱请自行讨之。以陆鲁曾为淮南宣慰使，穆延丁及陈毅乔节，通2万人，与所统兵俱发。9月，师刺徐州，攻其西门。贼出战，以铁林建设。马首，脱脱不为动，挥军奋击之，大破其众，入其外伏。明日，大兵四集，即攻之，贼不能支，城破，知马里遁去，获其黄伞。其鼓，烧其机具，追擒其尾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书平章政事普化等及军中命脱脱为太师，依前右丞相，去还朝。而以枢密院同知突赤等进师平尹、博师还，赐上尊、朱衣、白金、保安。皇太子西宴于私地，诏改徐州为武安州，而立碑，以者其基。13年3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真，右丞务良哈台义。PG 2071。屯田京畿，以2人兼大司农卿，而脱脱领大司农事。西至西山，东至千明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潭、顺州，皆引水利，立法殿种，遂乃大任。14年，张士诚据高邮，屡招御之部将，诏脱脱总治诸王。诸省军讨之，处置与夺一切数镇，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不诛。司听选官属从行，秉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类千里，今古镇也，出师之胜，未有过之者。师赐济宁、遣官。义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11月，至高邮。兴未至已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促。俄有诏罪其老师废才。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越扩察儿，知枢密院。是雪带将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脱脱之西行也，别而窃不花遇县之死。哈马吕言于帝诏还敬的，脱脱深得知，致仕引为中书右丞。而是时脱脱信用汝中伯，有左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平章以下见其议事末。感一同，为哈麻部为之下。汝中伯因赠之脱脱，改为宣政院使。位居第3，于是哈麻深贤之。哈麻常与脱脱议授皇太子册宝礼。脱脱美言，中宫有子，将治之何所？已故久不行。脱脱将出师也，以汝中伯为治书侍御史，使府也先贴幕而居中。汝中伯恐哈麻必为后患，欲去之。脱脱犹豫未决，令与也先贴幕而谋。也先贴幕而以其有功于己，不从。哈麻知之，遂赠脱脱于皇太子及皇后其事。会也先贴幕而方夷及家居，
监察御史元塞。因不花等呈哈麻封旨，上章和之，三奏乃允，夺御史台印，出都门外听旨，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而脱脱亦有淮安之命。12月辛亥，诏至军中，参议公伯遂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常备密旨，今奉密旨一意尽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召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意何在？服从。既听诏，脱脱顿首谢。PG 2072曰：臣至于何天子宠临，委以军国重事，早夜战经，具服能审。一旦是此重负，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马3千，分赐诸将，比各率所部以听阅扩察而血节制，克胜负。使哈拉达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拔刀刎颈而死。初命脱脱安置淮安，而有旨一至一即乃录。15年3月，台臣有以折卿，列书其兄弟之罪，于是召留。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留也先贴木而于四川雕门。脱长子哈剌章，宿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部录。入关。脱脱行至大理腾冲，知府高会见脱脱，欲以女士之许。注释一城外已居，虽有加害者，可以无虞。脱脱曰：无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训词以决之。9月，遣官移至阿清起之地，高会以脱脱前不受其女，故首发铁甲军为之。12月己未，哈麻矫诏遣使镇之，死，年42。复文中书遣上舍卿76至。其弟亦官一以练。脱脱仪状雄伟，其然出于千百人中，而气宏实远，莫测其运。公师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获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弑君之计，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大臣，何以过之？唯其祸于群小，及父私仇，君子积焉。22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张雪其冤，于是诏复脱脱官爵，并给付其家产。诏哈剌章、三宝奴还朝，而也先贴木而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剌章中书平章政事，封升国公，分省大同。三宝奴之枢密院事。26年，监察御史慎奴、也先、撒都师李等复言，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一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好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启封一字王爵，定是极佳功臣之号，朝廷皆视其言。然以国家多故，未及报。PG 2073而国王。PG 2074列传第26。乃蛮台。
乃蛮台，穆华黎五世孙。曾祖曰贝鲁，祖曰阿里吉师，追。封举王，世中会，父曰忽速忽尔，四国王，追封纪王。乃蛮台。身长7尺，志劲有威，性明果善断，射能贯札。大德5年，奉命征海都、朵瓦，以功赐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皆荣禄大夫。7年，拜领北行省右丞。旧制，牧民中粮以饷编，是岁中者3。10万石。用事者挟私为事，杀其数为10万，民进退失措。乃蛮台请于朝，凡所书者悉受之，以为下年之数，民感其德。至治2年，改甘肃行省平章政事，配金虎符。甘肃遂敌粮于兰州，多至2万石，据宁夏各1000余里至甘州，自甘州又1000余里始达邑。即乃路，而宁夏距邑即乃仅1000里。乃蛮台下谕令宛者自宁夏境，区邑即乃，遂省费60万民。天历2年，迁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关中大饥，召牧民入宿。语绝。四方富民应命书宿，漏饥关下。初，河南饥，告敌关中，而关中民恶其敌。致仕官吏乃河南人，修宿院，具宿使不得入。乃蛮台仗官吏而入其宿。今召民掠人而食之，则命分荐卒为对。捕强食人者，其患乃易。时入官宿虽多，而平民乏超以敌。乃蛮台取官库未毁昏超，得500万民，时以省印，给民行用。4. 官给赈饥钞，如数一之。先时，民或旧时他所，多毁墙屋以往。乃蛮台谕之曰：明年岁忍，尔当复还，其勿毁之。民由是不敢毁，及明年还，皆得暗睹如初。拜西行台御史大夫，赐金币、丸服等物。奉命宋太宗皇帝救助皇兄之宝于其后四宴止歌。PG 2075。P 乃蛮台威望素颜，至其境，礼貌一尊。至顺元年，迁上都留守，配元将虎符，虎贲亲军都指挥使。进皆开府仪同三司，知领北行枢密院事，封宣宁郡王，赐金印。寻奉命出镇北边，西与尤众。国初，诸军至万户、1000户、100户。时金银符未备，为加因于羌以为等威。致仕乃蛮台为请于朝，皆得晚服。后至元3年，诏乃蛮台袭国王，授以金印。既又以安边牧陵之功，赐诸洛半壁并海东民殷，西域文报，国志以此，为极恩。6年，拜领北行省左丞相，人前国王，知行枢密院事。至正2年，迁辽阳行省左丞相，已年逾60，上书辞职归。念其军事贫乏，以麦400石，马200匹，羊500头便给之。8年，薨于家，帝闻之震道，命有司后至傅仪，诏赠书中宣会随远府。至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王，侍中牧。子2，常野先普化，入宿卫，长素骨而赤，特授朝列大夫。
给事中，拜监察御史，既除河西联访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类。迁中书参知政事，由御史中丞为中书右丞，赐晃乎而不花。朵儿子，朵儿子，穆华黎六世孙，脱脱子也。朵儿子生1岁而孤，稍长，备宿卫，是母至孝，喜读书，不屑谢氏章句，于古君臣。行事中君爱民之道，多所揪心。至2年，授中奉大夫，及贤。学士10年未及官。一时同营如郭冠、赵世言、邓文元诸老皆器重之。天历元年，朵罗台国王自上都领兵至古北口，与大都兵迎敌。事定，文宗杀朵罗台。2年，朵儿止袭国王位，护庇上都，诏便道至辽阳之国。顺帝至元4年，朵罗台地乃蛮台氏。太师伯颜氏为国王位，乃其所当袭，宿于朝。伯颜妻育的朵儿，之大珠环，价值16000锭。朵儿止无以应，则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传，不宜从人求买。我纵不得为，设为之，亦我宗族人耳。”于是乃蛮台以陆固得为国王，而除朵儿止辽阳行省左。PG 2076。丞相以安静为治，民用不扰。6年，迁河南行省左丞相，为正如在辽阳时。先是，河南犯孟为乱，以挂物联系者千百计。朵儿止至，颇知其冤，立欲执之，而平章政事纳陵乃原问官，知其说不从，以而纳陵还，言于朝，以为朵儿止心训汉人。朵儿止为人宽宏有度，亦不恤也。至正4年，迁江浙行省左丞相。时杭城见经灾毁，别而妾不花先为乡，庶务宽疏，朵儿止记之。贤人其咎，民心熙然。汀州寇窃发，朵儿止调遣将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数月即平。帝加其基，西九龙一，上尊九。居2年，方面晏然。杭知其老，请见生辞，如前丞相故事。朵儿止辞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时生于此，以尔父老有爱于我，我与尔杭人的无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刀居相位于此，为之。谨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虚名为？”7年，诏拜御史大夫，会丞相虚位，秋，拜中书左丞相。冬，升右丞相，兼修国史，而太平为左丞相。是时，朝廷无事。击鼓李文之事，有坠必举，请赐经演讲官作，以崇圣学，选卿。望官专点陈言，以求治道。何首令6事，杀太僧尼，举引议事。事件太平传。遂于留守司行至贺礼，其务先刘弘喜官。将馈2项。朵儿止家臣御关中，察之物有封杀，其至左厢者特封。家臣具白其事，请却之。朵儿止曰：“彼纵不送我，亦有何怪？”即命受之。谭王家产既集于官，朵儿止比院使录其数。明日，
院使以复。韩家乐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变色。敕院使曰：公事须自下而上，何进白丞相？令客审使服。初，朵儿止不为动，知者咸服其量。9年，罢丞相位，复为国王，知国辽阳。14年，赵脱脱总兵南讨。中书参议公伯遂见言，宜分遣诸宗王及异姓王俱出军。吴王朵儿斥后路伯遂，获免。朵儿止读曰：吴国家事成，天下有事，正效力之秋也。吾岂暇与小子被通贿赂哉？即领兵出淮南，听脱脱节制。脱 PG 2077。脱遣朵儿止攻六合，拔之。继而诏萧脱脱官爵，罢其兵权。朵儿止乃以本部兵守扬州。15年，薨于军，年52。初，朵儿止为极贤学士，从其从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变，拜住遇害。贼乘铁狮、赤金铁木儿等并欲杀朵儿止，其从子朵儿直班方8岁，走义窃削官师都而求免，以故朵儿止得脱于南。朵儿止为乡，务存大体，而太平则监理庶务，议时政。权颇出于太平，屈服者众，朵儿止处之宁然，不与教。然太平亦能推让尽礼，中外皆豪为贤相云。二子朵蛮贴木儿，翰林学士，俺牧歌诗礼，袭国王。朵儿之班。朵儿之班，字为忠，穆华黎妻世孙。祖曰硕德，父曰别礼。歌铁木儿。朵儿之班服罪而孤，欲于从祖母。拜祝，从父也。请于仁宗，降喜书护其家。稍长，好读书。年14，见文宗。是将信上都，亲阅御医，命录于部，故左右无能书汉字者。朵儿之班引笔书之。文宗喜曰：是臣之家乃能之学，岂易得哉？命为上衣奉御，巡狩工部郎中。元统元年，擢监察御史。守尚书，请亲祀宗庙，赦命不遗数。又承时政武事，其一曰：太史言3月癸卯望月时纪，4月戊午朔，日又时。皇上一份。干纲修行政，疏远邪佞，专任忠良，庶可消弭灾变，以为真祥。2曰亲祀郊庙。3曰博选勋就侍臣之子，端景正直之人，前后辅导，使嬉戏之事不接于目，礼俗之言不及于耳，则甚得日新矣。4曰枢机之臣故宜尊宠，然必赏罚功，则民心服。5曰米安盗贼，正救饥民。是时日月薄时，烈风暴作，河北、山东旱蝗为灾，乃复调陈9事上之，议曰：彼日信门渐起，刑罚渐差，无功者记于息赏，有罪者侥幸求免。恐行政渐灰，纪纲渐稳，劳臣何以事劝，奸臣魔所警惧。2曰天下之财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工商，而用犹不。PG 2078。足则皆怨之气上干阴阳之和，
水旱灾变所由生也，以专命众。书省官2员，都责户部详定检审，罢不及之公议，指无名之赏。4. 3曰，禁中常作佛事，权宜停止。4曰，官服日增，选法月毕，以审冗员。5曰，军公田。6曰，筑钱币。7曰，罢山东田赋总管府。8曰，捐河南自食田粮。9曰，禁取机械于海外。正月元日，朝贺大明殿，朵尔值班当纠正班次，即上言：百官于阅班制者，当同师一论，以诚不敬。先是教坊官未在百官后，御史大夫撒狄传旨笔入正班，朵尔值班职不可。撒狄曰：御史不奉诏耶？朵尔值班曰：是不可行，大夫宜复奏可也。昔僧为佛事内廷，醉酒失火，朵尔值班何其不守戒律，延烧宫殿，震惊九众。撒狄传旨免其罪，朵尔值班又职不可。一日间传旨者8，乃以丞相伯言，御史大夫唐其事。2家奴护士为民害，朵尔值班循吏至扩州，悉捕其人至于法。明大悦。即还，唐其事怒曰：御史不理我以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见人耶？答曰：朵尔值班之奉法而已，他不知也。唐其事从子马沙为清察清军指挥使，自横不法，朵尔值班何奏之？马沙因及无赖子欲加害，会唐其事被诛，乃罢迁太府监，改魁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进承制学士，皆兼经言官，又升士书学士，同知经言事。是时朵尔值班服弱冠，又世家子，乃读以经术士第左右，是以为盛事。至正元年，罢学士院，除翰林学士，升资善大夫。于是经言亦归翰林，任命朵尔值班之经言事。是时康李逵以翰林学士承旨意在经言。在上前夫陈经义，朵尔值班则为翻译，趋近其意，多所其握。晋中语密不传。俄迁大宗政府也可扎虏火赤，听讼之际，隐喻律令，屈当事情。有同僚年老者，叹曰：吾居士官40年，建功论事代神人也。宗王有杀其大母者，朵尔值班与同僚拔。PG 2079。时力请于朝，必正其罪。时相难之。初为淮东肃正廉访使，迁江南行台制书侍御史，未行，又迁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复。北还，养疾黄崖山中，起为资政院使。5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言事，提调宣文阁。时转籍，至正条阁，朵尔值班矣。魏氏书上有祖宗制告，安得独称今日年号，又律中条阁乃其一门耳，安可独以为书名？时相不能从，唯除制告而已。有以善音乐的信者，有志用为重文兼程。朵尔值班他拟一人以文。帝怒曰：选法竟由中书省耶？朵尔值班顿首曰：
用信人。居卿选，臣恐后世议陛下。今选他人，臣之罪也。审臣无语焉。帝乃悦。申右丞，寻拜御史中丞。监察御史何奏别而妾不花。张府上，处御史大夫义廉贞班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朵尔之班曰：若此，则台纲安在？乃在上章何奏，并留大夫，不允。台臣皆上应受辞职。帝谕朵尔直班曰：汝其无辞。对曰：宪纲徽矣，臣安得独留？帝为之出涕。朵尔直班即杜门谢。宾客寻初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皆荣禄大夫。至官，寻民所急。苦知米粟阳使兴炭诸货皆及乡民贩妇入城，而贵士同奴工府力促争强买之，仅筹其半值。又其俗编柳为斗，大小不一。豪甲华快得以高下其手，民咸并之。及赤有私立防禁，其称量。诸物乃必极而价自平。又存续孤老，平准前法，清权选，太虚力，肾钩击，心肺坠，巨细必举。苟有罪，虽勋就不逮。王邸百司闻风悚惧。诏为太常礼仪院使，俄迁中正使，又迁资政使。会道起河南，帝忧之。拜中书平章政事，皆光禄大夫。首言治国之道，纲常为重。前西台御史张环符节死役，不污。余寇以守京之，以劝来者。又言以守荆襄，湖广以绝。后患。又述论祖宗之用兵，匪专于杀人，盖必有其道焉。今倡乱者只数人，故乃尽作中华之民为叛逆，岂足以服人心？PG 2080。其言颇误丞相脱脱矣。时脱脱以幸左司郎中汝中伯，员外郎。伯铁木儿，故两人因善权用事，而朵尔直班正色历朝，摩所附。历是陕州为籍，因初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行至中途，闻商州县武官不守，即轻其昼夜兼程至凤原，而贼已至鸿门。历白娟日属事，不许，曰：贼事若此，上贺故阴阳居忌哉？即就属。审台素以举措为贤，不相拒论事。朵尔直班曰：多是如此，恶得以常立论。乃与行省平章朵朵约5日议会。即荀有旨，命与朵朵便宜同讨贼，及督诸军赴商州。乃修筑凤原城垒，募民为兵，出库所藏银为大钱，射而中的者赏之。由是人皆为精兵。今商议兵以兽皮为始防，状如户，号毛狐。卢军甚精锐，列其功以闻，赐敕书褒奖之，由是其军遂胜。而国家获其用。荆州由兴元，凤翔达凤原，道理回远，乃开邑。故创制7邑，路径已变。时御史大夫也先贴木而失败于河南，西台御史蒙古鲁海牙。范文等12人合奏之。朵尔直班当属字，故谓左右曰：无其。为平章湖广矣。
为己命下，果然。也先贴木儿者，脱脱之弟张继上，脱脱怒，故左迁朵尔值班，而御史12人皆见。处关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惧去我而不留乎？朵尔值班未遣之，不听，乃从监道得出，至重庆，闻江陵县道路阻不可行，或请少留以四之，不从，其必达乃矣。湖广行省实权至李州，既至，律诸军以法，而受纳粟者矣。官人心熙然。汝中伯铁木而言于丞相曰：不杀朵尔值班，则丞相终不安。盖为其弟亦所眷属，必复用耳。乃命朵尔值班直专供给军时。时官领所处无己，及延州民有粟者，轻。与久欲劝之而待其粟，曰：似朝廷班超至极海以直，民无不从者。又遣官敌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闻其名，征书粟以助军饷。又陈伯言部花方总兵，陈顺封旨，数侵辱之。朵尔值班不为动。PG 2081。会官军赴武昌，至齐，黄伯言部花百计征所，无不给之，犹豫。言其供须失其。达喇罕军帅王部花愤言曰：凭张国之贵臣，今作不重因，实无真位，徒为我曹军时耳。今百须力办，故犹欲污之，是无人心也。我曹便当散还乡里矣。脱遣国子助，教顽者至军中，封使害之。顽者至，则反家敬礼，与人曰：凭张勋救之家，国之祥瑞，无苟伤之，则人将不食无余矣。朵尔值班素有风疾，军中感误漏，所患日剧，遂卒于黄州兰溪。翌年40。朵尔值班历朝，以扶持明教为己任，荐拔人才而不以为私。留心经术，凡一落诸儒之书，未尝去手。喜为五言师。于字画尤精。翰林学士陈芷临川为宿，常客于朵尔值班，见之曰：民公之学，当务安国家，立让计，无为留神于莫义。朵尔值班深服其言。其在精言，开陈大义为多，兼采前贤遗言，各以类次，为书凡4卷，一曰学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职，四曰国政。明道、后伦、治行、击鼓、游艺，五者。学本，知牧野，敬天，爱民，知人，纳谏，治内，五者。君道，知牧野，宰辅，台察，守令，将帅，谢御，五者。臣职。知牧野，兴学，训农，理财，审刑，议兵，五者。国政。知牧野，帝览而善之，赐名曰至元通训，藏于宣文阁。二子。铁固司铁木儿，笃监铁木儿。阿鲁图。阿鲁图，伯尔术4世孙，父木剌乎。阿鲁图由经正监袭职，为妾薛官，长环卫，遂拜翰林学士陈芷，迁知枢密院事。至元3年，袭封广平王。至正4年，脱辞相位，顺帝问谁可代托。托为乡者，
脱脱以阿鲁图见。5月，诏拜中书右丞相，兼修国使，而别而妾不花为左丞相，从驾行幸，每同车出入，一时朝。也以二相协和为喜。时诏修辽、金、宋三使，阿鲁图为总裁。PG 2082。5年，3使臣。10月，阿鲁图等既以其书进，帝谕宣文阁。阿鲁图复与平章政事铁木尔塔时，太平上奏，太祖取经，世祖平宋，混议区域，典章图籍皆归秘府。今陛下以三国事机命如是纂修，而成阿鲁图总裁。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意。今者进臣，万机之暇，岂以备以览？帝曰：此事卿臣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如是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正为君者，以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正当取以为戒。然其旨仅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兼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免。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鲁图顿首舞蹈而出。右司郎中丞司谦谏言诸事。阿鲁图曰：左右司之职所以。赞助宰相。今郎中有所言，与我辈共议见诸行事，何必别为文？字字有所成耶？郎中若居他官，则可谏言；今居左右司而谏言，仕途愈显一己自能言耳。将至我辈于何的？司谦大惭服。1日，与辽左翼除刑部尚书，载职有所惧，或难之曰：此人柔软，非刑部所可用。阿鲁图曰：庙堂即精选会子耶？若选会子，须选强壮人。尚书欲其详验行独耳，若不枉人，不坏法。即是好行官，何必求强壮人耶？左右无以答。其为治之大体，类如此。先是，别而妾不花常与阿鲁图谋己害脱脱。阿鲁图曰：我等岂能久居相位？当亦有退休之日，人将为我何？别而妾不花屡以为言，终不从。6年，别而妾不花乃讽监察御史合奏。阿鲁图不宜居相位，阿鲁图即必出城。其因党皆为之不平，请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无礼，丞相何不见帝自陈？帝必辩焉。阿鲁图曰：我博尔术士义，岂丞相为难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辞，今御史和我，我宜即去。盖御史台乃世祖所设置，我若与御史抗，即与世祖抗矣。尔等无复言。阿鲁图 PG 2083。既罢去，明年，别而妾不花遂为右丞相，不久亦去。11年，阿鲁图复起为太傅，出守河陵边，薨，无嗣。钮的该，博尔术之四世孙也。早岁被宿卫，类千童之枢密院士，继而废处于家。顺帝至元5年，奉使宣抚鞑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30余条，
由是朝廷知其才，升之领北行书秘院事。至正15年，诏拜中书平章政事，迁知枢密院事。17年，以太尉总山东诸军，守镇东昌路，击退田丰兵。18年，田丰复陷济宁，进逼东昌。钮的该以伐梁弃城，退屯博乡、东昌遂县。还京师，拜中书天摄左丞相，与太平同居相位。钮的该有食量，处事平允。倭人攻金富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赖而抚安之。浙西张士诚计将，钮的该处置江南诸事，贤得其宜，事成大服。新河路复名调戏子父，戏狱车载储币。至京师行路，以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决。钮的该乃除刑部侍郎，为新河路打虏花赤，比决其事，复名遂自缢死。凡授官为才，试选不用私人，众称其有大臣体。以而据罢乡，迁知枢密院事。常卧病，谓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即顾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此可叹也。朝官至门后籍者，皆谢遣之。20年正月卒。PG 2084。列传第27。别而妾不花。别而妾不花，字代用，燕指及辟氏。曾祖盲妾突以千户从。宪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氏承宗为丞相，被诛，后赠河宁中县王。别而妾不花早孤，8岁，以兴圣太后及武宗命，谥明宗于藩邸。寻入国子学为诸生。惠明宗以周王出镇云南，别而妾不花从行，至大同而还。仁宗诏入宿卫。1日，从殿中望将其仪，举炫义，即召对，谓谕之。八藩宣抚司长乃其世侄，英宗遂授怀远大将军、八藩宣抚司打虏花赤。既至，宣布国家恩幸，动民感悦。有类遂不服者，皆喜曰：无故贤帅子孙也，其敢为？命律其14部来受约束。别而妾不花以其事入奏天子家，而留之。太定3年，特授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亦从其老文学之士雍容议论。寻拜监察御史。明年，迁中书右司郎中。又明年，升参议中书省事。居2年，除吏部尚书。至顺元年，其兄至书事。御史自当见指明李董阿子屡不当为监察御史，并出别而妾部花为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未几，丁内兼还京，其父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浙岁曹米由海到达京师，别而妾不花董其事。寻除礼部尚书，迁徽正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领宿卫。升荣禄大夫，宣徽使，加开府仪同3司。凡宿卫事有从长领官，见用者，往往所举多其轻易。至别而妾不花独推则岁久者举之。众论西服。
宣徽所造酒，恒所者众，遂废陶瓶甚多。别而窃不。窃花奏制银瓶以铸，而所者遂止。至元4年，拜御史大夫之。PG 2085。今言事，寻迁中书平章。至正2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东，闻杭城大火烧。官谢明卢己敬，仰天辉涕曰：杭浙省所至，吾被命出镇。而火如此，是我不得累杭人也。即持复镇，即下令路被灾者23000余户，户给钞一锭，焚死者亦如之，仍给月米2斗。又置给其半。又请日减9克，为前1250名，脂肪减员额。之半，军器、漆器全停1年，饭税皆停。是闻，朝廷从之。又大作省制，民居附其旁者，增值买其机，牧民就义，则后其庸。直。又请岁减江浙、福建盐客13万引。或欲引与抗汉，折出。导于神祠，所导无不应。在正2年，虽儿童女妇莫不感其恩。诏还，除翰林学士承旨，仍长宿位。4年，拜中书左丞相。朝廷亦选奉使宣抚，使问民疾苦。察吏贪廉，且选习北藩风土及之典故者，比别而窃不花州行杀。末，洗冤除弊，不可胜计。又奏发使御诸王，赐以金衣重宝。使各府其民，无于法治，于是内外正肃。明年，岁大饥，流民。载道，令有司政之，欲还乡者给禄粮。又禄在京平民，日跳矣。粮。帝还自上都，遣中使数倍去使营业，比见帝亲酌酒劳之。7年，晋右丞相。明年，御史合奏别而窃不花，而徽正院史高。龙补在帝侧为解，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以廉贞班为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辞职。诏复加太保。于是两台各道严章交治。别而窃不花亦不自安，寻谪居渤海县。10年正月卒。后子达氏。铁木儿用于朝，遂赠弘仁府治秉文守正银亮同德功臣，开府仪。同3司，上柱国，太师，追封纪王，谥中宣。达氏铁木儿字元。礼，仕至中书平章政事，有学识，能事其家。太平。太平，字允中，初姓贺氏，名为一，后赐姓蒙古氏，名太平，人杰之孙，慎之子也。初，慎以非罪死，太平年上幼，太 PG 2086。定帝雪其父冤而抚恤之。太平资性开朗正大，虽在若灵，俨然如老成人。常授业于赵孟跳，又师事云中吕弼。太平使袭复职，为虎贲亲军都指挥使，巡酌陕西汉中道廉访副使。文宗诏为公，部尚书，都主管魁章阁公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顺帝元统初，命为枢密副使，巡升同知枢密院事，迁御史中丞。时中书有参。亦佛家侣者，先人也。御史何其罪，
10载避之，事请不行。太平祠即沃家。至正2年，诏启为中书参知政事，祠进右丞。右祠会御史其君必复合佛家驴，处之，乃起就职。宗室诸王，遂赐领11弼部军。太平请于帝，军其后薄，首令多失职，请选台革名臣充之。人遣使和其治行，其治罪者则增治，赐金币。辽、金、宋39位克修，致仕太平立赞其事，为总裁官，修臣之。时素贵而今营建，太平请出官本，委官收视之，所得不资，其后兵兴，促获其用。4年，升中书平章政事。5年，迁宣徽院使。宣徽典尹善，权势横所，太平取步越之，为太常理。以使阿剌不花亦无所需，太平因言于帝，请擢居禁职，且后赐之。6年，拜御史大夫。故使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太平因辞。诏特赐姓而改其名。7年，迁中书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国王朵儿只为左丞相，请于帝曰：臣即先臣之印，早袭为国王。昧于国家之礼，今被为宰相，非得太平不足与共事。11月，拜太平左丞相，朵儿只为右丞相。太平辞，帝不允，仍诏释天下。明年正月，诏修后妃，功臣传，特命太平同兼修国史，盖艺术也。太平请僧道有妻子者乐为名，以简度号，给校官奉以防。虚茂，请赐金演讲官座，以崇圣学，力行兜水间，以至黄河。举印是完者度，直李哈郎、董立、张舒、李孝光。是时，天下无事，朝廷击鼓李文之典，有坠必举。平生好访问人才，不问南北，必记录于册，致仕多尽用之。PG 2087。初，脱脱寄罢乡，出居西土。会其父马札而台卒，太平立，请令脱脱归葬，以全孝道。左右以为难，太平曰：脱脱乃兴王室，大义灭亲，今覆没而不克奔赴，为善者不己于待乎？为之故请，以故脱脱的孩。脱脱既得孩朝，即拜为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己也，因辱中伯谗奸臣戏，俱欲重伤之。是时，中书参政孔思立等皆一时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诬以罪处去。9年7月，罢为翰林学士承旨，既又诬合其过失，而并论其子。也先乎都不宜见娶宗室女。脱脱之母闻之，谓脱脱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于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为无言，非无子也。是御史撒马度扬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坏台纲，如天下后事何？即卧病不起。故立田父劝太平自裁，太平曰：无罪，当听于天，若自杀，则臣有歉矣。遂还凤元、杜门、谢客，以书使自释。河南道起15年，
诏命太平为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总治诸军，驻于济宁。时诸军久出，粮饷苦不济。太平命有司给牛具以重麦，自济宁达于海州，民不扰而兵赖以济。亦力土兵元帅府，轮番征战。16年，移镇益都。未几，除辽阳行省左丞相。狄素以给京师。处置有法，所至甚多而民不扰。17年5月，诏为中书左丞相。时毛贵据山东，明年由河间入寇，官军屡败，渐逼京都。中外大害，廷议迁都以避之，何者如出一口。太平力争以为不可。启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喇部花于张德，引兵击之，大败贼众，京城遂安。会张士诚以浙西将，而晋、冀、关陕之间，察罕铁木，而屡以节奏闻。于是中外人心熙然，有中兴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节之臣，虽不一一加赠事，有官者就官。其子孙仍有感动。当时右丞相硕司监家人以造伪超视爵，行不欲连逮硕司监。太平立为解之，曰：堂堂宰相乌的有此事。PG 2088。四海闻之，若国体何？硕司监既何罢，太平所得俸禄多分馈之。二皇后其事与皇太子谋，欲内禅，遣患者资政院使仆不花，欲议于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举酒申前议。太平依为而已。是时，皇太子欲进逐帝进城，又令监察御史何帝亲逆臣御史中丞突虏铁木儿，未及奏而所合御史被迁为他官。皇太子以也先乎都谢其事，亦决意去太平正秉知枢密院事。纽的该闻而叹曰：善人国之计也，苟去之，国将何赖乎？数于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成。会纽的该死，皇太子遂令监察御史买柱、桑哥施礼和左丞陈遵、参政赵忠等下。欲死，以二人为太平党也。太平之事有不可留，数以及辞位。20年2月，拜太保，比养疾于家。台臣奏言以为当时世之间，为正赖贤才之弘济，太平以施保兼相职为宜，帝不能从。会杨狄王阿鲁挥铁木而倡乱，骚动北边，势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时欲置之死矣。太平遂往。有同之态。常愿事托欢者，也先乎都固江也。闻杨狄王将至，乃引兵赴王。至军前，太平不受，令升至阙下，北边以宁。太平终不以为己。公未几，诏拜太傅，赐田若干顷，比归凤元。帝欲以伯撒礼为丞相，伯撒礼辞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于是密旨令伯撒礼留太平无行。太平至，杀尽，闻命而止，速留久之。
皇太子恶其继去而复留也。23年，令御史大夫卜化和太平固为上命，当正其罪。诏乃西居。所受宣命及所赐物，彼往陕西之西居焉。朔司监因诬奏之，安。至吐蕃，寻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东胜，赋诗一篇，乃自杀。年63。27年，监察御史卞其非孤，请加褒赠。也先忽都明君，字公炳。少好学，有俊才，累迁殿中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翰林侍读学士，皆兼袭虎贲亲军都指挥使。PG 2089。太平之为乡野，务广言才验，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亲己下。是以故名称即然。以而被河坝，从青海凤元。居6年，诏为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在乡，受之枢密院事，迁太子詹事。19年，群盗由开平东屯辽阳。东，赵也。先忽都以知枢密院事兼太子詹事律师往讨。太平以其年少，数请改命，不允。至则遣将拔益州省治，到于辽河东奔。而朝廷谗构日盛，罢为上都留守。寻改宣政院使，以丁内监不起。朔司监在乡，复奏强起之。即日监察御史也贴目，理好直右河坝之。以而朔司监训皇太子旨，构成大狱，诬老的杀蛮子案，南达10里，杀加10里，也先忽都及脱欢等不轨，直脱欢瞎练其狱，连逮不已。帝知其无辜，欲视其事，特命大赦。而朔司监僧入条画内，独不赦前狱。为老的杀逃于贝罗铁木而大同军中。蛮子按南达10里等遂皆贬死。也先忽都当贬撒斯家之地，道有朵司马、行宣政院使环州吕肃受之太平，因留居其地，执政。知其故，奏也先忽都为命，杖死之。年44。有诗集10卷。铁木儿塔什。铁木儿塔什，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秉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引物绝人。是明宗于前邸。文宗初，由同知都护。府事类千里部尚书，进参议中书省事，着陕西行台市御史。刘为魁章阁侍书事，除大都留守，寻同知枢密院事。后至元6年，拜中书右丞。至政改元，升平章政事。伯言罢乡，庶务多。所更章，铁木儿塔什尽心辅赞。每入藩之，地为出肃宣文阁。次坐榻前，寻以正道，毕业分乃罢。2年，交铁木儿塔什言：大四郡事，必有实惠及民，以当天兴，乃赐明年田租之半。岭北的韩不任色事，遂募富民和敌为边饷，民虽稍利，而废。官盐为多。铁木儿塔什乃请别输金仓米100万斛，处于和林以为备。日本商100余人御风飘入高丽，
高丽掠其货，表请没入其人。PG 2090以为奴。铁木儿塔什持不可，曰：天子一视同仁，岂宜成人？知显以为利，宜资其骸。以而日本果上表称谢。而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铁木儿塔什曰：刺探在敌国故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之盛。归告其主，使之相化。两者敏言而类增而克越归，将这行。审请减额，铁木儿塔什奏遂减13万银。5年，拜御史大夫。务以敬重持大体，不为苛扰以立声威。谏言：晋遂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及其妻奴。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请除之者为令。晋击民征赴京城，奏出赃罚超，敌米万石，及晋交4官为迷食之，所活不可胜计。居遂于迁平章政事，位居第一。大驾10旬，留镇大都。旧法。系民敌于官仓，出印券，月给之者，其值300文，谓之红贴米。复筹而给之，近3月止者，其值500文，谓之散筹米。贪民买其筹贴以为利。铁木儿塔什请别发米20万石，遣官作事4，使人持50文级的米1升，坚壁遂绝。7年，首相去位，帝诏铁木儿塔什谕旨，若曰：尔先人，是我先朝，显有牢记，尔时能事其家，今命汝为左丞相。铁木儿塔什叩头故辞，不允，乃拜命。铁木儿塔什修敕纲纪，立内外通调之法，朝官外补，许的必辞，亲受帝训，则以成效。郡亦贤能力，次第征拔，入补巢阙。分海草米40万石至沿河。诸仓以备凶荒。先是，僧人与其民均受益于官，其法中变。致仕奏复其咎。孔子后袭封衍圣公，皆职4品，奏升为3品。遂宜在异国学，尽诸生而奖励之。中书故使用老臣寓意大政，久废不赦。铁木儿塔什奏复其归，起田和、张元溥等4人为议。是平章曾为半年，就偏补弊之政以次新举，中外咸悦。从信上京还，入正式堂府1日，而感报急轰。年46，赠开成绩。每同得意运功臣、太师、中书右丞相，追封济宁王，是文中。PG 2091。铁木儿塔什天性忠亮，学术正大，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帝常问为至何先，对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统。其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对曰：世祖有尧，顺之。兹文统不以王道告君，而乃上罢黜，要尽力，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统，朕当远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颜亦罢科举。铁木儿塔什时在参议府，弃部属奏读，即入中书，乃亦复行之。
真用处事，殆以不次之着。或疑为太幽，铁木儿塔时曰：隐。士无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隐士，区区名爵，奚足惜哉？时者宋之。时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时为总裁官，多所携。赞云：达时铁木儿。达时铁木儿，字九成，又与其兄铁木儿塔时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初以侍奏补官，为太傅。兼提点，擢至书侍御史，以言罢。除枢密院同知，升中书右丞。翰林承旨，迁大司农。至正7年，初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为大司农。9年，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元、晋、柳、贵等路遥、辽窃发，朝廷以西动险阻，下诏招谕之。达时铁木尔谓寇情不可料，请至3分省，一至晋江，一至元、晋，一至柳、贵，以左右丞参政奋兵镇其地。罢晋州路总管府，改立晋州军民安抚司，设万户府，亦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以而朱尧、辽西将赵骸复为大司农。11年，台州方国珍起海上。达时铁木尔奉诏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直进往招谕之。明年，到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则修城池，赤备御，贼不敢犯其境。迁淮南行省平章政事。15年，入为中书平章政事。时中书庶务多为吏须持留。至则委提控院使2人分都左右曹，西为剖爵。初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巡监之行枢密院事，许以便宜行事。时江淮道士日盛。PG 2092。南北阻隔。达时铁木尔独治方面，而任用非人，四通贿赂卖。官欲爵，一事或知轻重以为高下，于是谤亦纷然。所部郡县往沦陷，亦田不以为意。16年正月，张氏城县平江。7月，逼杭州，达时铁木尔。即弃城遁于富阳。万户仆贤奴隶拒之，而苗军率杨丸者时驻家。辛，亦引兵至，败走张士诚，达时铁木尔乃还。初，达时铁木尔以丸者为海北宣慰使都元帅，巡升江浙行省参政，致仕遂升。右丞。而苗军素无纪律，似为超略，所过当然无疑。达时铁木尔方以丸者以为重，莫敢尽恶，故丸者今交日肆而不可治。明年，侍臣寇嘉兴，屡为丸者所败。侍臣乃遣蛮子海牙以书诈降。蛮子海牙常为南行台御史中丞，以军解水寨，屯采石，为大名。兵所败，因走归侍臣，故侍臣使之来。而书辞多不逊。丸者欲纳之，达时铁木尔不可，曰：我习在淮南，常招安侍臣之。其反复，其将不可信。丸者故劝，
乃许之。侍臣使要王爵，达什铁木儿不许，又请爵为三公。达什铁木儿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虽便宜行事，然不敢专也。玩者又立以为请。达什铁木儿虽外为正辞，然实信其将，又恐侮玩者意，遂受事。陈太尉，其弟是得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党皆授官有差，是得寻为大民兵所擒。复身是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事臣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于是朝廷以招安张士诚为达什铁木儿公，诏加太尉。当世时，徽州、建德皆已陷，玩者屡出师不利。士臣素欲图玩者，而玩者时又强取平章政事庆童女。达什铁木儿虽主其婚，然亦甚厌之，乃因与侍臣定计除玩者。扬言使侍臣出兵赴建德，玩者营在杭城北，不违背，遂被围。苗军西溃，玩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其后世闻于朝，赠玩者谭国忠闵公，伯颜恒国忠烈公。玩者既死，侍臣兵遂据杭州。19年，朝廷因受事。PG 2093。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是信乃大发浙西诸郡民驻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来征粮，侍臣运米10余万石达京师。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什铁木儿徒存虚名而已。俄而侍臣令其部属自宋功德，必欲求王爵。达什铁木儿谓左右曰：我臣至居此，徒及口舌以御此备。今张氏复要王爵，朝廷虽为，终不为其所挟。但我今若逆其意，则目前必受害，当忍齿函垢以从之耳。乃为具文书闻于朝，志再三，不报。侍臣遂自立为吴王，即平江至宫阙，历官署。时达兰铁木儿为江浙行省右丞，珍宝为左右司郎中，二人产氏侍臣，多受金帛，数枚聂达什铁木儿之短，以故张氏遂有不相容之事。24年，世信乃使王慎等面述达什铁木儿过失，勒其移资审院，自陈老病愿退。又言丞相之任非世信不可。世信即逼取其诸所长符印，而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喜达什铁木儿居嘉兴。是闻朝廷，即就以世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什铁木儿至嘉兴，世信峻其园墙，故其门榻，所以防禁之者甚。言达什铁木儿皆不以为意，日对妻妾饮酒放歌自若。是臣令有司攻读皆首称，吴王令旨，又讽邢台为请时授于朝。邢台御史大夫普化铁木儿皆不从。至是，寄居达什铁木儿，即使人至绍兴从普化铁木儿所邢台印章。普化铁木儿封其印至诸库，曰：我头可断，印不可与。又破之登州，曰：我可死，不可辱也。
从容沐浴更衣，与妻子绝，赋诗2章，乃养药而死。临死，执碑地上曰：“我死矣，逆贼当种我亡也。”后数日，达时铁木耳闻之，叹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为？”遂命左右以药酒尽，饮之而死。侍臣乃使载其舅及妻奴北返于京师。普化铁木而自奸善，达鲁乃蛮氏，行台御史大夫铁木鸽子也。类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时境内皆为诸豪所据，不能有所。PG 2094施舍，即迁南行台，又为张士诚所逼而死。然论者以为其死事。达时铁木耳为差甚云。PG 2095列传第28。太不花，太不花，弘吉剌氏，是为外戚，官最贵显。太不花省后有大度，以示奏入关，类迁云南行省右丞，历通政史，上都留守。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至正8年，太平为丞相，历见太不花可大用，召入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太平既罢，脱脱复为相。太不花因党于脱脱谋欲害太平，众由是不平之。12年，到起河南，知枢密院事老张出师久无功，召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将兵往代之。为其越、平南、阳、汝宁、唐、隋，又下安陆、德安等路，招降伏叛，动河氏。夷军声大振。14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总大兵征高邮。寻赵夺其兵柄，而升太不花本省左丞相，与太尉越阔察而书。密之愿雪带总骑兵。山东、河北诸军悉令太不花节制，而太不花乃以军事伐梁之故，颇骄傲，不遵朝廷命令，军事又往往飘，略为名患。15年，监察御史也李忽都等合其慢攻越民之罪。于是天子下诏尽夺其职，彼率领火赤温，从平章政事达师巴都。鲁真进请之，复拜湖广行省左丞相，节制湖广、荆襄诸军，招捕沔阳、湖广等处水陆贼徒。会朝廷复拜太平为中书左丞相。太不花闻之，亦不能平，叹曰：“我不负朝廷，朝廷负我矣。”太平汉人，今乃复居中用事，安受逸乐，我反在外勤苦邪？及贼且退，诸将皆欲乘胜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养锐为名。其后贼犯汴梁，守城请援兵，致使往返。太不花 PG 2096乃使率兵援汴梁，而由按甲不进。时虽薄，太康据以县边。景日急，或见之曰：“贼旦夕且至，丞相兵不进何也？”太不花故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进邪？若等无多言，我自有神算也。继而纵军出掠，100里之内，荡然无疑。既有渡师河北，深取曹、蒲，遂驻于彰德，
魏辉。俄而曹蒲之贼，夺窜进，冀大同邑相继不守，遂蔓延不可治。朝廷以为忧。两遣重臣欲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田不为意。是时，其子寿同以同知枢密院事将兵分讨山东，久无功，常以事入奏。语言有骄慢意，帝由是恶之。18年，山东贼越充斥，且逼近京畿，于是诏拜太不花中。书右丞相，总骑兵讨山东。既渡河，即上书以谓贼是张胜。军行以粮饷为先。袭汉韩信行军，萧何溃粮，方今错化无。如丞相太平者，如令太平治军中供给，是乃可计，不然兵不能进矣。其一时嫌太平，欲其治军中及害之也。时参知政事拨言铁木儿、张敬等分省山东，二人者常和授同部进兵，太不花至，则以其溃运不前断遣之。又以知枢密院事完者铁木儿为右。臣之日常和其非，亦加以失误专制之罪，擅改其官，征治军欲，害之。是闻，廷议轩然。而太平与太不花久有隙，会其书来上，以其欲害己也，遂讽监察御史米脂而海等和其缓失拒命之罪，而于帝前力赠之。于是乃下诏削其官爵，夺其兵柄，安置于盖州，以知枢密院事务梁哈台总骑兵。太不花闻有诏，夜迟亦留哈喇不花求救解。留哈喇不花者，太不花故部将也，以破贼类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著兵保定。见太不花来，因张乐大宴，举酒慷慨言曰：丞相国家住时，有大勋劳如此，天子终不害丞相，是必谗言奸之耳。我当自往见上言之，丞相无忧也。哈喇不花即走至京，首见太平。太平问其来何故，哈喇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 ：PG 2097。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诏以下，尔乃敢折妄言邪？不审处，或将及尔矣。哈喇不花闻太平言，畏惧，竟不能发。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喇不花所，即与之曰：尔能治太不花以来，无以耳。见上，尔功不细矣。哈喇不花应许之。太平乃引入见地，赐赖良卧。初，留哈喇不花之为部将于太不花也，与倪会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会，而哈喇不花既多阻不行，哈喇不花心常以为怨。即是知事已不可解，还复太不花父子诵经师，未至，皆杀之于路。察罕帖木儿阔铁木儿。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阔台，原出隋大军收河南。至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家河南，为颍州省丘人。察罕帖木儿又独学，常应进士举，有10名。身长7尺，修眉腹。目左颊有3毫，或怒则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
正11年，盗发汝尹，焚陈邑，杀常吏，所过残破，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制讨，卒无成功。12年，察罕帖木，而乃奋意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斯，其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是闻朝廷授察罕帖木而忠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议事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陈义军，屯沈丘，数与贼战，折克节。15年，贼势滋蔓，犹便以南县邓、许、松、洛、察罕帖木而兵日益盛，转战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贼风。贼乃北渡蒙津，焚掠至谭淮，河北震动。察罕帖木而进战，大败之，余党诈河州，歼之无一类，河北遂定。朝廷其功，除中书刑部侍郎，皆忠义大夫。苗军以营阳叛，察罕帖木而夜袭之，虏其众。己进，乃结营屯中牧。以而怀右贼众30万掠遍以西，来岛中。牧营。察罕帖木而结臣待之，以死生利害御士卒。士卒甲勇决。此战，无不一当百。会大风扬沙，自律猛士鼓噪从中起，奋急。PG 2098。贼中间，贼士遂披靡不能支，弃其鼓遁走，追杀10余里，斩首。无算。军声亦大振。16年，升中书兵部尚书，皆加议大夫。继而贼西陷陕州。段尧、韩是欲驱秦、晋知枢密院士达师巴都鲁方节至河南。军调察罕帖木而与李斯齐往攻之。察罕帖木而击鼓行而西。夜拔遥陵，力炸交口。陕围城，阻山带河，险且固，而贼转南。山速给时以坚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而乃焚马石营中。如炊烟状，以夷贼，而夜提兵拔灵宝城。守既备，贼始决，不敢动，即渡河陷平陆，略安邑，柔劲难比。察罕帖木而追袭之，促之以铁骑。贼回扼下阳津，覆水死者甚众。相持数月，贼士穷，皆遁溃。以公家中奉大夫，迁河北行枢密院事。17年，贼寻出襄樊，陷商州，攻武关，关军败走，遂直趋长安，至灞上，分道略同、华诸州3府震恐。陕西省台来告急。察罕帖木而即领大众入潼关，长驱而前，与贼遇战折胜，杀获以1万计。贼余党皆散溃，走南山，入兴元。朝廷家其父官陕有大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未几，贼出自巴蜀，陷秦、陇，据巩昌，遂窥凤翔。察罕帖木而即先奋兵入，守凤翔城，而遣谍者诱贼为凤翔。贼果来围之，后凡数10众。察罕帖木而自将铁骑，昼夜驰200里往复。彼去城里所，分军。张左右一眼击之。
城中军亦开门鼓噪而出，内外合集，呼声动天地。贼大溃，自相见柔，斩首数万级，伏尸百余里，余党皆遁骸。关中西定。18年，山东贼分道犯京畿，朝廷征四方兵入魏，召察罕、铁木儿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儿即留兵戍青丘、义谷，屯潼关。塞南山口，以备他道。而自江瑞卒往复赵。而曹、蒲贼方分道。于太行、汾上党，略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复大略南且还。察罕、帖木儿先遣兵伏南山阻碍，而自乐众。PG 2099。兵屯闻喜、绛阳。贼果走南山，纵伏兵横击之，贼皆弃辎重走。山谷，其的南海者无几。乃分兵屯泽州，塞宛子城，屯上党；塞吴尔谷，屯并州，塞井行口，以渡太行诸道。贼屡至，守江。数血战急却之，河东西定。进陕西行沈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于是天子乃诏察罕、帖木儿守御关陕、晋、冀、辅政汉、缅、金、襄、骈宜行捆外事。察罕、帖木儿议务练兵训农，以平定四方为己责。是年，安丰贼刘福通等献汴梁，造宫阙，议正朔，号赵群。道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察罕、帖木儿乃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而自江中军。军免迟。会叛江州全弃谭淮，入汴城，合兵攻洛阳。察罕、帖木儿下令严守备，别以骑兵出宜阳，而自将精骑发新安来援。贼至城下，见坚壁不可犯，退隐去，因追至虎牢，塞城高诸险而还。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人兼同知行枢密院事，骈宜行事。19年，察罕、帖木儿屠赴汴梁。5月，以大军刺虎牢。先发由齐，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察，北道出汴东，战船。伏于河，水陆并下，略曹南，据黄陵渡。乃大发秦兵，出函关。过虎牢，进兵出太行，于黄河，聚会汴城下，首夺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还城而累。贼屡出战，战折败，遂因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军跳梁者略城而东。贼清晨出追，伏兵鼓噪起，邀击败之。又令若簇力诈外城，以饵贼。贼出征之，若簇佯走，薄城西，因突铁骑纵击，西擒其众。贼自是亦不敢出。8月，迭之城众计穷，时且尽，乃与诸将言思孝、李克仪、虎林赤、塞英赤、达呼、托英不花、吕文、完哲、贺宗哲、安童、张守礼、伯言、孙柱、姚守德、魏塞英不花、杨吕信、关关等议，
各分门而攻。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遂拔之。刘福通奉其为主从数百骑出东门遁。PG 2100走。或尾后及贼妻子数万，尾官5000，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全居民20万。君不敢思，事不易肆，不旬日河南西定。现结金师欢声动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士，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人便宜行事。昭告天下。先是，中原乱，江南海漕不复通，京师屡苦饥。至是，河南既定，习书达江浙，海漕乃复至。察罕帖木而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善兵甲，务农击鼓，训练士卒，谋大举以赴山东。先是，山西境冀之地皆察罕帖木而所平定，而达师巴都。鲁之子曰贝罗帖木儿，以兵驻大同，因欲并拒晋冀，遂制兵。真天子吕下诏和解之，终不听。事件本纪及达师巴都。鲁传中21年，迭知山东群贼自相攻杀，而济宁田丰降于贼。6月，察罕帖木儿乃于即自陕底落，大会诸将，与议失其发，并州军出井陉、辽，庆军出邯郸、泽，陆军出磁州、淮，魏军出白马、即便、洛军水陆俱下，分道并进，而自律铁骑、简大将旗鼓、杜孟津于谭淮，鼓行而东，赴关州、东昌。8月，师至沿河，遣其子阔帖木儿及诸将等，以精卒5万捣东平。与东平贼兵遇，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儿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礼。丰及王士臣皆降，遂复东平、济宁。时大军犹未渡，群贼皆聚于济南，而出兵齐河，与陈以相抗。察罕帖木儿分遣骑兵取坚。到出贼后，南略泰安，逼益都，北训济阳、章丘，中巡滨海郡。乃自将大军渡河，与贼将战于分歧，大败之，进逼济南城。而其河与陈俱来将，南道诸将亦报捷。再败益都兵于好石桥。东至海滨，郡邑闻风皆送款。攻为济南3月，陈乃下。诏拜中。PG 2101。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儿遂以兵为益都，环城列营凡数十，大至工具，百道并进。贼悉力拒守，复决众堑，筑长围，扼南阳河以灌城中。人分守要害，收集流亡，郡县户口在归直方，号令焕然矣。22年，时山东俱平，独益都孤城犹未下。6月，田丰、王士臣因劫贼，复图叛。
田丰之将也，察罕帖木儿推陈呆之部，疑数独入其帐中。及丰计谋变，乃请察罕帖木儿行观营垒。众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请以力士从，又不许，乃从轻骑时有一人行。至王，姓嬴，又至丰营，遂为王侍臣所赐。复闻帝正道，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痛哭者。先是有白气如锁，长500余丈，起为粟，扫太为源。太始奏山东当大税。帝曰：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即持诏，借察罕帖木儿勿轻举，未至而以及于南。诏赠推陈定远宣中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中乡王，谥献武。及葬，赐父有家，改赠宣中兴运弘仁孝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中乡，时邑省丘县，所在历祠，岁时至祭。封其父阿鲁温汝阳王，后又晋封梁王。于是复起阔铁木儿，拜迎亲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正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人便宜行事，袭总其副兵。阔铁木儿既领兵柄，咸哀以讨贼，攻城一急，而城守易固，乃血的通道已入。11月，拔其城，执其渠夔城挠头200余人，献阙下，而取田丰、王侍臣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救诛。及遣关宝以兵取莒州，于是山东西平。阔铁木儿本察罕帖木儿之生，自幼养以为子。当世时，东至资、夷，西于关陕，皆晏然无事。阔铁木儿乃驻兵于汴、洛，朝廷方以之以为安。贝罗铁木儿自察罕帖木儿继梅，复数以兵征晋、冀。帝虽 PG 2102，屡解遇之，而仇隙日深。23年，御史大夫老的沙与之枢密院士突坚铁木儿得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诛之，皆奔于大同，为贝罗铁木儿所逆。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数为皇太子请其事，而皇太子不从，帝无如之何，则传之密令贝罗铁木儿引其计。而丞相硕司坚、患者仆布花皆附皇太子，必穷尽其事。皇太子又方以重于阔铁木儿，时阔铁木儿驻太原，与贝罗铁木儿构兵，事相持不可解。24年，硕司坚、仆布花因乌贝罗铁木儿、老的沙谋为不轨，而皇太子易怒不已。3月，天子以故下诏恕贝罗铁木儿罪，削其官职而夺其兵。贝罗铁木儿不受诏，遂遣兵逼京师，必遇的硕司坚、仆布花乃以天子不得已，复两人与之。语在硕司坚、贝罗铁木儿传。7月，贝罗铁木儿又与老的沙和突坚铁木儿兵同犯阙，时阔铁木儿遣部
将白所著以万骑为京师，驻于龙虎台，与战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被罗铁木儿继入朝，据相位。白所著又将2万骑屯于阳，为朝廷声援。25年，阔铁木儿以兵倒大同，取之。皇太子乃去阔铁木儿大举以讨逆，发丞相也速兵屯东鄙、魏、辽、齐、吴、豫兵诸王兵驻西边，而自律阔铁木儿兵取中道，抵京师。王和被罗铁木儿继伏诛，帝诏白所著兵守京城，遂召皇太子还京，而阔铁木儿亦护从入朝。9月，诏拜伯撒，礼右丞相，阔铁木儿左丞相。伯撒礼类朝旧臣，而阔铁木儿以后生晚出，乃与并相。居2月，即请南还侍师。是时，中原虽无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请出都师，而帝难之，乃诏封阔铁木儿河南王，比总天下兵，而代之行。阔铁木儿于是分省以自随，官属之甚，给予朝廷等，而用孙柱、赵恒等为谋主。26年2月，自京师还河南。遇卢牧以终丧，左右贤以为受命出师不可终止，乃赴北渡，居怀庆，又移居彰德。PG 2103。初，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痛起一师，耻未相等，即是阔铁木儿总骑兵，思齐心不能平。而张良必守拒命，孔兴、托烈、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怀意见，请别为一军，莫肯统属。信系既开，遂成仇敌。阔铁木儿乃遣关宝、虎林赤以兵西攻梁壁，于鹿台，而思齐亦与梁壁合，兵连不能罢。阔铁木儿始受命南征，而故乃退居彰德，又为误用兵陕西，天子之命至而不问，朝廷应疑其有异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肃宗陵武故事，因而自立。阔铁木儿与贝兰溪等不从，即还京师，皇后其事。传旨，令阔铁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城，欲挟帝禅之位。阔铁木儿知其意，比至京城30里，即散遣其军。由是皇太子心贤之，即是屡去其出师江淮。阔铁木儿帝遣帝托因铁木儿，及部将完折、莫高以兵往山东，而西兵互相胜负，终不解。帝又下诏和解之，故乃枪杀赵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计成矣。27年8月，帝乃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而分命阔铁木儿以骑兵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以骑兵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突鲁以骑兵与张良弼、孔兴、托烈伯等取襄樊；王信以骑兵固守山东信地。然诏书虽下，皇太子亦进，止不行，而奋兵之命，阔铁木儿终汉拒不肯受。于是莫高、关宝等皆叛阔铁木儿。
关宝自察罕帖木儿起兵以来即为将，勇冠诸军，功最高。而莫高善论兵，尤为察罕帖木儿所信任。即是两人见阔帖木儿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状文。于朝举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兰达儿、铁灵沙、伯颜铁木而李国凤等计，立辅军院，总治天下军马，专备阔铁木儿。以莫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10月，诏落阔铁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为10邑，与弟托因铁木儿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为梁。王10邑，从行官属西令海朝。凡阔铁木儿所总诸军，在帐前。PG 2104。者白所著，虎陵赤领之，在河南者李克以领之，在山东者野宿领之，在山西者沙兰达尔领之，在河北者莫高领之。阔铁木而既受诏，即退军屯泽州。诏又命突鲁与李思齐、张良弼、孔兴、托列伯率兵东向，以镇天讨。28年，朝廷命左丞孙景亦分省太原，关宝以兵为之首。阔铁木儿即遣兵据太原，而尽杀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塞因不花及关宝皆以兵与司齐、梁弼诸军加攻泽州，而天子又下诏削夺阔铁木儿决议，令诸军共诛之，其将士官吏孝顺者与免本罪，为孙祝、赵恒罪，在所不赦。2月，阔铁木儿退守于平阳，而关宝遂据泽、陆2州，以与莫高和。使李思齐、张良弼、孔兴、托列伯与阔铁木儿相持既久，大明兵时以及河南，思齐、良弼皆遣使议阔铁木儿，告以出师非本心，乃解兵大略西归。7月，莫高、关宝进攻平阳。当世时，阔铁木儿弃稍举，而关宝、莫高势甚振，数请战，阔铁木儿不应，或师出即复退。1日，迭之。莫高分军略其县，即夜出师保其营掩击之，大败其众，莫高、关宝皆就擒。朝廷闻之，惧罢辅军院，而铁灵沙、伯颜铁木儿、李国凤等以误国皆受处。继而阔铁木儿上书自陈其情捆，帝寻议悔悟，下诏敌其前非。于是大明兵已定山东及河、洛、中原拒不守。闰7月，帝乃下诏，复命阔铁木儿人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孙祝、赵恒并复就职，以兵从河北南讨，也速以兵驱山东、突鲁。兵出潼关，李思齐兵出七盘、荆、商，以图复变、洛、未济。也速兵遂溃，突鲁、思齐兵亦未常出，而阔铁木儿又自平阳退守太原，不复敢南向，是已不可为矣。已而大明兵破京城，帝北奔，国遂已亡。及大明兵至太原，阔铁木儿即弃城遁，领其余众西奔于甘肃。PG 2105。列传第29。
达湿巴都鲁。达湿巴都鲁，曾祖钮灵，祖也速达儿，有传。达湿巴都鲁，南迦台子也。以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慰司。土人作乱，达湿巴都鲁捕获有功，四川省举冲船桥万户。出征云南，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帅。至正11年，特除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拨本部探马。赤军3000，从平章咬住讨贼于金乡。9月，赐安平战，时咬住。兵继平江陵，达湿巴都鲁请自攻襄阳。12年，进赐荆门。贼10万，官军只3000余，遂用宋廷节计，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一丁2万，编排部伍，升其约数。行至蛮河，贼首要害，兵不得渡，即令驱万户率骑兵由间道出其后，首尾夹攻。贼大败，追至襄阳城南，大战，生擒其尾将30人，腰斩之。贼自是闭门不复出。达湿巴都鲁乃乡试行事，内列8邑，包络襄城，外置8营，军陷山、楚山，以结其援，自以中军4000据。虎头山，以看城中。属从真人李复为南章县尹，李可举为驿丞。县尹抚寻其民，以复军馈。城中之民受为日久，夜半2人。坠城寇营门，具告虚实，愿为内应。达湿巴都鲁与之定约，以5月朔日4更攻城，受之密号而去。至其名垂神以引官军，先登者近1000人。时贼船100余艘在城北，因木善水者凿其底。天将明，城破，贼巷战不胜，走救船，船坏，皆溺水死。尾将望全领牵其西走，欲伏兵被擒。襄阳遂平。加达湿巴都鲁资善大夫，赐上尊及黄金数带，以其第10里木为襄阳达鲁花赤，子贝罗铁木而为云南行省理问。彼贼在犯荆门、安陆、绵阳、达湿。PG 2106。巴都鲁者引兵败之。寻召义兵5000。以乌撒乌蒙元帅成都不花，听其条发。13年，定青山、荆门诸寨。9月，率兵掠军，防平谷城，攻开武当山寨数十，获伪江渡将军。12月，驱攻峡州，破伪江赵明远木驴寨，升四川行省右丞。赐金细腰。14年正月，赴峡州。3月，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金乡诸军。5月，命御书虎儿吐华代达湿巴都鲁守中心、荆门，且令达湿巴都鲁以兵赴汝宁。10月，诏与太部花会军讨安丰。是月，赴苗军所据镇，军许3州。12月，赴河阴、巩县。15年，命达湿巴都鲁就管领太部花议因诸王藩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6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赐许州长阁，与刘福通野战，为其所败，
将士崩溃。9月，至中牧，收散卒，团结屯种。贼复来劫营，掠其辎重，遂与贝罗铁木儿相失。刘哈拉布花进兵来援，大破贼兵，获贝罗铁木而归之。复驻汴梁。东南清冈。12月，调兵进讨，大败贼于太康，遂为亳州，为宋主小名王盾。16年，加金子光禄大夫。3月，朝廷察托欢。知愿来都兵，达师巴都鲁父子亲与刘福通对敌，自泗至有大战数合，达师巴都鲁坠马，贝罗铁木儿伏令上马先还，自持弓，使连发以必追者，夜3更不回营中。10月，移驻陈留。11月，攻取嘉禾刘福通寨。12月庚申，赐高柴店，逼太康30里。是夜2鼓，贼500余骑来劫，已有备急遁，火而追之，彼小。都镇力战，自营至4，四门皆陷，壮士援城入其伏，斩首数万。秦伪将军张敏、孙涵等9人，杀伪丞相王罗2人。辛酉，太康熙平，遣贝罗铁木儿告捷京师。帝赐劳内殿，王其先承3事。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人兼知行枢密院事，守御汴梁，10里牧云。南行省左丞，贝罗铁木儿四川行省左丞，将校辽属赏爵有差。17年3月，诏朝京师，加开府仪同3司，太尉，四川行省左。PG 2107。丞相。9月，取沟城、东明、长垣3县。10月，诏遣知愿达里。麻师里来援，奋兵雷泽、蒲州，而达里麻师里为刘福通所杀。达诸军皆溃。达师巴都鲁力不能支，退驻石村。朝廷颇疑其。顽寇失机，使者促战相种。贼参知之，诈为达师巴都鲁通和书。移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尽。达师巴都鲁觉之，一系忧愤死。12月庚子夜。子贝罗铁木儿别有传。庆同。庆同，字明德，康李氏。祖名李铁木儿，父沃罗斯，皆封义国公。庆同早以勋臣子孙受之人庙，给事内廷，遂常宿卫。受大宗政府掌判，3000为上都留守。又累迁为江西、河南2行。沈平章政事，入为太府卿，复为上都留守。初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以宽厚为政，辽人得之。至正10年，迁平章，行省江浙。是时陈平颇神免于宴乐，凡一议之事举校官者，则并斥不用。由是不为物论所语。明年，道起汝尹，以而蔓延于江浙、江东之饶、信、徽、宣、千山、广德、浙西之长湖、建德所在部首。庆同分遣辽左往都师旅，曾不逾时，以次克复。既乃令常立暗示民数，凡挂物者悉至不问，招来流离，彼安故业。发官速以正之。审治毁于兵，则拓其固止，彼之一心。慕平民。
为公义而长之以前，行民赖以存活者尤众。14年，脱脱以太师，右丞相统大兵南征，一切军资衣甲。弃仗古肃新稿之属，咸取据于江浙。庆同归错有方，陆运穿书，千里相属，朝廷赖之。明年，道起长之无锡，众议以重兵兼之。庆同曰：“赤子无知，迫于有司，故弄兵耳。苟欲以祸福，彼无部将之理。”道闻之，果投戈解甲，请为良民。16年，平江湖州县。义兵元帅方家奴以所部军屯杭城之北关，勾结同党，香山为恶，劫掠财货，白昼杀人，民以为患。庆同言于城。相达使铁木尔曰：“我师无虑，何以克敌？必斩方家奴，乃可出。” PG 2108。师丞相乃与庆同入其军，数其罪，斩首以训，名大悦。既而苗军帅杨完者以其军守杭城。丞相达使铁木尔继承至受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亦以功自骄，因求娶庆同女。庆同出部。许时苗军事甚张，达使铁木尔方以为重，强为主婚。庆同不得已以女与之。明年，出镇海宁州，距杭百里，的滨海敲击。民甚平。居2年，道袭而民富。至是，庆同在江浙以7年，舍历险艰，劳绩甚优者，诏拜翰林学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镇。是未行，仍任江浙。18年，迁福建行省平章镇事，未行。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赐以御医，上尊。时南行台至绍兴，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绍兴之东，明台诸郡则置于方国珍，其西杭、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现台纲纪不复可证，徒存空名而已。20年，赵海朝，庆同乃由海盗驱京师，拜中书平章镇事。俄有赠其子冈森私通宫人者，帝怒杀之。庆同因泱泱不得志，宜即家居久之，日饮酒以自遣。25年，诏拜陕西行省左丞相。使李思齐拥兵关中，庆同至则谕之以礼，待之以和。居3年，官陕用宁。诏还京师。28年7月，大明兵逼京城，帝与皇太子及6公至于载臣近期皆北奔，而命怀王铁木而不花间。国庆同为中书左丞相以辅之。8月2日，京城破，怀王与庆同出其画门，皆被杀。也速，蒙古人，倜傥有能名。由素为立上丞4提点，迁宣正院参议。至正14年，河南贼之马里据徐州，也速从太师脱南征，徐州城坚不可猝拔，脱用也速计，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贼困莫能之。也速又攻破其南关外城，贼遂遁走，以攻除痛之中正院事。既又领军从副太尉岳阔察而征淮西，会
贼为安丰，即往援之。渡淮梧州，因策马探水深浅，浮而过。PG 2109。贼大骇，撤围去。进攻亳州，有诏班师，乃还。升江作院使。复从太尉征淮东，取盱眙。迁淮南行枢密院副使，升同知枢密院事。讨贼海州，大败之。贼走，航海袭山东，尽有其地也。速计贼必乘胜北侵，即引兵北还，表里击之，复腾、兖二州，及废、邹、曲阜、宁阳、泗水5县，贼势遂nüü。未几，复泰安。州及平阴、肥城、莱芜、新泰4县，又平安水等53寨。升知枢密院事。讨蒲台贼杜黑儿，秦宋京师折之。东昌贼将北寇，到出灵州，也速邀集于锦州，斩获殆尽。复陈县，有诏命也。速以军屯丹家桥，断贼北路。贼转攻长卢，也速往与战，留使。冠左手，不顾，转斗无前，杀贼500余人，夺马3000匹。于是奋兵下山寨，明侦来归。拜中书平章政事，改行省淮南。雄州、魏州贼既起，也速西平之。知枢密院事刘哈喇部花所部卒略怀来、云州，欲为乱。也速以轻骑击灭其守获者，将其众力麾下。贼陷大宁，召也速往讨之。贼兵刺侯家店，也速遇贼，及前与战，自昏抵蜀，散而复合。也速遣别骑绕出贼后，贼复被受敌，大败，遂拔大宁。秦守贼汤通、周成等35人，折于都市。诏入境，赏赖优渥。进皆金子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继而贼雷铁木而不花，陈思、中等县永平，诏也速出师，遂复滦州及迁安县。时辽东郡县为。永平不备兵，储粟10万，除缟山鸡，居民应付。贼乘间窃入，增土筑城，因河为堑，坚守不可下。也速乃外筑大营，绝其桥。采数与贼战，获其尾帅200余人，平山寨数十。又复昌黎、抚宁2县，秦雷铁木而不花宋京师。贼急，乃起将于参政撤吏。铁木儿为请命于朝，诏许之，命也速退师。也速度贼必以计，待我师，乃言备以征之。陈思中果弃城遁去，即追至瑞州，杀获万骑。贼遂东走经富州，召还京师，拜辽阳行省左丞相之。行枢密院事，抚安宜东兵农，委以便宜，开省于永平，总兵如 PG 2110。故今富、海、盖、钱、王等贼并起，西侵新中州，因有海道趋永平，闻也速开省，乃止。也速即奋兵防其冲突，贼乃转攻大宁，为守将望惧所败，斩其渠魁，众溃，皆西走。也速虑贼窥上都，即调右丞呼灵台提兵护上都，
简精锐自灭贼后，贼果寇上都，忽灵台急破之，贼众又大溃。永平、大宁于是始平，乃分命官属，劳来安及其民，使15乡保以示耕种，名为历时。宋齐勋德24年，被罗铁木儿与右丞相硕思间，患者仆不花有怨，遣兵犯阙，执2人已去，而野宿遂拜中书左丞相。7月，被罗铁木儿留兵守大同，自率兵赴向阙。京师大震，百官从地城守。皇太子统兵营于清河，命野宿军于昌平，而被罗铁木儿前锋矣。杜居庸关，至昌平，野宿一军皆无斗志，不战而溃。皇太子迟入城，寻出奔于太原。被罗铁木儿遂入京城，为中书右丞相。语句被罗铁木儿传。25年，皇太子在太原，与阔铁木儿谋侵内南，陈至调甘肃、岭北、辽阳、陕西诸省诸王兵入，讨被罗铁木儿。被罗铁木儿乃遣御史大夫突坚铁木儿率兵攻上。都复皇太子者，且以御岭北之兵，又调野宿律兵南御阔铁木而部将竹真、莫高等。野宿军次良乡不进，谋之于众，皆以为被罗铁木儿所行狂悖，图为宗社，中外同愤。遂勒兵归永平，西连太原阔铁木儿，东连辽阳野先不花国王，军声大振。被罗铁木儿患之，遣其将同知枢密院事姚伯言不花以兵往讨。军过通州，白河水亦不能进，筑虹桥，筑垒以待。姚伯言不花速亲野宿无谋，不设备。野宿参之，袭破其军，擒姚伯言不花。被罗铁木儿大恐，自将讨野宿，至通州，大雨3日，乃还。被罗铁木儿先以部将保安不复己，杀之，致是诱师姚伯言不花。2人皆骁将也，如师左右手，郁不乐。事败，遂伏诛。27年，诏以野宿为中书右丞相，分省山东。28年 ，PG 2111，大明兵取山东。闰7月，野宿与部将哈剌章、田胜、周达等遇于莫州，众败溃，乃进略莫州残民北遁。彻里铁木儿，阿鲁温氏，祖父类立战功，为西域大族。彻里铁木儿右审亦有大志，早被宿卫，着中书直审舍人，遂拜监察御史。时右丞相铁木迭儿用事，生杀予夺皆出其意，道路侧目。彻里铁木儿抗言，力抵其间，铁木迭儿欲重伤之。会山东水盐客大损，除山东转运司副使。辅嘉悦，补其亏数皆足。转刑部尚书，京师豪右惮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立法者多所。全托天历2年，拜中书右丞，巡升中书平章政事，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黄河清有司以为瑞，请闻于朝。彻里铁木儿曰：吾之为臣中，
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为瑞，于何异于？至，遂大饥，撤李铁木而议政之。其属以为必自县上之府，府上之审，然后以闻。撤李铁木而慨然曰：民饥死者已众，乃欲居以长阁耶？往复累月，民存无几矣。此盖有司畏罪，将归怨于朝廷，无不为也。大发仓廪正之，乃请专擅之罪。文宗闻而悦之，赐龙衣，上尊。至顺元年，云南博忽叛，以之行枢密院侍总兵讨之。治军有纪律，所过秋毫无犯。贼平，赏赖甚厚，悉分赐将士，诗选囊装为精致而已。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买商旅之货，其职不及酬给，以故商旅不得归，致有饥寒死者。撤李铁木而为之请，有旨出超400万贯偿之。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言立为正，部内肃然。寻诏拜御史中丞，朝廷惮之，封记大正。至元元年，拜中书平章政事，首议罢科举，又欲损太庙4祭为一祭。监察御史吕思成等列其罪状核之，帝不允，诏撤李铁木，而人出属事。时罢科举诏以书而未用保，参政许有人入征之。太师伯言怒曰：汝讽台臣言撤李铁木而邪？有人曰：太 PG 2112。师以撤李铁木而宣立之故，擢至中书。御史30人不为太师，而听有人，岂有人权重于太师耶？伯言一解。有人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绝望。伯言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人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言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为参政耳。有人曰：若张孟成、马伯庸、丁文愿备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公之文章，岂亦及邪？伯言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人曰：所谓士者，出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言又曰：今科举取人，实防选法。有人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悦于通事、知应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3325名，遂余456人。御典敕、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陆立即任子其徒非一。今岁自4月至9月，白生补官受宣者712人，而科举1岁仅30余人。太师是思之，科举与选法果相仿邪？伯言欣然其言，然其意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未解之，且未有人为能言。有人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撤李铁木而实在作，曰：参政作，无多言也。
有人曰：太师为我讽人和平章，可共作协。彻礼铁木而笑曰：无故。未尝信此语也。有人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设有人果封人。言平章，则言之必忠矣，其只如此而已。众皆笑而罢。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人为班首以折辱之。有人具急祸，免从之。至书侍御史仆华翘有人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人以为大耻，遂宜疾不出。初，彻礼铁木而知在江浙也，会行科举，亦请考官、公章。甚心颇不平，故其入中书，以罢科举为第一事。先论学校，贡士庄田租可给妾削衣粮，动当国者，以发其机，致事遂论罢。PG 2113之。彻礼铁木而常指斥武宗为纳币，纳币者，犹未之比也。又常以妻弟阿鲁浑杀女为己女，冒请珠袍等物。于是台臣复合其罪，而伯言亦恶其无忌，欲斥之。诏贬彻礼铁木而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法所。至正23年，监察御史也先铁木，尔等辩其罪，可依韩时国公追封王爵定事，加功臣之号，是不行。纳陵，纳陵，之要之孙，睿之子也。大德6年，纳陵以名臣子。用丞相哈拉哈孙达拉罕见，入备宿卫。10年，除中书舍人。至大4年，迁宗正府郎中。皇庆元年，擢迁河南联访司事。延佑初，拜监察御史，以言事武旨，仁宗怒叵测，忠臣躲而止力救之，乃解。又言封县事纠合之权而受人禄者，以刑而加流。4年，迁刑部员外郎。6年，初为河南行省郎中。至3年，入为都漕运使。太定中，擢湖南、湖北2道联访使。天历元年，除杭州路总管，除监去度，立为明月。明年，改江西联访使。南昌岁基，江西行省南虞发诉。纳陵曰：朝廷如不允，我当以家资偿之。乃出诉以证明，权活甚重。平章政事把师乎都，贪纵不法，纳陵何罢之？至顺元年，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元统初，诏为刑部尚书，未至，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寻升中丞。至元元年，诏拜中书参知政事，迁同知枢密院事。寻初为江浙行省右丞，起治事，不允，除浙西联访使，立辞不复。至正2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其旧僧弥戒，进山其旧僧惠州。自纵犯法，纳陵皆作以重罪。请行宣政院设崇教所，拟行审理。问官，至4品，以致僧欲讼，从之。寻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3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为中书平章政事。
7年，初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诏拜御史大夫，所见用御史，毕老。承更事者。8年，进京紫光禄大夫，请老，不许，加太尉。御。PG 2114。是何罢之，退居姑苏。12年，江淮盗起，帝命为南台御史大夫。纳陵陈赵即起，人命兼太尉，摄辽属，总治江浙、江西、湖广3省军马。赵遣直省摄人海御传旨未谕之。纳陵北面再拜曰：臣虽茂老，敢不免从事，尽余生以报陛下。至则修筑及庆城郭。会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门引兵往援，赐于采石。纳陵使旨之曰：闻杭贼易破不足忧，今宣城为急，先以兵救。宣城乃调典瑞院使托火赤绿蒙古军应之，大破贼于冈下门。宣州已安，已而贼陷徽州、广德、常州、宜兴、溧水、溧阳，蔓延丹阳、金坛、句容，略上元、江宁，由兵至中山及庆市。甚为。纳陵乃立即治兵，部署士卒，命制书侍御史左达那失礼。守城中，忠臣伯家奴戍东郊。是时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贴募，而军河州，纳陵遣使求援。也先贴募而曰：我奉命镇江北，不敢往援江东。纳陵复遣监察御史郑奎力促其行。也先贴募，而引部骑渡采石，至台城，入后纳陵籍。纳陵喜，即以其故闻于朝。已而也先贴募而兵东驱秣陵，杀贼2000余人，平湖守镇。进复上元，江宁境，陈胜入溧阳、溧水，贼溃奔广德，其聚龙潭、方山者奔常州。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3旦8，又乘佛家驴，亦引兵来会。所在群贼皆败北，州郡西平。13年，纳陵故请谢氏，从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庆元。16年9月，诏以江南行台移至绍兴，复以纳陵为御史大夫，任太尉。明年，移至绍兴。18年，复诏由海盗入朝，至黑水阳，祖封而还。19年，复由海盗驱直沽。山东与保律战舰。断粮道，纳陵命其子安及同州人拒之，破其众于海口。8月，帝京师。帝遣使劳以上尊，皇太子亦溃9府。而纳陵感即日疾，卒于通州，年70有9。PG 2115。列传第30。马祖常。马祖常，字伯庸，是为庸谷部，居晋州天山。有西里吉司者，与祖常为高祖，今继为凤翔兵马判官，以节死赠衡州刺史。子孙因其官，以马为氏。曾祖岳和乃从世祖真颂、刘辩、长馈享，累官礼部尚书。傅润，同知漳州路总管服事，家于光州。祖常7岁之学，得前籍以世书。
10岁时，见竹妻烧屋，解衣卧，水以灭火，衔接一之。既长，亦笃于学。属如张窗道仪针往。授业其门，只以一役数十，窗甚弃之。言又出，科举法行，相共，会试皆中第一，廷试为第2人。授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是时仁宗在狱已久，游居东宫，饮酒常过度。祖常上书，请御镇衙、历朝仪、御史执简、太史执笔，则虽有怀奸利己，岂官求赏者，不敢出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即吊赦。至于酒礼，进士禁欲，当思一献百拜之意。因宗为皇太子，又上书请慎检师父。于是奸臣铁木迭而为丞相，威权自恣。祖常知其道官国史，律同列合奏其实罪，仁宗震怒，处罢之。秦舟山夷，祖常言：山不动之物，今而动焉，犹在也有当用不用之嫌，在官有当言不言之佞，故至然耳。书文大臣皆加居呆罪。祖常见贤拔志，知无不言。俄改宣政院经历，阅于祠。归，起为社稷署令。王和，奸臣复乡，左迁开平县尹，因狱中。伤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奸臣既死，乃除翰林呆制。太定见楚着典宝少监，太子左赞善。巡监翰林直学士，处礼部尚书。丁祖母忧，起为右赞善，复处礼部尚书，巡祠归。PG 2116。天历元年，诏为燕王内尉，人入礼部，2支共举，亦为独卷官，时称的人。升参议中书省事，参定卿交礼仪，充读策著。官拜至书侍御史，历徽正副使，迁江南行台中丞。元统元年，诏议新政，赐白金200两，超万贯。又立同知徽正院士，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诏特免朝礼，光禄日给上尊。祖常持现物存大体。西台御史和其辽进姑石面有9容，以科系处之。山东廉访司言孔氏宋氏，以示官民教不行，案者亦隐去。除书密副使，请之，辞职归光州。复除江南行台中丞，又迁陕西行台中丞，皆以疾不复。至元4年卒，年60，赠书中宣县协政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公，是文贞。祖常历朝祭酒，多所见名。常议今国族及诸部祭颂圣贤。知书当知尊诸母以后遗伦。又议江家子弟交瘁，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强绝张老死草野者，当见武学、武举、处才以备非常。时虽服用，使者为之。祖常功于文章，弘善而经和，务去。臣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由致力于诗元密亲历，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有文集行于世，常欲修，
英宗实录又议论黄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辑列后经鉴。千秋纪略已尽，受赐优渥。文宗常驻碧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犹被叹赏，谓中原硕如为祖常云。睽字子山，康李氏。父不呼目，自有传。祖彦真。世祖从真有功。睽又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知要得诸许恒及父兄家传。常习宿卫，风神宁远，志行俊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先然论辩，法家服事不能过之。始授承直郎，及贤呆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奉命往和权伯，借事朱熹，不少流牧。改同迁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升河东联访副使。位上迁秘书太监，升侍仪使。PG 2117。寻擢中书右司郎中，迁集贤直学士，转江南行台制书侍御史。拜礼部尚书，兼群御内司。睽正色律下。国治大乐诸房贤。历本部，御公宴，众计必成。睽视之薄如，辽左以下皆肃然。迁领会同管事尚书，兼群御内司如故。巡监经言官，复除江南。行台制书侍御史。魏行刘惟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人监经言官。升侍书学士，同知经言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言事。除浙西联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言事。寻拜汉临学士承旨，知至告兼修国史，知经言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先是文宗历经图志，睽常以圣贤格言讲宋帝策，必译良多。顺帝即位之后，剪除权奸，思更治化。睽视经言，日劝帝务学，帝折旧之习受，欲宠以失礼，睽力辞不可。凡四书六经所载至道，为帝意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中夫。倡旨意而后已。若柳宗元、子仁传、张商英、七臣论，有喜。宋说。常于经言历陈商英所言七臣之状，左右错愕，有疾知之。色然素知其贤，不负四韵。帝暇日欲观古名画，睽即取郭。中述比干图已尽，因言商王寿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第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睽进言，徽宗多能，唯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治。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上也。或欲天变民哉，必幽见于色。臣奸则进言于帝曰：天心人，爱人君，故以变事。谨譬如慈父于子，爱则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则父怒避。是人君侧身修行，则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诚，虚己以听。特赐子孙宴服酒席及玉带除弊，以经其言。
睽睽常谓人曰：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今言之。被谓今言的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故于时政得失有当匡救者，未尝缄默。大臣亦罢先朝所治魁。张阁学士院及一文监诸属官。睽睽进曰：民有千金之产，由 PG 2118。设家塾，严管课，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坊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睽章阁为宣文阁，一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睽睽董制。又请至检讨等值16元以备进奖。帝皆于允。时科举既辍，睽睽从容为帝言，古习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帝采其论，循复旧制。1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私时修疗，今宋三史，遂久恐至阙意。后至纂修，时由睽睽发其端。又请行相饮酒于国学，使民之训惕，即请褒赠唐刘坟。宋邵雍以经道，得正直。帝从其请，为之下诏。睽睽以众望居高位，而雅爱如是，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熙然宗之，粹于其门。达官有护士者，言曰：如有何好？君酷爱之。睽睽曰：世祖以如足以治治，命欲宗学于赞善。王询。今秘书所藏御宗访书，当时欲比于学生之下亲属御明习。书谨陈，其境甚若此。世祖常慕召我先人作请榻下，臣说4书及古史治乱，治秉业不昧。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从许。众评学，朕欲卿以家言入告朕耳，卿亦加冒进以复朕志。今汝言不爱儒，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人、臣忠、父慈、子孝，人伦贤的，国家贤治，为之则人伦贤失，家国贤乱。汝欲乱而家，无弗能御，汝慎勿以私言乱我国也。儒者或身若不慎医，言若不出口，然腹中住处有过人者，何可议事也？达官色惭。继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陈旨诏。还时中书平章阙园，晋臣欲有所见用，以言参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晋臣之地亦在睽睽，不复见人。至今7日，感热急促，时至正5年5月辛卯也，年51。嘉平，己无以为敛。帝闻，为正道，赐赋营武定。其所赋关中。营运前，台臣奏以罚不为之代偿。睽睽善征行草书，使者谓的。PG 2119。晋人笔意，单独片纸，人珍宝之，不斥金玉。是文中。兄回回，字子渊。敦默寡言，其学能文。在陈宗朝宿卫。
擢太常寺少卿。4改为院，为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抵旧。臣出使称旨，至大监，调大司农卿，除山南廉访使，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淮西廉访使，皆有正身。再改河南廉访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纳林为郎中，每隔不下，丞相怒郁，出之。回察其贤，抗张举任丰县，后立3台，为名臣。驸马平张家奴强势人物，按之魔所代。英宗即位，丞相拜助守建为户部尚书，寻拜南台侍御史，改参议中书，以议定行书如法。帝加纳其奏。太定初，廷议漕运事，奏减粮数以疏东南民力。授太子詹事臣，改山东廉访使，位上，升翰林侍讲学士，迁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起杀太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间真书，擢中书右丞，立慈海地。文明宗崩，留替部。能时，自仕度门不出者数年，以急促。与弟睽皆为时之名臣。谥号为双璧云。睽子为山，才直清少，仕敬亭，起崇文奸臣，擢给侍中。迁同迁太常礼仪院事，调崇文太监。字当，蒙古人也。英宗时，由宿谷而敕擢监察御史。陆求。大兴县有一冤事系狱者，其人常见有驼死道棒，因于治其。加海之，治数瓮中。会官驼被盗，捕所甚急，乃执而看之。其人自乌服。自当审其御词，疑为冤，即以上御史台。台臣矣。为赃记据，是特御史为杀人耳，不听，改委他御史验之，尽处。死。后蜀日，辽阳行省以获道文，冤使白，人以是服其名。太定2年，护从至上都，纠延参知政事杨廷遇赃罪，不报，即纳。应还京师。帝遣使追之，彼复任。即在上章和廷狱，尽如其言。以合奏平章政事突满迭而入窃薛之日，英宗被弑，必欲闻其谋。PG 2120。不审，乃赐突满迭而黄金细腰，自当遂辞职。改工部员外郎。中书省委开混合，自当往视之，以为水性不长，名利易萃，难以成功，言于朝，何意乃罢。会赐3皇后卒，命工部撤行电车仗，皆兴作之。自当未及。兴公。上书曰：此奉特旨，员外有误，则罪归于众矣。自当曰：即有罪，我独人之。未几，帝果问臣否？审臣乃诏。自当则问之。自当请自入对。既见帝，奏曰：皇后行电车仗。上心，若改作之，恐劳民费财。且先皇后无恶疾，居之和谐。必欲舍旧更新，则大明殿乃自世祖所欲，列圣嗣位岂皆改作乎？帝大悦，与审臣曰：国家用人，当则如自当者，庶不误大事。
特赐上尊，金币，千吏部员外郎。帝御加号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议之。自当读曰：太后称太皇太后，于典礼不合。众皆曰：因宗何以加皇太后号曰太皇太后？自当曰：因宗孙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号孙可以称之，子不可以称之也。亦遂定。迁中书客省使，而改同迁宣政院事。文宗即位，除中书左司郎中。有使持诏自江浙还，严行审。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问不敬状，将悉诛之。自当言。于丞相晏铁木儿曰：皇帝新即位，云南、四川且犹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恐非甚得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验其所需，则造言以献之耳。晏铁木儿以言于帝，是乃止。继而升参议中书省事。晏铁木儿亦封太保伯颜王爵，众论复之。自当独不言。晏铁木儿问故，自当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复加王封，后再有大功，将何以处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议，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已请于上。王爵非中书选法也，遂罢其意，拜至书侍御史。初，文宗在吉庆前邸，欲创天灵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一起剌台言曰：太子为好事，宜出钱募夫，若PG 2121。欲议名，则朝廷闻之非便也。至是文宗西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彼皆入为监察御史，而御处一起剌台。自当谏曰：当陛下在前邸时，御史尽心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无罪而处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一起剌台迁县湖南。文宗常欲游西湖。自当谏曰：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泛舟自乐，如天下何不听？自当遂称疾不从行。文宗在舟中，故谓台臣曰：自当中不满正此由耶？台臣常奏除目，文宗以彼图一人姓名，而坠将作院官闾闾之名。自当言，闾闾为人诙谐，唯可任教坊司。若以居封记，则台纲扫地矣。文宗乃止，以而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顺帝初，除福建都转运盐使。先是，自当为左司郎中时，太定帝常欲以河间、江浙、福建盐引6万次中书参议撒狄，自当直不可，仅以福建盐引2万次之。至是，自当复建盐引夷，尽资国用以书名利。时撒狄方为御史大夫，不以为愿，数遣人。沈自当母于京师所居。继而丁母忧，居监久之，复起为浙西宿正廉访使。时有以驸马为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宦数是公主事。作杭州打鲁花赤卫，令有司强买民间物，不从折欧之。有司来，白自当，自当即逮之，谢以令众，
自是丞相府无敢为民害者。荀赵为同签枢密院事，荀父为治书侍御史，同知经言事。宁夏人，有告买等谋害太师伯颜者，伯颜伪自当与中书、枢密等官往。宁夏居问，无其情，乃以诬枉作告者罪。伯颜怒，自当前曰：太师所以令无三人堪之者，以国法所在也。必以罪无三人，则自当时主其事，宜独当之。伯颜乃左迁自当同知徽正院事，自当历仕四朝，官自从事郎类转至通奉大夫，常看节在位。刚介服回，终始一节，有古移职之风。然卒以事武权贵而不富。丙用，君子皆习焉。阿荣 ，PG 2122。阿荣，字存初，妾烈士，父暗贪，中书右丞。阿荣又是武宗，被宿卫，累迁官，为湖南道宣慰副使。温迪罕奉使宣抚湖南，事无大小，悉以为之。会列郡遂击，阿荣分其领路为州。以12者，人发素正之，所活甚众。广西寇起，众皆凶惧。阿荣正之已尽，都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迁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赵迁会服院事，寻除吏部尚书。太定初，初为湖南宣慰使，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以及辞。天历初，复起为吏部尚书，巡参议中书省事。2年，拜中书参知政事，知经言事。晋夔章阁大学士，荣禄大夫，太喜宗因院使，都点至神谕殿事。文宗眷誉之甚，而阿荣亦尽心国政，知无不言。久之，心忽郁，郁不乐，夜告南归武昌。至元元年卒。初，阿荣闲居，以文汉自娱，博究前代治乱得失，见其会兴者，则扼腕曰：忠臣孝子，国家之宝，唯其男子列丈夫者故，不当如是耶？日与为不知事由，所至山水家畜，民情赋诗，日系忘返。由生于数学，逆推事成败利不利及人祸福寿夭贵贱，多其中。天历3年春，测试于庭。阿荣与于集会于直庐，慨然兴叹，与集曰：更一科后科举当辍2科而复，复则人才。兵大出矣。又叹曰：荣不复见之矣，君犹极见之。即应曰：得事之多，信如存出言。今闻至方兴，未必有终辍之理。存出国家事臣，妙于文学，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殊望。及老且衰，见亦贺补耶？阿荣又叹曰：庶当然耳。即问何以知之？弗答。后3年卒。元统3年，科举果罢，至正元年始复，如其言。小云石海牙。小云石海牙，家世见其祖阿里海牙传。其父楚国钟会公，名冠止歌。小云石海牙遂以冠为氏，复以酸斋自号。母连氏，夜梦神人授以大兴使吞之，
已而有任，极深，神采秀逸。PG 2123年12-3，履历绝人，使剑而驱3-2马疾驰，驰硕立而呆，马赤腾上之，跃2而跨3，运硕生风，观者辟易。或挽强射身，逐猛兽，上下峻板如飞，珠江咸服其桥节。稍长，折节读书。木五行下，土辞为文，不倒习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习副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豫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折投胡雅歌，亦所唱事，不为行迹所居。一日，忽帝乎都海牙与之曰：吾生患情素薄，故祖父之绝不敢不袭，今已数年矣，愿以让帝，帝信勿辞。欲意，即解所挽黄金虎符佩之。北从尧遂学，遂见其古文俏丽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东宫，闻其以爵位让帝，谓功臣曰：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而选为英宗前邸说书秀才，素未尽。中，仁宗见作，上书条6事，一曰是编述以修文德，二曰教泰子以正国本，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四曰表姓氏以经勋胄，五约定服色以变风俗，六曰举贤才以徽治道。书凡万余言，未报。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告同修国史。会议科举士，多所见名，忽喟然叹曰：慈尊居卑，习贤所上也。今晋陵清选，与所让君资孰高，人将亦无后矣。乃称及辞还江南，卖药于钱塘市中，鬼姓名，亦服色，人无有识之者。偶过梁山落，见渔父之芦花为背，欲易之矣。渔父疑其为人，扬曰：君欲无备，当更赋诗。遂原笔立成，进持。备去，人间宣传芦花背诗，其一引玩事多类此。晚年为文日岁，诗意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制。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读，如获拱璧。其事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悠悠若欲一世而独立云。太定元年5月8日卒，年39。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是文景。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经，一卷行于世。子男2人，阿斯兰海牙，慈利州达鲁花赤，483海牙。PG 2124孙女1人，有学识，能辞章，归怀庆路总管段千云。太不华，太不华，字坚善，伯牙吴台氏，初名达蒲话，文宗赐以经名，世居白野山。赴塔布台，入职宿卫，历仕台州路士判官，遂居于台。家贫，好读书，能记问，及贤呆至州人容养而教之。年17，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级。贤修传，
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托欢护事贪暴，太不华和罢之。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擢为典迁，拜中台监察御史。顺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号，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皆列的封王。太不华律同列上章言，神母不宜家徽称，相臣不当受王土。太后怒，欲杀言者。太不华与众曰：此是自我发之，甘受诸禄，绝不敢累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封县有臣如此，岂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赐金币2，以经其职。初迁河南联访司事，移淮西。既迁江南行御史台经历，辞部复转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驾，会太不华入朝，立言于中书，免其租。擢秘书监，改礼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革吏弊，除煤官牛租，令民自食田以均赋役。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乐俗大化。召入使馆，与修辽、宋、金三使、书臣，授秘书卿。升礼部尚书，兼会同管事。黄河爵。奉诏以归御白马至济河神。郡事上言，淮安以东，河入海处。以仿宋至撩亲夫，用滚江龙铁扫，汉荡沙泥，随潮入海。朝廷从其言，会用夫屯田，其事终废。8年，台州黄岩民方国珍为蔡乱头，王福之仇逼，遂入海为乱，劫掠漕运粮，直海盗千户，得流于时。是闻召江浙参政，朵儿指班总州师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之事为汾州江顿，官军自相惊溃，朵儿指班遂被执。国珍破其上招降之状。PG 2125。朝廷从之，国珍兄弟皆受之以官，国珍不肯复，是亦报痕。9年，赵太不华察时以闻，既得其状，遂上招捕之策，不听循。除江东联访使，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制告同修国史。已而出为兜水雍田使。10年12月，国珍复入海，烧掠沿海州郡。11年2月，召贝罗铁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以太不华省之贼情状，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奋兵于温州，使加攻之。未几，国珍寇温，太不华纵火伐焚之，一系遁去。继而被罗铁木儿密与太不华约以6月以为合兵进讨。被罗铁木儿乃以人乘先骑至大驴阳，国珍夜律尽促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覆水死者过半。被罗铁木儿被执，反为国珍誓词上文。太不华闻之痛愤，辍食数日。朝廷服之，复遣大司农达使铁木儿等至黄岩招之。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退至民间小楼。是系中秋月明，
太不华欲命壮士袭杀之，达时铁木尔是夜过太不华，密以示白之。达时铁木尔曰：我受诏招降耳，公欲善命耶？是乃止。袭太不华亲至海滨，散其徒众，居其海州兵器。国真兄弟复受官有差，继而迁太不华台州路达鲁花赤。12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城睦州师守大江。国征淮夷，复入海以叛。太不华自分以死报国，发兵扼黄岩之澄江，而遣义士王代用抵国真，是曰信，使之来归。国真亦疑，居大用不遣，以小各200突海门，入州港，犯马鞍诸山。太不华语众曰：吾以书生登险要，臣律复所学。今守海隅，贼斧招来，又复为变，君备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矣。报国耳。众皆踊跃愿行。时国真妻党臣众达往来计议，陈其可降状。太不华虑不重，张寿降其陈朝而前，船触杀不能行。垂与国真遇，忽众达身前役，促达木动气所，太不华觉其心意，手斩之。及前驳贼船，射死5人，贼跃入船，复着死2人，贼举槊来刺，折之。贼群至，欲报驰过国真船，太不华瞠目。PG 2126，斥之，拖起，夺贼刀，又杀2人。贼斩槊刺之，终仅死，犹直。力不扑，投其尸海中。年49。时12年3月庚子也。同名。报秦，吉林海尉李辅德，千户斥斩，义士张君必皆死之。太不华继梅，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台州路达鲁花赤事，不及闻。命矣。后3年，追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封魏国公，侍中介，立庙台州，赐额重节。太不华上气节，不随俗服审。太平为台城河去相位，太不华独见宋都门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太不华曰：是为知己死，宁为祸耶？后虽为10相并斥，人莫不为之。善传历，温论求进，常重类，复古编10卷，考证而字。于今史多有据云：于阙，字廷兴，一字天兴，唐戊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伯，官泸州，遂为泸州人。少丧父，受徒以养母，与无成。弟子张衡猷，文学日进。元统元年，赐进士及第，授同知4州。是为正严明，素历皆惮之。俄诏入，应奉翰林文字，转中书。刑部主事，以部阿权贵，弃官归。寻以修辽，今宋30诏。复入翰林，为修撰。拜监察御史，改中书礼部员外郎，出为胡广行省左右司郎中。会末姚蛮反，又乘沙班当帅师，兼不往。无敢让之者。却曰：
右丞当往，受天子命为方越重臣，不思直公使讨贼，乃欲自缢邪？右丞当往。沙班曰：郎中语故。是如处饷不足何？却曰：右丞帝往，此不难治也。却下令去之，3日皆及，沙班行。复以极贤经历召入，迁翰林呆。至初迁浙东道廉访司事。丁母忧，归泸州。道起河南，县郡县。至正12年，行中书于淮东，改宣慰司为都元帅府。至淮西，起阙副使，迁都元帅府事，分兵守安庆。于时南北因问隔绝，兵时俱乏，抵关10日而寇至，俱却之。PG 2127。乃即有司与诸江一屯田战守计，还进驻堡寨，选精甲外汉，而根甲于中。属县前山巴社，土壤沃饶，悉以为屯。明年春夏，大饥，人相食，乃捐奉为州以食之，得活者甚众。民失业者数万，咸安及之。请于中书，得超3万定以证明。申同之，复元帅。又明年秋，大旱，为闻其前山神，3日雨，遂以不击。道方据石荡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鱼而输于租。15年夏，大雨，江涨，屯田河半没，城下水涌，有物吼声如雷，却此已少。劳水折缩。秋稼登，得粮3万斛。却杜军有余力，乃郡黄增。皮黄外环以大房，深堑3重，南引江水注之，环直木为栅。城上四面起飞楼，表里顽固。俄升都元帅。广西猫军5万从元帅阿斯兰沿江下抵泸州，却疑文卫苗蛮不当，使之亏中国，召阿斯兰还军。猫军有报于境者，即收杀之，领领莫敢犯。时群盗环部4外，却居其中，左提右切，亦为怀义保障。论功，拜江淮行省参知政事，人守安庆，通道于江右，商旅4级。池州赵普胜率众攻城，连战3日，败去。魏己又至，相距2旬始退。怀宁县达鲁花赤伯家奴战死。17年，赵普胜同清军2道攻我，俱战1月余，尽败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左丞。安庆以小孤山为藩蔽，命义兵元帅。胡伯言统水军数焉。10月，勉阳城有亮自上游直捣小孤山，伯言与战4日夜不胜，即去安庆。贼追至山口镇，明日癸亥，遂保城下，却遣兵扼于观音桥。俄饶州驻寇攻西门，却斩却之。乙巳，贼城东门，红旗登城，却减死士立即，贼复败去。戊申，贼并军攻东西2门，又却之。贼会胜，乃数诈起飞楼。庚戌，复来攻我，今鼓声阵地，却分诸将各以兵撼贼，昼夜不得息。癸卯，贼亦申兵攻东门。丙午，普胜军东门，有亮军西门，驻寇军南门，
群道四面以及，外无一甲之援。西门氏犹急，却身当之，徒步提歌为士卒先。士卒嚎哭止之，挥歌乐厉，人分挥。PG 2128。下江都三门之兵，自以孤军血战，斩首无算，而却亦被10余创。日中呈现，城中火起，却知不可为，引刀自尽，堕清水塘中。却妻耶卜氏及子得生，女仆同皆赴井死。同时死者，守城韩简。一家被害，见方握疾，骂贼不屈，贼执之以去，不知所终。臣钟鸣相率登城楼，自捐其梯曰：宁惧死此，誓不从贼。焚死者以千计。其知名者，万户李宗可、纪守仁、陈彬、金承宗。元帅府都是铁木不化，万户府经历段桂芳，千户火师不花，新李、卢廷玉、葛延龄、邱景、许元衍、奏差务都蛮，百户黄营。孙安庆推官黄突轮逮，经历杨衡，知事于中，怀宁引臣俱记。凡18人。其呈现之日，则至正18年正月丙午夜。却号令严信，与下同甘苦，然稍有违令，即斩以训。却常并不事事，将士皆欲天裘以身待，却闻强衣冠而出。当出战，史时乱下如雨，是以盾必却，却之曰：汝辈亦有命，何必我为？故人真用命。稍暇，即著周易，率诸生夜郡学会。将立军士门外以听，使之尊君亲上之意，有故良将锋烈。或欲挽却入翰林，却以国不为促，辞不往，其中国之心，盖速定也。卒10年56。是文赠阙书丞守正卿中亮节功臣，荣禄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宾国公。是中宣。译者谓自宾兴以来，死节之臣，却与主不华为第一云。却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著。唯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实体上江左、高士豹、谢、徐、与以下不论也。传立异，古雅可传。初，却既死，贼易之，囚尸堂中，具棺敛葬于西门外。及安庆内附，大明皇帝家阙之中，诏立庙于中节房，命有撕碎石志记云。PG 2129。列传第31。达里麻。达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为辽王父，世祖称其贤。从讨李坦，以勋授山东行省大都督。达里麻若灌入宿卫，大德。11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药务院，寻出千湖北、山南两道联访司事，诏拜监察御史。时丞相铁木迭而专权贪肆。达里麻率同营议廉贞，马祖常和其罪。高昌森是丞相威，违法，取父南陈。达里麻诘问之，愤不顾利害，封记由是大政。卓和东道联访副使。袭州村民赛神，因罪殴杀姚甲，为首者陈闹逃去，
有私逮同会者系狱，历岁不绝。达里麻曰：杀人者即逃，存亡不可知，此辈皆挂物无罪，而反治故耶？悉纵之。至元年，铁木迭而复乡，以复仇为事，达里麻辞去。明年，改验南道廉访副使。开州达鲁花赤石不花逮捕着政绩，同僚记之。叟民乌其与民妻于是饮。达里麻察之于是，乃80老妪，石不花逮石不与饮酒，于是抵诬告者罪，石不花逮复还职。行唐县民。着丧道侧，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财，事决，并逮捕主与道同下狱。达里麻原其未尝之情，即纵之。申州民媪，怒殴而父死，父方报其子，子亦误处死。媪年70，同僚亦免。刑，达里麻不可，曰：国治，罪人70免刑，惟其血气已衰，不任刑也。媪既能杀2人，何谓衰老？猝死狱中。至元年，除济宁路总管，兴学劝农，百废俱休，府无廷事。济阳县有墓，铜持铁连结及野雀，误杀同墓者，系狱数岁。达里麻曰：小。而误杀同墓者，实无杀人意，难以定罪，罚同遣之。泰定元 PG 2130年，升福建廉访使。朝廷遣宦官伯颜崔都秀段，横取民财，宣正院判官树林亦取录于富僧，达里麻皆合之。迁浙西廉访使。惠文宗发江陵，阿尔哈突来谕旨，求录不获，还赠于朝，诏至。今处以重罪。彼至，帝怒解，迁上都同知留守。天历2年8月，明宗崩，文宗入镇大统，使者庞武。达里麻朝募尽力，事无缺失，帝特赐锦衣以加之。天历3年，迁淮东廉访使。明年，诏拜刑部尚书。国治，新君即位，必赐诸王。驸马非主即速为官吏金帛。达里麻曰：必倡民给散，无需增之数。国废大省，帝复赐黄金腰带以经其能。元统元年，升辽阳行省参知政事。高丽国使朝京，到过辽阳，夜审官，各奉布4匹，书一幅，用征东省印封之。达里麻诘其使曰：国治，设印以属公读，防监委，何为封私书？况汝出国时，我上在京，未为辽阳省官，今何故有书以我？汝君臣何欺诈如是耶？使辞屈，还其书与部。元统3年，迁山东廉访使。时山东盗起，乘马罗及新里白昼杀掠。达里麻以为官吏贪污所致，先何去之而后上擒贼方略。朝廷加纳之，即遣兵擒获，其虏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于延春阁，特赐达里麻白缨以表其真。连帝常命达里麻修7新堂，先是修缮必用赤绿金银装饰。达里麻读物朴素，
令画工图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岁秋，车驾自上京还，入观之，乃大喜，以手抚臂叹曰：“有心哉，留守也。”赐白金50两，锦衣一袭。至正6年，升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学士承旨。至正7年，迁陕西行台中丞，年69。至仕后，召商议中书平章政事，不拜，全奉优养中。生岳鲁铁木儿。岳鲁铁木儿，博领秦多里博台氏。曾祖贵玉，是太祖，为管领妾连口妾薛官。祖何剌，袭父直，是世祖。父蒲兰溪，游。PG 2131。素位为中书右司员外郎，与丞相哈剌哈孙建议迎立武宗，累迁至山北辽东道肃正廉访使。岳鲁铁木儿幼谨隐，读书强记，体倘有大志。年12，承宗命与哈剌哈孙之子托欢同入国学。人宗时入宿卫，一日，帝故问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谁之子？”耶，左右望其父名，岳鲁铁木儿即对曰：“臣父蒲兰溪也。”帝曰：“汝父赞谋以定国难，正未尝忘。因命托呼台传旨。四妾薛扎撒火孙，令常侍禁庭，无止其入。哈剌哈孙欲用为中。书蒙古必蛇赤，折辞焉。哈剌哈孙曰：‘汝年幼，欲何为乎？’对曰：‘欲为御史耳。’人状其志。久之，遂拜监察御史。巡按上都，合奏太师，右丞相铁木迭儿受张必求6万贯，待死。帝怒，遂太师印，赐岳鲁铁木儿超万贯，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迁给侍中、左侍仪，同修起居住。寻为右司郎中，赐坐便殿。帝故左右谓曰：“岳鲁铁木儿识量明远，可待用者也。”他日，帝与近臣曰：“正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正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御史中丞满子、翰林学士明理董阿皆称善。岳鲁铁木儿独起，拜曰：“臣闻袭之所谓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当祸乱，不得已而为之者也。愿陛下正大位，以保万世无疆之业，前代虚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对。仁宗崩，铁木迭儿复入中书，具相位。参议起师监以授人。今代细狱，铁木迭儿乃使起师监肃岳鲁铁木儿为御史实乌丞相。受囚，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集徽正院推问不实，是岁事。铁木迭儿乃奏以岳鲁铁木儿为山东盐运司副使，降雅中大夫为丞事郎，其月间盐客增以万计。丁外监，扶丧西还，着山南江北道，肃正廉访副使。太定初，迁汴梁路总管，再调总管吴昌，以养亲不复。至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言矫治起岳鲁铁木儿为本。省参知政事，共议起兵。
越鲁铁木儿故辞曰：皇子北还。问 PG 2132。参政受命何人，则将贺辞以对。伯颜怒，会明里董阿亚皇子。过河南，而越鲁铁木儿为御史时，常和其娶昌女茂受封，名李董。阿因说伯颜收之，丞相别不花意与之有隙，乃折越鲁铁木儿干，命安抚司安置。至顺4年，移至雷州。至元6年，顺帝召之还。至正2年，入晋，帝欲留之，以母丧未葬辞。4年，乃起同知江作院士，寻除大宗政府也可札。鲁花赤。9年，由太医院使拜翰林学士承旨，知经言事。进读之际，引元经史，译本于王道，帝加纳焉。12年，江南诸郡盗贼充斥，诏拜越鲁铁木儿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托曰：守御江南，为计已缓，若得从权行事，有可为。不从。必辞，赐上运、御医、公使、甲胄，未卒10人，超万5000贯以行。彼至镇，引辽属及父老巡守备之方，招募民兵数1000人，号令民宿。统师赐建德，或守贼和服斩于市，遂复淳安。等县俘获10000余人，复业者3万余家。是年7月，赐徽州，以急卒于军中。卜颜铁木儿。卜颜铁木儿，字真卿，唐兀吴密氏。姓名睿倜傥，早被肃。魏历世武宗、仁宗、英宗。天历初，由太常署承拜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达鲁花赤，都转运言使，肃正廉访使。由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升左右丞，擢行御史台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12年春，齐黄贼徐寿辉遣兵陷湖广，清江东西，召卜颜铁木儿率军讨之。卜颜铁木儿以木壮健为兵，得骁勇士3000人，战舰300艘。时湖广平章政事也先贴木儿，江西平章政事辛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满子海牙皆以兵驻太平，速流不进。卜颜铁木儿至，乃与拒前。贼方拒丁加州，官军卒与狱，奋击败之，遂复铜陵县，擒其贼帅，复池州。遂分遣万户普贤奴屯阳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驴儿讨乌维州，而 PG 2133。自律政府不花，万户民安住池口，以防恶上流，为之节度。矣。而江州在县，辛吉死之。满子海牙及威顺王宽彻普化军俱溃而东。安庆被为一级，遣使来求援。诸将皆欲自守信的，卜颜铁木儿曰：何言之不忠耶？安庆与池只隔一水，今安庆固守，是其节也，而救患之意，我其可缓。且上流官军虽溃，然皆败。战之余，所伐者前古器具而已，无受命总兵，其可视之而不恤哉？即大发躺葬以周之，
溃军皆大急，而两军之势复振，安庆之为遂解。13年3月，贼众复来攻池州，众且10万，诸县皆应之。卜延铁木而会诸将谋曰：贼表里连结，若似其筑垒城而作时，诸县之速，破之实难。今心至疲弊，如乘其骄惰，进锐攻之，则顷刻之间攻可成矣。众曰：诺。遂分番与战，果大败之。秦其伪帅，伏斩无算，诸县复平，遂乘胜绿州师已尽。5月，与战于望江，又战小孤山及彭泽，又战龙开河，皆破走之。进复江州，留兵守之。7月，进兵攻齐州，秦其伪帅邹普泰，遂克其城。进兵到市阜，焚其栅，抵兰溪口。贼知朝曰黄连寨，又克而歼之。奋兵平两巴河，于是江路始通。11月，与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林突、左丞桑突失礼，西宁王牙罕，杀军河，而湖广左丞伯颜不花等军皆会。12月，分道进攻齐水县，拔其尾兜，或尾将相而下400余人，徐寿辉仅以身免。以公诏赐上尊，黄金带。时丞相脱方总容南征，闻诸贼皆已破，乃袭伯颜不花征淮东，蛮子海牙守玉溪口，威顺王还武昌，而卜延铁木而独控长江。16年6月，复以军守池州。11月，卒。卜延铁木而持身连界，人不敢干以私，其为将，所过不受。礼仪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又养于叔父阿术，视之如亲。父常乘花马，时称为花马而平章云。PG 2134。辛吉，辛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硕思吉朵儿子，父硕思吉，世太祖，宪宗，世祖为妾李马赤。辛吉少给世人宗。前帝以今名称。至初，授中上监，改右侍仪，兼修起居注。拜监察御史，有职升。自世时5迁为宣政院使，初为江南行御史台御史大夫。时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观望为政，辛吉独持风。才御史刑部，必敕吏而遣之。湖东迁士三宝柱，儒者也，姓廉介，所至薄贪华摩所带。御史有以自私请者，拒不纳，则诬。以是何之？张至，辛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诬。执政者恶之，移湖广行省平。张正是湖广的连江北，威顺王遂常出猎，民并之。又起广乐元，多粹鸣唱巨鼓以往大利，有司莫敢侮。辛吉至，夜王河中门，起左飞，诏以入。辛吉引神床坐王中门西，言曰：吾受天子命来作目，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昏者惧，入告王，王命起中门。辛吉入，则王曰：
王帝室之意。古之所谓伯父叔父者也。今得因不闻，而陈列宣淫，假怨于下，恐非所以自疑多福也。王即卧薪及手谢之，为西罢其所为。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3品命，恃宠恒盛，数以是伶俐官府。辛即命眼捕之，的妻妾女乐妇女时有8人，欲拒，罪而击之。由是豪强敛手，贫弱称快。至正11年，汝引妖贼起，会辽属一之，或曰有政。万户老将也，以起而用之。辛即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严巡警，悉以其事属镇。贼闻之，遣其党2000来约将。辛即与郑谋曰：此诈也，然将而却之，于是为不疑，疑受而审之可也。果得其情，乃监之，谢其渠魁数10人以4命。是有指诏为大司农。同僚受贼戮，且及其功，乃诬正罪，是其所谢者。明日贼大至，内外回应，城遂陷。武昌之人骈守夜泣。PG 2135。曰：大夫不去，吾岂为服求乎？辛即即入见，据臣贼本没。帝大喜，命赐食。10载不阅，奏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员外制。辛即至江东，诏令守江州。时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太平官军只有300人，贼号100万，众皆欲走。辛即曰：为贼而逃，非勇也；坐而呆公，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财物，纵逃岂可免乎？乃带妇人钱，募人为兵。先是，邢台募兵，人给150千，无应者。至是，辛即募兵，人50千，从征复之，一日得3000人，乃据州及直趋铜陵，克之。又破贼白马湾，贼败走，奋兵灭之，抵白眉。贼穷极，回拒官军，官军乘胜奋击，贼尽役。秦其渠魁舟驴，夺船600艘，军声大振，遂复池州。乃命诸将分道讨贼，复时代诸县。贼复来攻，命王维攻列阵当之，封使。交出小舰从旁横击，大破走之，进据清水湾。4者告贼见至，自上流，顺风举帆，众且数10倍，诸将失色。辛即曰：无伤也，风势盛，彼仓卒必不得泊，但夫横港中掩其以待，似过而击之，无不胜矣。风怒水始，贼掩忽而过，乃命举其张帆鼓，造而雹之，官军殊死战，风反为我用，又大破之，时贼久为安。庆、桀闻，俱稍引走。进赴湖口县，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为攻诈小孤山，而辛即自据番阳口，坠江湖要冲，以图恢复。时湖广已陷，江西北为淮，这亦多故，促无济援之者。日久粮亦乏，士卒咸困。或曰：东南顽石，何因粮以图再举？忽辛即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众莫敢复言。有请
贼乘大船4级来攻我军，取坚尾边为大伐，塞上下流，火之。我军力战，众死且尽。辛吉之从子伯不华与亲兵数10人，死之。辛吉犹坚坐不动。贼发使射辛吉，乃昏仆。贼素闻辛吉名，不忍害，于至密室中，至弹乃酥。贼罗败，征溃已时。辛吉斥之，遂不复食。凡7日，乃自立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绝，年57。PG 2136。辛吉为人公廉明决，即在军中能与将士同甘苦，以忠义，感激人心，故能以少击众，得人死力云。福寿。福寿，唐兀人，幼俊貌，知读书，尤善应对。既长，入备。还魏，用年劳受长应4少卿，改引进士，升知事仪使，进正使。初为饶州路达鲁花赤，擢淮西连访副使。入为工部侍郎，迁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改户部侍郎，升尚书，初为雁南连访使，又5迁为同知枢密院事。至正11年，颍州以贼反告，时车驾在上都，朝堂皆犹豫未决，欲议奏以待命。福寿独以位，彼使得请还，则是有福及矣。于是决议调兵500，遣卫官哈剌章、新都，窃来讨之，而后以闻。顺帝善其处事得宜，明年改也可札鲁乎赤。未几，初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时号4，据以县，施久无功。福寿至，督战甚急，而上游贼势甚汹涌。福寿乃易筑石头，断江面，守御有方，众士以为固。15年，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先是，及庆常有进、阿鲁徽以湖广平章政事将苗军来援，是平，其军镇扬州。而阿鲁徽豫军无纪律，苗蛮素广汉，日事杀戮，莫能治。而苗军杀阿鲁徽以叛，而及庆之援遂绝。及高邮、卢、河等州相继沦陷。而及庆氏一孤，人心亦震恐，且仓库无积蓄，既为之所出，于市民乃愿为兵以自守。福寿因下令民多资者皆助以粮饷，激励示众，为完守纪。朝廷知其劳，数赏赖焉。16年3月，大明兵为吉庆，福寿数督兵出战，进闭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士不复能之，城遂破。百司皆崩溃，福寿乃独据胡床坐。凤凰台下，指挥左右。或劝之去，斥之曰：“吾为国家重臣，臣存则生，臣破则死，尚安往哉？”达鲁花赤达尼达斯见其独，坐若有所为者，从问所决，留服去。而乱兵四级，福寿遂遇害，不知所在，达尼达斯亦死之。又同时死者，有致书侍御史。PG 2137。贺方，达尼达斯字思明，贺方字伯金，晋宁人，以文学名。
是闻朝廷赠福寿金子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中肃。道同，道同，高昌人，字号时言，姓深省寡言，以示骤入关，授直省舍人，历官清显，素富能名。调信州路总管，宜平江街，以善政称。至正元年，迁大都路达鲁花赤，初为江浙行省参知。正事寻召参政中书，请之，又初为江浙行省右丞，遂升本省平章政事。11年，召人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贼起其黄平章政事突监礼部花将兵汉江州，继而土寇风起，道同肃。不知兵事，仓皇魔所措。左右司郎中仆言不花曰：今贼势冲突，城中无备，万一失守，奈何？有张伯言左丞者，致仕居府。州其人熟知军务，以便宜礼请之，使属本省左丞事，专任调遣军旅，数机事有可记。道同从其言，而伯言亦欣然为起，曰：此正我报国之秋也。至则与仆言不花设御敌计甚稀。明年正月，湖广县突监礼部花由江州遁还。2月，仆言不花将兵往江州，至石头渡，遇贼战败，道同闻之大恐，即怀省印，遁走。仆言不花还与伯言定为城守之计。后数日，道同始自南昌名家来归，遂亦分门各守以备敌。3月，贼众来围城，城中至各乡官及各巷长，昼夕坚守，众心熙然。而道同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赏，无功或不加罪，故多为之用。贼为城烦。2月，而民无离志。道同密诏死士数千人，面涂以青，额抹黄布，衣黄衣为前锋，又别选精锐数千为中军，而目助阵者殿。后命万户张妥因捕鲁哈逮领之。夜半，开门伏兵诈下，黎明，征鼓大震，因奋击贼，贼惊以为神，败走。遂乘胜导其营，复奋兵扫其余党。是时，张伯言、仆言不花之功居多。伯言寻矣，急促。朝廷以道同汉臣有功，加大司徒、开府，人赐龙衣御酒。PG 2138。及秋，朝廷命义廉贞班为江西行省左丞相，火拟赤为左丞。同将兵来江西。未几，义廉贞班卒，道同属火拟赤平复、瑞尔州，分镇其地。是岁大旱，公私匮乏，道同乃移资江浙行省，借米数10万石，盐数10万引。凡军民约3日人敌官米1斗，入荤钞2贯，又3日买官盐10斤，入荤钞2贯，民皆便之。由是暗堵如故，而贼亦不敢犯其境。18年夏4月，陈友谅复攻江西城，时火拟赤以升平章政事，加营国公，行便宜事，任专兵，并而素与道同不相能，且贪忍不得将士心，见臣且献，遂业
遁去。道同意弃城退保抚州路，欲集诸县义兵以图克复，而是已不可为。因叹曰：我为元朝大臣，官至极品，今城县不守，上贺面目复见人乎？是贼追者至，道同欲迎敌，渡水未登岸，贼众乘之，遂为所害。是文四世忠烈。PG 2139。列传第32。义廉贞班。义廉贞班，西夏人，父俺伯，以中秦氏世祖，为之枢密院。是。义廉贞班性刚正，动有礼法。仁宗召见，令入宿卫。延有6年，超拜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至2年，调同知通政院士，着虎符堂务清军都指挥使。太定初，迁资善大夫，典瑞院士。天历2年，以选为太子嘉令，巡升资政大夫，同知枢密院士，擢侍御史，人兼指挥使。至顺初，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迁功德使，指挥使如故。寻初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复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统至元之间，伯言为丞相，专权善政，及其论事不阿，初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寻杀其子达李麻，而折至海南。及伯言败，乃得赵海朝。至正6年，拜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进迁中外廉能之官至诸丰县，一时号称的人。迁宣政院使，初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设法米西羌之寇。民赖以安，历时送之。赵还为迎亲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提调太医院，寻家金子光禄大夫，复为御史大夫，知经言事。兼宣中沃罗斯护卫清军指挥使。常奏言，风俗人心日趋于薄，请禁故吏，不许弹劾所事官长。太师马扎尔台与子丞相托托季谪居在外，时相遇亲之，叟人告变，且班台臣同上奏。义廉贞班曰：凡为乡者，孰无贤退之日？况托托父子在官无大救过，奈何破之于险？终不从。今言进讲必详必胜，故每读一文，必被加纳。监察御史何奏10乡，帝不听，义廉贞班反复论奏不已，由是无上议，初为 PG 2140。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迁拜湖广行省左丞相，复召知枢密院事。11年，尹薄兵起，朝廷命将出师，多失律致败，数尽言于10乡，不见听，复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12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于是邀寇游齐，黄县饶州，饶之属义安人与龙兴相接近，其民皆相挺为乱。义廉贞班道出安人，因驻兵招之，来者后加赏赖，不从者命子哈兰朵儿止与江西左丞或拟赤等臣高纵，火攻散之。余干久为道区，亦闻风顺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
郑氏道同以宽容为政，君民谢持。亦廉贞班纪制，风采奕新。威声大振，所在群盗咸谋归款矣。14年8月，以急卒于官，所部为之丧气。是闻赠推中左运正县秉义同德功臣，追封其王，是中县。子9人，常打李麻，赐普达师礼，翰林学士承旨，知制告。兼修国史，桑戈巴剌，同知青海宣慰司事，哈兰朵儿旨，宣政院使，桑戈达斯，领北行省平章，沙加侍礼，领北行省参政。义纳侍礼，大宗正也可扎鲁火赤，马的侍礼，签书枢密院事。马剌侍礼，内八府宰相。连会山海牙。连会山海牙，字公亮，布鲁海牙之孙，西县之从子也。父